这家伙竟然深藏不露，我不一定能斗得过他。长欢师兄，今天的事情都怪我有眼无珠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冒犯。哼，老子宁可相信世上有鬼，也不会相信你这张破嘴。事已至此，你就认命吧。我叫长欢，是落日城3大学院之一永武学院最低级的外门学员。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。出奇的是，今天永武学院第一美女慕容惜花竟然私下约我在学院后山见面。不知道是她脑子进水了，还是一场阴谋。为了一探究竟，我还是来了。站住！战兵，这个瘟神怎么来了？战兵，灵武城4大家族之一战家，旁系弟子，加入永武学院短短3年，晋升成了内门学员。慕容惜花可是和战家第一天才高手战阳有过婚约的，在战家弟子心中，早把慕容惜花当成了未来的嫂子。如果被战家人知道我是来和慕容惜花相会的，绝对不会轻易罢休。小杂种，把东西交出来！东西？看来战兵并不知道我和慕容惜花单独约会的事情。交出来？战兵师兄，你这话说得我莫名其妙啊！废话少说。当日你在兽王山脉得到了100年难遇一次的灵药神农草，那神农草原本是我先看到的，只等它成熟就去采摘的，却被你捷足先登，可恶！这神药灵草极为罕见，数百年才发芽生长，一旦成熟开花，则价值连城。若是用来炼制丹药，更能增加无尽奇效。这战兵只是贪婪这莽荒神农草，只是偶然追了上来，并没有什么阴谋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拿不出神农草，就给我死在这里吧！哼，夺人灵草，还想残人性命，好歹毒的做法，简直欺人太甚！那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。我说战兵师兄啊，一个寒门弟子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横的气势？怎么可能？小子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本来，老子不想得罪战家的人。可是你欺人太甚，那就休怪老子心狠手辣。这是，竟然是除戒。看看除戒里有什么。嚯，竟然有足足几百枚的灵晶。灵晶是一种蕴含灵气的晶石，武者可以汲取其中的灵气修炼，提升修为。更重要的是，灵晶在落日城属于硬通货，还可以购买任何宝贝，还有一部上品战绩，这也是普通外门学员梦寐以求的。如果修炼，我的战斗力绝对可以突飞猛进，一日千里。哼，真想不到战兵这种旁系的战家弟子，家弟子都这么丰厚。这么一大笔财富，足够我日常修炼和花销了。奶奶的，光顾着高兴了，刚刚霸气外露，却忘了杀人的后果。战兵被杀，这消息绝对不能传扬出去，否则凭战家的势力，
杀我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哼，那就只好毁尸灭迹了。糟了，动静太大，把他吸引过来了，不能让人发现是我做的。长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受伤了？遇到一个疯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还不是因为你来的不是时候，我还不得不把自己打伤，真是疼死大爷了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可是那个人的背影确实和长宽非常相似啊。那个时候，偶然看到一个青年男子，仅仅一拳便灭杀了一头2阶灵兽望月溪。更重要的是，那青年只有灵气境9重天修为，足足跨越1个大境界9个小境界，这种强悍的战斗力太令人震撼了。要不要试探他一下？哼，慕容大小姐，你不会是真的看上我这只癞蛤蟆了吧？哎喂，不至于这么开不起玩笑吧？他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试一试你，没想到你真的只是灵气境界。他试探我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差点杀了我。对不起，给你这个气血丹，这可是好宝贝，据说吃了之后可以补充气血，开拓经脉，强壮肉身。今天这便宜占大了，不但得到了无数宝贝，还能和落日城第一美女近距离接触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不过，虽然慕容西花暂时被骗了，可我这毕竟是装出来的，时间一久，很容易被他发现端倪。还是早走为上策。如果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真的不是他吗？难道我真的看错了？好，今天是我失礼了。客官，里面请。真是想不到，如此破旧的小酒馆中，竟然藏着这样美色倾城的女孩。是啊，落日城的人只知道慕容西花天生丽质，要看这女孩绝不比她差。要是能娶回家给三少做小妾，那日子绝对赛过活神仙呐！三少，这女孩是个白痴，你让她干啥她就干啥，让她站着就不会坐着，绝对百依百顺。嘿嘿。哦，丫头，如果你来给三少我当小妾，我保证你衣食无忧。真的吗？可是长欢哥哥和我说，别的男人都是坏男人，叫我不要相信你们说的话。丫头，你这可就说错了。只要你日后好好服侍我三少向来说到做到。那我答应。红颜妹妹，你要干什么？长欢哥哥，你干嘛去了？这么久才回来，我好想你啊！可恶，竟然关键时刻坏我好事！你想让我妹妹跟你走，问过我了吗？我看上你家妹子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给我教训这小子！是。唉，又逼我出手，本想低调一点儿。哼，真是找死！红颜妹妹，这些都是坏人，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。红颜听长欢哥哥的话。红颜妹妹最乖了。竟然敢无视本少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可是君家的弟子，你竟敢公然与我对抗！君家？君破天是你什么人？是家兄。怎么，你怕了吗？
既然是君破天的兄弟，那老子怎么也得给点面子。所以欺负红颜妹妹，你磕头赔罪，然后滚出去就行了。竟敢耍我！莫非以为我君家的人好欺负吗？可恶！区区一个灵气境9重天，老子灵机境7重天的修为，为什么会达不到呢？君家不愧是落日城4大家族之一，像你这样的鸟人，居然也能修炼到灵机境7重天，真是垃圾！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老子今天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！烈日符！这回看你还怎么嚣张！呵呵，想不到一场激战，竟然让老子感悟到了灵机境的奥妙。灵机境1重天！难道这小子竟然在烈日符的攻击下突破了瓶颈？这怎么可能？区区一个灵气境的小子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雄厚的灵气和精神力？在战斗中领悟突破，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好厉害的符，不过可惜了。接下来到我了。什么？起！这枚小还丹蕴含着无数天材地宝精华，药效强大。偿还服用之后，绝对可以踏入灵机境，成为永武学院的核心学员，将指日可待。偿还，你来了。偿还哥哥，爷爷在干什么啊？好小子，没想到你自己竟然成功突破壁垒，踏入了灵机境啊！看来用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成为永武学院的核心弟子，修炼金刚不灭身，回到家族，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了。偿还呐，你可知道外公为什么要你进入永武学院修炼吗？孩儿不知。因为日月轮回秘法威猛霸道，施展这门神通必须要修炼金刚不灭身，有强大的肉身辅助，否则无法承受对手的攻击，轻则经脉寸断，修为全失，重则魂飞魄散，命丧九幽。这些年，外公让你进入兽王山脉猎杀灵兽，一方面是为了赚取灵晶炼制丹药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磨练你。作为一个男人，特别是常家的男人，你如果不能成为绝世强者，那外公如何对得起你的父母？况且你失去的东西终究是要夺回来的。常家，我的父母失去的东西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有些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们常家乃是灵武大陆一个最古老最强大的荒古世家，你父亲是家中的嫡系子孙。荒古世家。你父亲自幼精才绝艳，天资聪慧，18岁已经修炼到了灵道境第9重巅峰，修炼不灭灵身，纵横天下。这样的绝世奇才本来深受常家老祖的器重，欲将家主之位传给他，可惜他生性散漫不羁，对权势毫无兴趣，反而到处游历，不管家族事务。后来在游历之中遇到了你的母亲，两人一见倾心，结成了连理。可惜啊，你母亲家族是个三流势力，他们遭到了常家老祖的反对。你父亲一怒之下脱离家族，带着妻子远走天涯。那后来呢？后来
你父母意外得到了洪荒圣血诀和日月轮回秘法两门太古神通，修为突飞猛进，几乎成为灵武大陆无敌强者时，突然销声匿迹，不知所踪。16年前一个风雨夜，我听到门外有啼哭声，出屋后看到地上有一个摇篮，里面是一个婴儿和两门修炼功法。我本想等到你长大后把这两本秘法传于你，可是不知轩辕家的那些长老是怎么知道了此事，为了两门太古神通对我们起了杀机。那次生死血战中，洪荒圣血诀被夺走，最后只能带着你隐居在了落日城。原来如此。洪荒圣血诀和日月轮回秘法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，所以偿还你千万不能暴露身份。孩儿谨记。失去的东西，无论如何我也要夺回来。现在就算遇上灵机境9重天高手，我也有能力与之一战。但是我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，一旦被人知道我的来历，只怕整个落日城的强者都会出手抢夺日月轮回秘法。我必须尽快提升修为，增强战斗力，希望到时候可以死中求活，躲过一劫。小爷我竟到了灵机境4重天，太好了，这次我的胜算又多了几成。看来3少让我刺杀的人就在这里了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哼，受死吧！哼，你是君3少派来刺杀老子的？是又怎么样？废话真多，受死吧！你，那就看看到底是谁去死！还没有完呢！灵机境4重天修为，怎么可能？竟然是灵机境5重天高手，幸亏我修为暴增，否则今天是死是活还不一定。看来我得去一趟兽王山脉，只有炼制出赤阳丹，我才有机会修炼成初级肉身。在灵武大陆，武者修炼分为2种，一是修炼灵道，以自身为世界，吞吐天地灵气，增强修为；二是修炼肉身，强壮筋骨血脉，修炼到天地一体境界，便可肉身成圣，全破苍穹。因此无数高手都会到兽王山脉猎杀强大的妖兽，来炼制赤阳丹，修炼肉身。兽王山脉除了强大的妖兽之外，一些前来猎杀妖兽的高手相互之间也会杀人越货。这种人几乎把兽王山脉当成了获得财富的天堂，各种手段层出不穷，偷袭、暗算、下毒，简直无所不用其极，危险重重啊！只要猎杀2阶灵兽烈焰虎和黄金蟒，炼制出赤阳丹，修炼成初级肉身，哼，到时候就算是灵丹境高手想要杀我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。看来今天也是有不少人进来了。好可怕的手法，不知道是哪个高手进入了兽王山脉。看来老子得小心点儿，最好别碰上这尊杀神。啊，中品储物戒。储物戒根据内部空间大小分为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极品。这枚中品储物戒里面堆积着足足有上千枚的灵晶，还有各种灵兽内丹，比战兵那个下品储物戒好的太多了。
天降横财，这绝对是天降横财！把你手中的储物戒交出来，否则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落日城广为流传的一句话：“宁遇阎罗，莫遇无常。”竟然让我给遇到了。4大家族之一，吴家的弟子。吴家的弟子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大量的灵气，有的还淬过毒，高手。这个人绝对是高手。怎么害怕了？想不到堂堂4大家族之一，吴家的人也会对这点财富动心。废话少说，交出储物戒，我留你一具全尸，否则必将你千刀万剐，剁成肉糜。好强的压迫感！灵寂境9重天强者，果然身为盖世，所向无敌。怎样都是死，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不识死活！不愧是灵寂境9重天的强者，大意了，疼死老子了！好强大的战斗力！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？区区灵寂境4重天修为，竟然能够硬生生接下我的轰击，真他娘的变态！哼，灵寂境9重天，我呸！就凭你这点修为，还想杀人越货？小子，有什么本事统统施展出来，免得被老子杀了后悔！找死！血手刃！日月轮回秘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修炼过极品战技？不对啊，阴阳之剑属于上品战技，根本不可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威力。哼，怎么样？我早就说过，就凭你那点修为，想要杀人越货，哼！你要是再不施展你最强的能力出来，恐怕就没有机会了。我要将你大卸8块，挫骨扬灰！黄血刀，杀！吴家的灵气果然阴险毒辣，刀上都淬过毒。小子，能够死在黄血刀之下，也足够自傲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子也不是吃素的。奶奶的，吴家的淬毒灵气不是一般的霸道，幸亏老子修炼的日月轮回秘法威力强大，否则今天惨死在兽王山脉的还不知道是谁呢。今天感觉不太平，办完事早点走为妙。啊，这里的人看起来像是君家的人呢，敢一下子杀君家这么多人，此人一定不一般。哼，不管了，先搜东西。君家的人身上肯定有不少宝贝，又要发一笔横财了。所有的宝贝都没有动，看来那个高手对财富根本没有兴趣。难道那位高手也是奔着烈焰虎来的？可是烈焰虎对我来说又非常重要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之交臂。敌人虽然强大，老子也不是泥捏的，岂能被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吓住？那也太丢人了。前面有人。君雄，你好歹也是君家的天才弟子，勇武学院内门学员中的顶尖高手，修为踏入灵机境9重天，难道连和我唐傲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？竟然是落日城年轻一代高手中最可怕的人物，勇武五杰之一的唐傲。勇武五杰是落日城青年高手之中最强大的存在，君破天、
战阳、无痕、唐傲、慕容惜花，这5个人都是灵丹境高手，随便拿出一个跺跺脚，落日城都要颤3颤。在灵武大陆，武者修炼分为2种，一是修炼灵道，以自身为世界，吞吐天地灵气，增强修为；二是修炼肉身，强壮筋骨血脉，修炼到天地一体境界，便可肉身成圣，拳破苍穹。只要炼制出赤阳丹，我就有机会修炼成初级肉身，到时候就算是灵丹境高手想要杀我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唐傲，为了一头烈焰虎，你竟然大开杀戒，挑衅君家，难道不怕君家老祖和君破天找你算账？废物！君破天虽然与我齐名，可在我眼里，他不过是一个依仗家族实力作威作福的纨绔。如果他敢和我一战，永武5劫只怕就要变成4劫了。怎么，不敢应战吗？你根本就是废物！既然不敢应战，那就交出来烈焰虎内丹，有多远滚多远。你，唐傲可是灵武大陆的高手，越级挑战犹如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可见其有多可怕。而我实力本就不如他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竟然因为一时气愤而断送了自己的小命。好强大的灵兽内丹，这宝贝无论如何老子也要得到。居然还有人在！灵机境4重天，修为虽然不高，可灵气凶浑，战力强大，比起君雄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怎么，你也想要这颗烈焰虎内丹？不错，的确有这个意思。好好好，想不到落日城中还有你这样的少年英雄。多谢唐公子夸奖，少年英雄愧不敢当。不过，这颗烈焰虎内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希望可以行个方便。2阶灵兽烈焰虎内丹虽然算不上珍贵，可也价值不菲。我为了得到它，杀了君家10几个高手，岂能随意送人？不过我这个人从不恃强凌弱，以你的修为，只要能够接住我2剑而不死，烈焰虎内丹就是你的了。哼，真的？只要我接下你2剑，烈焰虎内丹就是我的？大丈夫一诺千金，生死无悔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唐傲的剑术出神入化，老子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。那你可就准备好了。一剑穿心，阴阳之剑，杀！什么？这小子竟然没事？好凌厉的剑术！想不到这门上品战技，居然被你修炼到了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的境界，这才配得上做我唐傲的对手。剑灭十方！这一剑比刚才强了足足10倍，看来我只能用那招了。霸王枪，给我破！很好，你抵挡住了我的2剑。烈焰虎内丹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。不过今日之战未能尽兴，等你凝结灵丹，我会再来找你。到时候双手一战，生生个安天地。唐傲剑术通神，灵力无匹，刚才一战根本没有全力爆发，否则以我现在的力量，就算不被他杀死，也无法与之抗衡。能让唐傲2剑无功直接离去，这说明偿还已经能够和灵丹境高手抗衡。整个落日城千百年来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天才，什么永武5劫，和他比起来不过是个笑话。这颗烈焰虎内丹，您笑纳？
终于得到了！有了这颗烈焰虎内丹，再加上黄金蟒内丹，我就可以练成初级肉身。到时候，整个落日城年轻一代的高手，谁也无法压制老子。君家的高手全部被杀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回去该怎么交代啊？君兄，把你刚才的话说清楚。烈焰谷之劫，我们遇到了唐傲，那个疯子为了抢夺烈焰虎内丹，把君家所有的高手都杀。唐傲，你真以为我君破天不敢杀你吗？如果不立威狠狠教训一下唐傲，不但君家的人不会对我服气，就连其他3大世家也会笑话我畏惧唐傲，甚至可能导致君家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在落日城修炼资源的分配上都有可能蒙受巨大损失。哼，君家沉寂得太久了，久得已经快要被人淡忘了。也罢，既然我奉命执掌家族，就应该让世人都知道，无论是谁得罪了君家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大哥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！老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前几日，一个叫长欢的寒门弟子不把咱们君家看在眼里，愣是在众人面前给三少一顿毒打。三少服用了无数灵丹妙药，才勉强保住一条性命。竟有此事，真是不知死活！竟然连续有人不把君家当回事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洪涛，带人陪老三走一趟，记住，挑衅君家的人，下场越惨越好。哼，是。伤势总算是恢复了，耽误了不少时间了，必须尽快猎杀到2阶灵兽黄金蟒。奶奶的，想要冲过这片蛇区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什么鬼东西？想吃我，还没那么容易！吃我一拳！真险呐，还好老子够厉害。什么声音？哼哼，找到了。看这动静，黄金蟒竟然在渡劫。天劫一过，3阶灵兽内丹唾手可得。啊，渡劫结束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，这宝贝终于到手了，这样就能炼制赤阳丹了。炼化之后，既可以强化肉身，又可以增强修为，这是一举两得。啊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这是……这刀形如月，活如蝉翼，还带有一股邪恶至极的魔气。难道是魔刀邪灵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君家灵丹境高手进出，围杀唐傲，今天可有好戏瞧了。君破天号称落日城年轻一代的领袖人物，居然恃强凌弱围杀唐傲，就算真的成功了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哎，听说是唐傲先挑衅君家，杀了君家10几个高手，这才激怒了君破天。君破天执掌家族，自然要维护家族的威严，否则其他3大家族的人岂不是要笑掉大牙呀？也只有唐傲不把君破天放在眼里，换做其他人，别说杀君家的人，就是出言不逊，都会惹来杀身之祸。唐傲这下危险了，如果他死在君破天手里，对慕容家族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
看来君破天今天是动真格的了。我觉得唐傲可没有那么好杀。啊，怎么这么多灵丹境高手？连慕容西花、战阳、无痕都来了，永武五劫全部出现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情。中间那人是唐傲。君破天，你好歹也是永武五劫之一，威名赫赫，如日中天，难道你就这点出息吗？唐傲，休得猖狂！今天君家出动那么多灵丹境高手，只是为了追捕你。各位前辈只管列阵，杀唐傲，我一人足矣。以多欺少的事情，我君破天根本不信为之。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一剑穿心，这才是唐傲真正的实力，怪不得他能够斩杀灵丹境高手。纵然面对君破天这样的绝世奇才，也没有丝毫畏惧。人物，唐傲绝对是个人物。剑灭释放，遮天手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决战，也正是我所期待的。百剑真名，苍穹如盖，万法不破。想走，留下命来。我们也跟过去看看。哎呦，难得的高手对战呐，这怎么就飞走了呀？哎呀，真的是。百剑争鸣太恐怖了，简直有毁灭天地万物的威力，根本不是人力能够抗衡的。现在的我根本无法凌空虚度，就算有心跟去，也没有那个实力。要想战胜这个剑神一般的人物，不但要修炼成初级肉身，还得尽快突破修为。只有踏入灵机境九重天，才有一线希望。要抓紧炼制赤阳丹了。那外公家的方向，怎么回事？爷爷，红颜，你们在哪里？长欢，爷爷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君家的人来过了，红颜也被他们带走了。哎，我本来可以救下红颜的，可是君家在落日城势力浩大，得罪了他们，很可能暴露行踪。到时候消息传扬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外公的顾虑，孩儿明白。不过红颜妹妹不能不救，这件事是我自己解决。君三少是不是带回了一个女孩？你是长欢？不会吧？这年头还有不怕死的人，老子怎么不相信啊？难道你没听说过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吗？长欢，就凭你一个人，还妄想救走那个女的，你这是找死！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给老子好好看着，舍我其谁！红颜妹妹若有事，君家一个人也别想活。红颜，红颜，你在哪里？长欢哥哥来救你了！君三少，你个王八蛋，快点交出红颜，否则老子杀你一个血流成河，浮尸如山！你是何人？竟敢在君家大开杀戒！区区灵机境4重天蝼蚁，居然如此猖狂，找死！和他废什么话，直接杀了就是。君威君烈君风，君家果然藏龙卧虎，高手如云。先下手为强。吴家的淬毒灵气狂玄刀，哼，雕虫小技。今天我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救出红颜。就算丢了这条命，我也绝不会退缩半步。阴阳之剑，霸王枪，这力量！啊，这是什么战技？居然如此可怕！呀，三阳化虚诀！当
我者死。红颜在哪里？大家联手一起上，就算敌人是灵丹境高手，也未必能够杀了我们。虚空洪流。说，红颜妹妹在哪里？我说，求你手下留情，放我一条生路啊！君三少把他带到君家地牢里。想不到这小妞性子还挺烈。哼，不过老子天生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。今天一定让你快快乐乐、心甘情愿的陪老子开心。洪教头，何必浪费时间呢？有和他费口舌的时间，这天都要亮了。三少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能够看到这么美艳无双的姑娘，像受了惊的小麻雀一样，惊慌恐惧发抖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再说，她被我们囚禁在地牢里，咱们也不急于一时啊！啊！你们滚！长欢哥哥，放开他！长欢，红颜妹妹，长欢哥哥来了。长欢哥哥，你来了！红颜不怕，有长欢哥哥在，没有人敢欺负你。你就是长欢？哼！长欢，你竟敢如此猖狂，在君家大开杀戒，你就乖乖受死吧！虚空洪流，你不自量力的东西，找死！长欢，就凭你这点修为，也敢来君家闹事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不好，他在吸收我的功力。灵丹境高手果然霸道，洪涛一个人的战斗力，最少相当于5个灵机境9重天高手。想要战胜他，只怕比登天还难。今天不但要把你碎尸万段、挫骨扬灰，还要当着你的面狠狠地蹂躏这个小妞，让你看着她在我们脚下婉转承欢，欲仙欲死。那种滋味想必不错。不好！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？身为长家的男人，就应该纵横天下，醉卧美人膝，行掌天下权。这一切都没有实现，我绝对不能死。况且身边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红颜，这个只有5岁智商的绝世美女，对我是那么的依赖。就算是为了她，我也应该奋勇一战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似乎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境界，他的修为越来越强大了。灵机境5重天，突破！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！哼，突破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灵机境的蝼蚁？只能用它赌一把了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会有一股妖气？难道有魔道高手降临落日城？战斗的地方似乎是君家，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居然趁着君家老祖闭关，君破天率众围杀唐傲的时机，对这个君家展开了屠杀。这力量，不！君三少竟然被他杀了！一个灵机境5重天的蝼蚁，居然能够爆发出这么恐怖的战斗力！看来我不得不拿出我的实力了，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扑灭灵丹，破除万法，杀！
血龙降世，山河崩裂！长欢哥哥，刚才感觉到3道神识，居然是战家、慕容家、吴家的家主，竟然惊动了他们。如果此时君家老祖出关，他灵丹境第7重巅峰，我就算有9条命，也不够杀。红颜妹妹，我们走。长欢哥哥，你终于清醒过来了。红颜妹妹，好柔软啊！对了，红颜，爷爷呢？我们这是在哪里？爷爷去炼制丹药了。按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兽王山脉。这是什么人干的？是永武学院外门弟子长欢，修为刚踏入灵机境5重，不过战斗力强悍的离谱，连我催动灵丹都没有杀死他。长欢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我要将你的灵魂拘出来，用9幽之风日日炼化。你等着，等我抓到你，一定要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！哼，君家被灭门，你居然还有脸活着见我？遮天手！立刻张榜通缉长欢，无论是谁，发现长欢踪迹，奖赏灵金1万；杀死长欢者，奖极品灵宝1件，绝品战技遮天手1部。是。在落日城居然有人敢血洗君家，这也太嚣张了！即便是和君破天齐名的唐傲，杀死君家的人都招来了围杀，至今生死不明。血洗君家是个叫长欢的小人物，怎么比唐傲还要疯狂？不过君家给出的奖励实属让人怦然心动，那可是1万灵晶、极品灵宝、绝品战技啊！父亲大人，君家围杀唐傲的行动失败了。这件事情，孩儿亲眼所见，那唐傲剑术通神，吸力很辣，修炼的明显不是永武学院的战技。甚至，孩儿怀疑他修炼的剑术，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神通。神通？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。整个落日城，只有永武学院有一门金刚不灭身，修炼大成，体如金刚，万法不破，足以抵挡任何攻击。一个灵机境5重天武者，居然能够击败灵丹境高手，这么变态的战斗力，长欢究竟修炼过什么级别的神通？回禀家主，属下一路跟踪，发现血洗君家的那对青年和一个老者进入了兽王山脉。杀人之后，自然要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兽王山脉遍布灵兽，危险重重，的确适合藏身。家主所言极是，我追踪途中遇到了一只3阶灵兽天罡熊阻扰，所以未能查出对方的落脚之处。无妨，既然确定对方在兽王山脉，还怕他飞天遁地不成？战阳，你带几个高手进入兽王山脉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对方。但是，如果被慕容家和吴家捷足先登，那就只能杀死他，以绝后患。不过要记住，尸体一定要抢回来。父亲放心，孩儿一定做到。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彻底征服长欢，哪怕施展出魅惑苍生天魔舞也在所不惜。快看，慕容七花也来了！没想到慕容西花也来追杀长欢了。追杀长欢是小事，她这么个大美女独身来到这兽王山脉，岂不是狼入虎口吗？
奶奶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君破天把落日城所有的灵丹境高手都找来了？长欢哥哥，长欢哥哥，爷爷叫你进去一趟。爷爷说是赤阳丹炼制成功了。真的？红颜妹妹，你过来扶我一下。红颜妹妹身上这是什么味道？有种兰花的香味，淡淡的，甜甜的，淡雅清幽，令人迷恋。等这次解决了君家的事情，一定要带红颜去治病，只有她彻底恢复记忆，我才可以和她。爷爷，这是赤阳丹。赤阳丹服用之后可以增加100年寿命，而且可以洗筋伐髓，扩充丹田，凝练血肉，不但力量会成倍暴增，对于天地灵气的吞吐吸纳，堪比强大的灵兽。这枚赤阳丹蕴含着3阶灵兽黄金蟒的千年精华，你试试药力如何？肉身凝练，坚于金铁，以力破虚，超凡入圣。长欢哥哥真厉害！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一拳洞穿石壁的力量，不愧是修炼过太古神通、日月轮回秘法的人。以他现在的战斗力，完全可以灭杀灵丹境1重天高手。就算是2重天强者，想要击败他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！哼，好，好，好，赤阳丹的药效果然强大。这下老子练成初级肉身，完全可以和永武结义争兄长，晋升永武学院核心弟子，指日可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长欢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也隐透着一丝无法无天的魔气，难道他走火入魔了？长欢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奶奶的，300位灵丹境强者，成千上万的灵机境高手联合搜山，这几乎是整个君家的武者全部出动了。呵呵，想不到君破天这小子还真看得起老子，搞出这种大场面给老子做试炼，简直再好不过了。有人来了，先下手为强。哇，有滴血！遮天手！怎么没有尸体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此说，万寿山脉高手云集，强者如林，说不定是那些老不死的家伙出手偷袭。这样，你和五叔一起下去看看，无论是谁，胆敢挑衅君家，一律绝不留情。是，我一定要把偷袭者碎尸万段。四哥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前面隐隐有一股强大的气息？十有八九就是刚才偷袭我的人。让老子抓到他，一定将其抽筋扒皮，剁成肉泥烂酱。我故意留下气息，就是为了引诱你们。等进入前面的峡谷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。呵呵，这个地方真心不错，简直是决战的最佳地点。现在，就算君破天手眼通天，短时间内也休想找到你们。长欢，
果然是你！血洗君家的人一定不得好死！长欢，你拿命来！遮天手！一个灵机境5重天蝼蚁，看你怎么抵挡住我2灵丹境高手联手一击！虚空洪流，封灭十方。还有什么招式都使出来吧。这怎么可能？妖孽，这个妖孽太恐怖了，居然能够抵挡我们2人联手攻击。整个落日城年轻一代，除了勇武5阶，几乎打遍天下无对手了。怪不得长欢敢单枪匹马血洗君家，就凭这份旷古绝今的战斗力，足以横扫落日城年轻一代所有的高手。长欢目前不过灵机境5重天武者，以他的潜力，假以时日，恐怕整个落日城没有一个人能压制得住。这2个家伙都是灵丹境1重天高手，如果同时祭出本命灵丹，以我现在的战斗力，就算能够勉强战胜他们，也要受到致命重创。先一个一个解决掉。遮天手！这下你还能活？接下来就是你了，小子，你终于上当了！遮天手！长欢呢？我们赢了吗？自然赢了，他又不是神仙，区区血肉之躯砸在坚硬的大地上，只怕早就化作了一堆肉泥烂酱了。居然想对老子下毒手，没这么容易！长欢明明被砸进了大地深处，就算是块石头也得粉身碎骨，化作齑粉。可是他看起来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长欢的身体比石头还坚硬？哼，幸亏我练成了初级肉身，坚于今天，否则这一下不死也得重伤。老子要让你们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！万魔灭世！这就是邪灵魔刀的力量。这万魔灭世大阵衍生出来的魔影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啊，储物戒，让我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啊，除了1万多灵晶，竟然还有165颗传说中的天雷丹。据说君家有一门绝品战技雷破9天，修炼时必须炼化雷电之力，才能爆发出雷霆无坚不摧的力量。而天雷丹则是利用2阶灵兽独角雷蟒内丹炼制而成，是强壮肉身的最佳补品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是绝品战技遮天手修炼功法。哼，看来抓我的人还真不少。如果能拉拢长欢来战家很有可能从他身上得到无法估量的好处。可是到现在都没有看到长欢的身影，难道是被慕容西花和无痕捷足先登了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更得尽快找到长欢灭了他，否则可没法向父亲大人交代。啊，那是战家的战阳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呵呵，来得好，君破天，我要送给你一份大礼。遮天手，怎么回事？这君家的人疯了，竟然对我们出手，看来是活腻了。
君破天，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算清楚的。五行绝天刀，好厉害！动了手想走，哪有这么便宜？战阳，你给我听着，长欢血洗我们君家，罪不可恕。你最好不要打他的鬼主意，他的人头属于我。你若敢觊觎，我会让战家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兽王山脉。君破天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君破天，你居然敢通缉老子！这下战家高手杀过去，足够你喝一壶的了。不愧是唐傲齐名的高手，果然威猛霸道，战力强横。我只是凌空接了他一招，居然受伤了。有人过来了！奶奶的，咱们把这一片大山都搜遍了，连长欢的影子也没看到。莫非他根本不在兽王山脉之中？不可能，老六明明看到了长欢进入了兽王山脉。再说，慕容家族和战家的人都来了，没有确切的把握，他们是不会派出10几个灵丹境高手的。依我看，4大家族的高手齐聚兽王山脉，上百位灵丹境高手封锁虚空，长欢肯定是害怕了，所以宁愿缩起头来当乌龟。这个长欢，平时名不见经传，想不到隐藏的这么深。在我看来啊，长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无痕，哼，很好，我就再给君破天加一把火。哇！该死，什么人，竟然藏在小河之中偷袭我们！竟然是遮天手！君破天，你给我等着！奶奶的，君家没一个好东西，都他大爷的不是人！老子好心好意来帮忙，结果却遭到偷袭。这件事情，君破天要是不给一个交代，啊，老子拼了这条命也要让你们付出惨重代价！咱们大家一起上，干脆灭了君家，弄来一个血流成河，鸡犬不宁。君少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怎么会去招惹那些人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君破天，你派人偷袭暗算我战家高手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。君破天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！居然派人偷袭我吴家高手，你以为我无魂怕你不成？你凭什么肯定是我君家所为？哼，大家都是被遮天手埋伏暗算，这可是你君家的绝品战绩。你君破天有胆子做，还没胆子承认，签手书生！什么？遮天手到底是谁？这下老子倒要看看，君破天有什么过人之处可以化解危局。哼，你这家伙真够阴险的，谁得罪了你，算是倒了血霉了。哈，慕容小姐，真巧啊。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疑惑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奶奶的，这小妞不会又想对老子打什么鬼主意吧？慕容小姐有话尽管问，小子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啊，慕容小姐，你这是……慕容惜花身上好香啊！哼，和那些臭男人也一样嘛。我这是在哪里？长欢。慕容惜花，你这是……君家的绝品战技遮天手，威猛霸道，凌厉无敌，落日城人所共知。不过，这门战技玄妙深奥，晦涩难懂，就算悟性奇高，天资卓越之辈，没有几年也无法领悟精髓。慕容小姐，可是你却信手拈来，随意施展。好像参悟了多年，
给人一种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的感觉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慕容小姐，这可是我天大的秘密，岂能随意告诉不相干的人？不过，你3番2次窥测我的隐秘，莫非对我有意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告诉你也不是不可以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告诉我？哼，能得到落日城第一美女的青睐，偿还3生有幸。慕容小姐，你真美。你是怎么逃出我的魅惑苍生天魔五幻境的？慕容惜花，敢撩拨老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长欢，你这个畜生，你竟敢如此无礼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慕容惜花，你的内力是我的了。哼，落日城第一美女，内力修为也不过如此。长欢，我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我怎么会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？邪灵魔刀，一定是那柄魔刀在作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突然之间修为暴增，竟然到达了灵机境9重天？有股灵气宛如冰水，阴寒刺骨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不可阻挡地沿着我的经脉汇聚到了丹田之中。哼，我这么多年的内力修为，就这样被这个畜生夺走。天元外泄，进入长欢体内，正好阴阳互补，成就了他一次天大的奇遇。没想到被慕容惜花暗算了以后，糊里糊涂居然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。慕容小姐，我刚才不是有意冒犯，只是一时不过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偿还你。畜生，还不给我滚！以他变态的战斗力，只怕我现在不是对手，现在还奈何不了他。这个仇，我日后必报。这种情况下，必须当机立断，否则一旦血战爆发，君家必将遭到灭顶之灾。各位，君家的人做出这种天理难容的事情，我军破天难辞其咎。不过，请大家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袒护凶手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遮天手！各位，他们就是偷袭你们的凶手，我亲自出手清理门户，不知道大家满意吗？他君破天果然心狠手辣，竟然找我替罪羊。不过现如今还不是和他君家开战的时候，君破天，给我等着！既如此，我吴家不再追究，告辞。战家告辞。一言为定。君家的人，跟我走。是。慕容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俩即是有缘人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不过，我也不是翻脸不认账的人，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难事，只要告诉我一声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偿还一定给你办到。本想套取点信息，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真是太不值了。而慕容老祖的命令，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偿还，不知道这算不算成功？听说了吗？黑暗秘境有金光冲天，锐气祥云笼罩，潜力虚空，好像有什么绝世宝贝重见天日啊！这次学院突然召集内门学员、核心学员聚集广场，多半与此事有关啊！这件事在落日城传得沸沸扬扬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不过呀，黑暗秘境环境恶劣，灵兽凶猛，被称为死亡禁地啊！
据说灵丹境高手进入其中都有生命危险，就算有什么宝贝，也不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呀。这次院主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居然让内门学员参与此事，这可要了命了。嗨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跟着那些实力强大的核心弟子在一起行动，相信就算有危险，也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快看战阳、无痕、慕容西花、唐傲他们也来了。哎，勇武五节大聚会居然没有军破天啊！偿还血洗君家这件事轰轰烈烈，名扬天下，看来勇武五节要换人喽。哼，没想到今日我们寒门弟子也有领袖人物了。现在灵机境九重天的我，完全可以晋升成内门学员，顺便领取一下学院的福利。学员常欢见过长老。奶奶的，堂堂灵机境九重天武者，60强大，可以洞悉方圆100米之事，怎么可能有人来了都不知道？这要是有敌人偷袭，岂不是一招毙命？这个老家伙肯定是在故意刁难我。是谁？竟敢在内门院撒野放肆？难道想造反不成？常欢，你是常欢？哼，我是来晋升内门学员的。学员都有什么福利？内门学员令牌1块，自行挑选灵器1件，极品战技1部，左边是灵气库，右边是战技阁，你可以亲自挑选喜欢的灵气和战技。绝品战技惊艳1刀，因为残缺不全，极少有人修炼。我修炼过太古神通、日月轮回秘法，任何战技只要看上一眼就可以模拟出来，在别人眼里是垃圾，到了我的手里却是正合心意。以后给老子老实点儿，如果再敢狗眼看人低，小心你的狗头！常欢，竟然是常欢！这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吧！得罪了君家，居然还敢来学院？难道不怕君破天知道，找他报仇雪恨吗？嚣张跋扈，是天下英雄如无物。常欢不愧是寒门弟子中的领袖人物啊！果然傲骨铮铮，霸气非凡呐！上次没有找到常欢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。几日不见，常欢的修为竟然突飞猛进，一旦他成为了敌人，必须将之彻底铲除。短短几天不见，想不到常欢竟然变得如此恐怖。记得当初我们约战之时，常欢曾说过，踏入灵机境9重天，就是我们一决生死之时。慕容也在啊，几天不见，你好吗？常欢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，修为突飞猛进，一日千里，已经踏入了灵机境9重天。以他变态的战斗力，在场高手虽多，却未必有人能够奈何得了他。哼，这小妞一定恨死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你也不能把我怎样，迟早让你心甘情愿拜倒在老子的傲骨雄风之下。常欢，还记得我们的约战吗？常欢和陶傲之间还有约战，这2位高手可以说是落日城青年一代最强大的存在，一旦交手，必将是山崩地裂，鬼哭神惊呐！常欢名声鹊起，威震落日城，已经隐隐对我们形成了威胁。而陶傲身为勇武5杰之一，如果能够当众击败常欢，无形之中就会把我们的名声再度提高。勇武5杰永远是不可战胜的神话。常欢和陶傲居然有过约战。常欢虽然强大，毕竟没有凝结灵丹，而陶傲威名赫赫，如日中天，剑术出神入化，无坚不摧，就连君破天率众围杀都能全身而退。和这样的人决战，常欢明显处于劣势。怎么样？今天我们可以决战吗？当然，我说过的话
从来不会更改。哦，果然是条汉子。唐昊手中的是鹿神剑。鹿神剑啊，是炼器大师司徒雷炼制。司徒雷每年只炼制1件绝品灵器，直至今日啊，也就几十件，其中大部分都被永武学院院主收藏，剩下几件则落到了4大家族家主手中。看来呀，唐傲这把剑是院主给他的啦。这柄剑自从跟了我，斩杀过13个灵丹境1重天武者，5个2重天高手，1个3重天强者，包引精血，已达通灵之剑，你可要小心了。鱼鳞紫金刀，刚刚晋升内门学院的福利。哼，灵气再好，终究是外力，能爆发出多大的威力，还要看个人的修为。动手吧！好厉害！这个长欢简直是个妖孽！你灵机境9重天修为硬抗唐傲，居然不落下风。这样的人活着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威胁。以前是我小看长欢了，此人天赋异禀，精彩绝艳，比我犹有过之，岂能留他活在世上？难道长欢的战斗力真的强大到可以抗衡唐傲了吗？如果他真的拥有如此巨大潜力，或许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百剑争鸣，好恐怖的百剑争鸣！虚空洪流，鱼鳞紫金刀，去！我的天哪，长欢和唐傲的实力也太恐怖了，光是战斗余波都可以灭了灵丹境高手。刚才要不是无痕挡住了余波，只怕我们这些人早就灰飞烟灭，不复存在了。几日不见，没想到你进步如此快，不愧是我唐傲的对手。不过，我接下来这招千剑葬神，乃是最近才领悟出来的，神威浩瀚，势若神法。别说是你，就算灵丹境4重天高手，应劫之下不死也得重伤。你能败在这招剑术之下，也足以自傲了。那我已经跃跃欲试了，高手过招，胜败无悔。千剑葬神！这一招千剑葬神威猛霸道，凌厉无匹，比百剑争鸣足足强大了上百倍，似乎已经超越了绝品战技的威力，无限接近神通了。好霸道的剑术！这难道是神通的威力吗？唐傲果然强悍，这一招千剑葬神，威能盖世，所向无敌。不知道他是怎么领悟出来的？这才是寒门弟子中的领袖人物，真正的绝世奇才。哼，千剑葬神虽然厉害，但想要取我性命，也没有这么容易。这怎么可能？曹傲施展出超越绝品战技的剑术，竟然奈何不了长欢。永无5阶不可战胜的神话，真的要终结在长欢手里吗？长欢的战斗力竟然会厉害到这种地步，没想到练成初级肉身，再加上与慕容惜花的那次事件，阴差阳错竟让我实力大增。接下来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吧！经验一刀！这威力！好个长欢，果然是妖孽中的妖孽。想不到我唐傲纵横天下，剑术通神，最后竟然败在你的手里。长欢经验一刀的威力已经达到了绝品战界的巅峰极限，除非我能够领悟出万剑归宗，真正施展出神通，才有可能反败为胜，逃出升天。可是领悟千剑葬神都那么的艰难，现在正是千钧一发，死神降临，哪有时间精心参悟万剑归宗？烈焰谷，唐傲逆一己之身，诛灭君家诸多高手，顶天立地。
被军破天率人围攻，全身而退。唐傲位列勇武5杰，一向笑傲群雄，难道还没有拼尽全力就绝望放弃？传闻之中，你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，如何了不起？现在在我看来，不过如此。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，外物为末，自身为本。长欢，让我们一招定胜负吧！万剑归宗，万剑归宗，出剑归宿，万剑归真，九九归一。这是什么样的战斗力啊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大家快点跑啊！怎么样，还来吗？我输了，心服口服，我欠你一条命。所以，你要跟随我，加以报答？我唐傲绝不会臣服任何人之下，纵然是你，下一次，我定会战胜你，让你的刀败在我的剑下。下一次崩碎开来的，定是你手中之剑。长欢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！你血洗我军家，我让你血债血偿！找长欢决斗，先过我这关。唐傲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长欢刚和我决斗完毕，唐某可不会坐看某人趁人之危。哼！哎，对付这种家伙，就算刚刚跟你动过手，也不在话下，不需要你帮忙。你现在消耗过甚，若是万一败下阵来，岂不是说我还不如这军破天？我还丢不起这个脸。躲在手下败将身后，丢脸二字，应该是我来说才对吧？军破天竟然会这个时候来，不过更加没有想到，长欢和唐傲这两人竟然会并肩而立。的确，看如今情形，前者一旦出手，两人估计会联手对敌。一刀一剑，惺惺相惜，一个是天才剑神，另一个是超级黑马，自然谁也不服谁，更不会站在对方身后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两人虽然损耗不少，身上带伤，纵然军破天状态圆满，估计……可恶！人齐了，快看，是学院院长！哇，果然是院长！鹤发童颜，婀娜多姿，令人痴迷啊！拜见院长。没有想到堂堂院长竟然是个美女，我倒以为是60、70岁的老头呢。大家肯定关心，这次到底有什么事让大家聚集于此？可能有人也略微知道了。召集的缘由，正是黑暗秘境异变。学院里决定让你们3日后前去历练。竟然是真的！我们只是内门弟子，竟有机会去黑暗秘境历练。那黑暗秘境金光冲天，祥瑞笼罩，定然是有异宝出世。说不定此次前去，我们还能得到一场不小的造化呢。造化？我们跟在核心弟子的身后，能喝点汤水就够了。如果逞能，只怕小命都要丢掉。黑暗秘境吗？听说里面虽然有很多珍奇异宝，但是妖兽横行，危险重重。这一次历练对于你们所有人都非常难得，是一个宝贵机会，一切收获全凭借自己努力。当然，如果你们在收获之中有什么用不着的，可以上交学院兑换成贡献点。太好了，黑暗秘境的妖兽内丹兑换贡献点。贡献点在勇武学院中可谓是百宝通啊！想要兑换到满意的战绩，必须有足够的贡献点。这次勇武学院竟然舍得如此大出血，而且真有异宝出世，为什么院长蓝天不亲自前往四海，反而让学员历练，把这种机会让给他们？你们两人很不错，是勇武学院的骄傲。这是百环丹，这丹药可谓是疗伤圣药，
院长竟然出手如此大方。才半盏茶的时间，我损耗和伤势竟然已经完全恢复，这药的恢复之速度堪称恐怖，甚至连我的修为都更有精进了，瓶颈开始有些松动。真不愧是疗伤圣药，果然效果非凡。多谢院长赐药。你们俩伤势恢复就好，这套秘境历练，你们可要好好把握住机会啊！该死的，原本我还打算等到云雾学院外再对他们动手，可是现在两人伤势痊愈，状态也恢复到最巅峰，这次机会是错过了。院长应该是早就在暗中观察，在君破天出现时才现身，是想要保住我们二人吧？而且唐傲是他收养教导长大，我伤了唐傲，他却反而没有丝毫怪罪，还给我丹药恢复伤势。南天院长的这份恩情，有机会我一定报答。既然如此，那大家3日之后便出发黑暗秘境，开始这次黑暗秘境历练。黑暗秘境，黑暗秘境，黑暗秘境。这就是黑暗秘境吗？没想到黑暗秘境的入口竟然在这种极寒的深山中，不知里面有什么好宝贝，我这次一定要满载而归。唉，听说里面恶兽遍布，危机重重，我只能求先保住一命。黑暗秘境即将开启，想必大家已经期待很久。黑暗秘境里面危险与机遇并存，是吉是凶，全凭个人造化。开！里面的秘宝先到先得。哼，要得到秘宝，当然要靠实力说话。竟然这么快就要关闭了！难怪有说法，黑暗秘境相比于兽王山脉，才是九死一生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才是历练自身、提升修为的好去处。这个光芒是异宝，异宝降世后，空气里的灵气都比之前要浓郁100倍。永无五劫和其他核心弟子估计已经赶向金光祥瑞之处。也好，让他们先行去探探路。那是陈欢，好恐怖的速度！哦，同样是灵机境，我们在黑暗秘境里还要分心控制灵气，根本不敢爆发太快速度。不仅如此，还更要提防黑暗秘境里的灵兽。这个长欢果然变态。秘宝应该就在那个岛上，这个岛屿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，看来我要加速了。不好，闪！虎鹰鲨，据说这是让人最为头疼的一种水下灵兽，叫声如鹰，还般尖锐，容易让修为弱小的武者心神失守。并且这虎鹰鲨身体滑溜无比，让攻势大打折扣，经常陡然跃出，将武者撞入水中，再用那钢牙撕碎，成为其腹中美食。我说死鱼，你可选择错猎物了。惊艳一刀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这是……刚才那状态，仅仅是挥刀诛杀一只灵兽，心神就被狂暴的杀意充满，狂傲无比。我能从邪灵魔刀影响之中脱离出来，显然就是因为这枚石珠。刚刚石珠掉落，散发着微弱的黄光，怎么现在看着石珠和普通的石头没啥区别？不管了，还是先去岛屿上。没想到这个岛屿面积这么大，几乎能和整个落日城相比。真是倒霉啊！这个金色光幕如此古怪，竟然只允许灵丹境3重以下的武者通过。可不是吗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小辈进去，
就算得到岛上的宝物，这些家伙也要有命去享受啊。他这话语中的意思，明显是打算等岛屿中的武者出来后杀人越货。哼哼，等我拿到宝物，没命的是谁还说不定呢。我得快点进去，别让其他人得了先机。偿还，拿命来！君家人，遮天手，竟是灵丹境强者，想要取我性命，就进来再说吧。偿还，你给我等着！难怪南天院长和那些长老们不来，原来是根本进不来岛屿。不好，那个臭小子进去了！该死！听主子说，长欢也到这秘境当中了。为了君家，不惜一切找到长欢，把他除掉。长欢害了君家那么多人，我定将他碎尸万段。好，我们分头去找，发现长欢后立马发送信号。是。长欢果然在这里。什么人，竟然敢偷袭我！告诉你这个将死之人也无妨，君家的人。这信号，看来是找到长欢了。哼，猎物和猎人的身份，君家人似乎是搞错了呀。既然搞错了，那么就应该有丢性命的觉悟了。作为找到我的奖品，尝尝这招虚空洪流。区区灵机境，大言不惭！什么？这爆发力！不愧是君家武者，吃一招虚空洪流竟然没死，那就再送你一程。如果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，就算出其不意，倒也不会一招败下来。住手！来得正好，我送你去陪他。已经对我妹妹下死毒手，我要让你给她陪葬。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，我怎么不能够笑纳？我很好奇，在你被自己家族绝学打倒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感受？自家绝学，兽王山脉的事情是你干的。聪明，要怪就怪你们君家当初不该招惹我。遮天手！君三少，你可真是害惨了君家。哼，当你们为非作歹之时，难道就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？又是一枚储物剑。看来我倒还得好好谢谢君家如此卖力对付我，不断让我历练，增强修为，还给我送战绩、送灵晶，用心良苦啊！趁现在恢复下损耗，待会儿还不知道有多少苦战。这个声音好像……来人呐！救命！慕容西花，别做无用的挣扎了。你应该明白，以你的能力，根本不可能从我们手下逃走。没想到你们竟然是这样的关系。别怪我们无情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听到了不该听的。战家和吴家到底有什么密谋？我的母亲乃是杨哥父亲的妹妹，知道这个事情的人也不过无指之数。战家和吴家同为落日城4大家族之一，两家如果联手，在城中几乎没有能够与我们对抗的势力。好了，跟这个女人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抓紧解决她，然后再去夺宝就好。慕容西花，得到了答案，你也可以安心去了吧。
偿还，你欠我的债，看来下辈子再找你偿还了。偿还？你和他难道已经……真是可惜呀，偿还早就被我慕容惜花先一步拉拢，就算你们两家再强，也没有机会。不得不说，你能拉拢他，的确让我们两家的筹划落了空。但是既然得不到了，那我们也不介意直接毁掉，送他下去陪你。哦，是吗？毁掉我？你们还真是充满自信呢。偿还！我的女人你们也敢动？真是当了800年的老王八去上吊，活得不耐烦了。你要是现在另择明主，我们还能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别不识抬举，让自己后悔。后悔？哼，我倒要见识下你们如何让我后悔。偿还，他们两人不用担心，这2个人还不被我放在眼里，你且退远些，不要被波及到。偿还？那你多加小心。一起上吧，我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，一个个解决你们。既然你自己要找死，就怨不得我们了。火龙枪！哼，这一枪倒是挺勇猛，不过给我破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偿还仅仅是挥刀斩出这一击，就将我的火龙枪一招破开。哼，不愧是5劫之一，没有一个是擅长。战阳施展火龙枪后，竟没有办法拿下偿还，反而有被偿还压制的趋势。天花逆乱！小心，那是吴家百花手法打出的百花暗器，上面有剧毒。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们2兄弟联手，纵然是唐傲，也不敢说十足把握。你以为赢了唐傲，真就天下无敌了？是吗？那尝尝这个。遮天手，你怎么会君家绝学？啊，原来当初兽王山脉中用遮天手对其他人出手的君家人，其实是你假扮。好一招驱虎吞狼的计策！如果事情真相败露，你将成为整个落日城公敌。难道你们天真的以为今天能够活着离开不成？偿还，你太猖狂了！虽然不得不承认你的实力确实很强，但我们2兄弟想要走，你以为你能留得住？你们2人还真是愚不可及，难不成你们忘了我当时对战唐傲用的刀为什么会崩碎？可能是这灵气本身质量普通，或者是个半成品，遭受到剧烈碰撞后就会彻底报废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灵气本身完好，但没有办法承受攻击强度，最后崩碎。难道？猜对了，当初那一刀也不过发挥出不到50%的实力。跑，分开跑，快！什么？难道你们以为分开跑我就会因为犹豫放跑你们？天真！惊艳一刀！吴寒，别急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不好，偿还！偿还，你怎么了？不要过来！偿还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笨蛋，叫你走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只是可惜了。可惜？是啊，力量太强，
将他们储物戒也轰碎。以这两人的身份，他们储物戒当中会有多少好东西啊？就这么给毁掉了。早知道他们这么弱，就应该手下留情。我的灵晶，我的丹药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灵晶丹药？刚刚可吓死我了，还以为……怕我走火入魔是吗？慕容小姐这是在担心我。呵呵呵。谁担心你啊？这小妞真是嘴硬心软。说起来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战阳和无痕对你起了歹心？还不是被我偷听到了他们之前的秘密。战阳是无痕的表哥。竟然还有这样的关系，那战家和吴家岂不是……是呀，如果战家和吴家早就暗地里联合，还有这般联姻作为结盟的保障，那么整个落日城是真要变天了。话说回来，你身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岛屿之上似乎并没有什么灵兽。那是因为在这岛屿当中有一个秘境山洞，我是被其中守护傀儡所伤。秘境山洞，那是一个什么去处？在这个岛屿正中央有一座高山，怪异无比，远远的看去就像人的手立在那里。像手一样的山，那还当真是怪异。而在那山体下方则是有一个巨大山洞，这柔和的金光便是从那山洞洞口冒出。在那山洞内被金光照亮，没有半分昏暗，但是当我们逐渐深入，却遭遇到一些木傀儡的狂猛攻击。木傀儡？你是说你被一些木傀儡给打伤？怎么可能？木傀儡连灵气境3重天的武者都打不过，实力强度也不过相当于灵气境2重天，威力并不是很强大。这种木傀儡一般是给那刚刚凝聚灵气之人练手，或者干一些搬运采矿的苦力活。长欢，你是没有试过那些木傀儡有多么厉害。木傀儡本身由金色木头制造，坚硬无比，碰撞之声犹如金属。这些木傀儡想要伤到他们，本身就无比艰难。唐傲用万剑归宗对灵丹境2重天的木傀儡施展，也才轰碎了半边身子，且还能行动。这些木傀儡修为各自不一，就算实力最弱的也有灵机境8重天，就连唐傲这等顶尖高手也被打得口吐鲜血，不得已退下。什么？你说唐傲也打不过？是的，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跟他们战斗。怎么样，现在你明白我为何会被木傀儡所伤了吧？看来这里的异宝不是那么好拿的。不过这颗石头也是散发着柔和的金光，两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？长欢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现在你状态不佳，不适合前往那金光之处，你先将丹药服下，等恢复不少后再做打算。谢谢。不用，以后不准对我说谢谢这2字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不管那金光洞中何等凶险，好歹我也要去试试才好，不然岂不白来一趟？好。终于感觉到这个气息了。就是这里了。长欢，你终于来了，不要贸然进洞，其中有奇异的守护傀儡，非常危险。我已经知道，多谢相告。路上慕容惜花已经和我说了。慕容惜花？你俩怎的？战阳无痕想伤他性命，被我撞见，他俩已经被我解决了。什么？他们竟然要取慕容惜花的性命？是的，因为慕容惜花听到了他们的秘密。是什么秘密能让他们直接想除掉慕容惜花？战阳与无痕兄弟相称，他们2家是早已联姻了，正在私下积攒势力。这样来看，他们果真是对着学院和师尊来的。啊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不想终身只能止步于灵丹境，
必须修炼神通。各大家族把自己家的直系子弟送到永武学院，也是为了院长继承人这个位置。一旦继承，就能修炼金刚不灭之身。而我的万剑归宗神通，乃是师尊传授于我。显然，落日城的院长拥有2种通天彻地的绝世神通。你说别人哪会没有贪念？看来战家和武家私下联手，早就有这打算了。不过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，那些家伙如果真敢动手，定会后悔。他们以为师尊相貌年轻，是因为修为高深，然后驻颜所致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师尊不过30岁年纪罢了。年仅30岁，拥有2种绝世神通，南天院长来历绝不简单。怎么没看到君破天？他在山洞中受了伤，似乎是怕你一旦过来和我联手将他除掉，已经出去了。纵然他身边有10余名灵丹境高手，也怕挡不住你我联手。哼，你会跟我联手吗？当然不会。此事过后，回到落日城，我俩再战一场。哼，你这个家伙，你真是战斗狂啊！这洞中情形到底如何还没弄明白，你就想着回去跟我打？山洞之中开始我深入过一次，虽然受了点伤，却发现山洞之中有更大的隐秘。什么隐秘？不仅仅只是通道中有那些狂凶的傀儡，山洞里面还有很多。据我统计，起码有上千之数。山洞里面居然有上千个傀儡，那要想拿到山洞里的异宝，岂不是痴心妄想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进入洞中后，便会遭遇这种金木傀儡的阻击，不过傀儡都是零零散散，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阵仗。粗略看过去，这些傀儡数量约莫不过100有余，但这金木傀儡却是能够以一敌百，甚至还能彼此配合。有这么厉害？没错，正如慕容西花所言，这些金木傀儡我也不得不佩服。强横程度，纵然我们数千人同时冲击，也最多只能让10余个傀儡报废。那既然能够不断消耗傀儡数量，何不如就这样慢慢将傀儡消耗掉不就好了？这想法是行得通的，但在落日城记载之中，黑暗秘境虽然也有岛屿，但这个岛屿却是从来没有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。不过现在可以确定，是海底。正午时从外面进入岛屿的人已经发现了这点，约莫3日之后，岛屿将会彻底沉入海底，所以必须在3日之内彻底消灭山洞中的傀儡。3日之后彻底沉入海底？这样根本来不及杀那么多傀儡。看来所谓的异宝，我们是有缘无分了。正是这个情况，因此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放弃，离开岛屿，尤其是我们永武学院的学员。既然异宝无望，他们觉得不如去海里猎杀灵兽，然后好兑换更多的贡献点。3日时间，那变态傀儡还有上千数量的后备军，如何冲击消耗估计也没办法。那你不走？这傀儡虽然强大，对我来说可是难得的练剑靶子，我怎么可能早早离去？哼，不愧是剑痴。不过正如你所说，虽然得不到异宝，但这金木傀儡还真是锤炼自身、厮杀历练的好对手。你伤势重不重？恢复要多久？给我半炷香，我便能恢复完全。要一起进去？哼，当然。你不是想和我打吗？这里虽然不可以，但是不妨彼此比比看，看谁毁掉的傀儡更多，怎么样？哈哈哈，好主意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击杀战阳和无痕时，使用魔刀魔性爆发后，那10株突然散发的黄光克制了魔刀魔性，使我回归正常。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好了，自然。现在就进去吗？慕容西花，你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就先不要进去。到时候我们出来后，你也能够帮我们护法。好，那我在这里等你们出来。到时候君破天如果回来，你就朝着洞中呼喊，到时我们就会最快冲出来。
你注意安全。我怎么一个傀儡也没看到？别急，你马上就明白了。这是……他们要过来了，小心一点。放心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之前使用邪灵魔刀，心中会被恶意笼罩，混乱疯狂。然而这次，神智却无比清醒，没有被魔性所侵蚀。这个洞中的金光，跟那石珠发出的金光极其相似。难道这种金光有压制魔性之效？那岂不是说明我身在山洞中，便不会被魔性侵蚀？来得正好，让你尝尝我邪灵魔刀的厉害！好坚硬的傀儡，看来是我轻视了。这些傀儡到底是什么材料造的？竟然这般坚硬！不知道，这种金木非常稀易，坚固无比，但拿在手中却极其轻盈。千剑葬神，管他什么材质的，来吧！遮天手，进来帮我。刚刚是谁在用传音和我说话，让我继续帮他？糟糕，一不小心失神，让这个傀儡攻破上来了。不愧是灵丹境傀儡，仅仅是一击，威力就这般恐怖。长环，怎么回事？你没事吧？没问题，一时大意。惊艳一刀！长环，你好，怎么样？我这个惊艳一刀还算可以吧？你这惊艳一刀属实厉害，一刀下去，竟能将这傀儡斩成数段。进来帮我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总用传音和我对话？让我怎么帮你？好歹你也要说明白啊！怎么停下来了？不继续了？你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没有啊。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没什么，想到了一些事情。我们继续。没事就好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放心吧。放马过来吧！拿着石子灌注灵气进来。那人所说的石子，难道是我怀中能消除魔性的石珠？这个椭圆石珠，我曾经也尝试灌注过灵力，但并没有什么特别情形。管他呢，反正试试也少不了3两肉。这王八蛋，你坑我呀！长环，你这个家伙到底在搞什么？居然把所有的傀儡都给唤醒了！对付这些傀儡，只要不接近他们3丈范围内，就不会有任何动作。你竟然可以一下子全部惊动！我怎么知道？你以为老子想吗？快走吧，先出山洞。糟糕，他们攻过来了！长环，你怎么样？放心吧，这些傀儡不知道为什么不会攻击我。你先退出去，告诉西花我没事，在外面等着我。好，那你多加小心。万剑归宗。唐傲出来了，看样子异常狼狈啊。哎，那个长欢怎么没有一起出来啊？会不会是他们在洞中遭遇了什么意外？哎，没有想到啊，好不容易出来一个黑马天才，竟然就这么身陨了。长欢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了？他是不是？难道你？我唐傲用自己的人格担保，长欢他没事。他让我告诉你不要担心，等他出来再说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长欢，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！
洞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建筑，看来就是这里了。声音是从这扇门后面传出来的，没有门锁，只能打破这扇门了。一直呼唤我的人，就是你吗？你终于来了。你是谁？你不应该在这里。哦，你小子为何这么说呀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你身上的气息让我有感而发吧。在我看来，你应该走出这个山洞，摆脱这些锁链。你应该在外面，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，不要受任何的束缚，那才是你。你这个小子真是有趣，很合我胃口啊。小子，你为什么要坐我旁边，而不是坐我面前或者站我面前啊？那岂不是让你跪我？虽然你身为灵兽，却能够口吐人言，若是这么做，就是对你的侮辱。好小子，记住啊，我的名字是石惊天。看来今日我不仅要脱困而出，说不定还会得到一个好兄弟。如来小儿，你只怕万万想不到吧？还有啊，小子，我可不是什么灵兽啊，那些只不过是只有兽性只循本能的家伙，我可是妖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干嘛这么凶？你刚才说如来，那是谁？如来？那是一个佛，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一个小人，用计骗我，将我困在这里，毁我修为。佛？那又是什么？你小子竟然连佛都不知道，哼！还说佛光照耀，遍布普天大地，这岂不是就有一个不知佛之人？如来啊，如来！不知道佛很奇怪吗？这个家伙怎么笑成这样？难不成他是被我刺激到了？小子，佛便是另一种修炼者，他们有好有坏。好佛修救死扶伤，邪佛则用佛的教义骗人，将人度化，做他们的傀儡。看看这个金光，这种气息就是佛修。以后要是碰到他们用言语来说你，用这金光来度你，小子一定要秉承本心，不要给控制了心神。这心度之法很邪门。不过这事倒也不用担心，等我们两人将舍利子的佛性都吃掉，到时任那些秃驴如何邪门，也是拿咱们没有办法。佛，另一种修炼的体系。除了佛，还有什么别的修炼之道吗？修炼之道总共分4种大道，有仙、魔、佛、妖道，当然还有不少小道，数不尽说不清，今后你自然会见识。原来如此，修炼意图竟然还有如此多的划分。对了，你说是被那个什么佛祖欺骗，才会被困在这个地方，当初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这小子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难道我又说错话了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救你出去？你可知道你手中石珠是什么来头？你又可知道这金色佛像和洞中金光又是什么？跟你口中的佛有关？对，你手中石珠叫舍利子，乃是强大的佛死去之后一身精华所化。但你这舍利子并不完全，其中佛性尽数转移了出来，化作这金色佛光来镇压我，削弱我的修为。到现在，我的修为已经被削弱到灵机9重天。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帮你逃出来？是用这个舍利子将佛性重新吸回来吗？正是如此，你只要用石珠将这个山洞内佛性尽数吸回，让这舍利子恢复完全，然后你我2人将这个舍利子中的佛性一分为2，吸它个干净，那可是妙用无穷啊！嘿嘿嘿，吸收佛性后不会被那些秃驴度化，
不被心魔缠身，不会走火入魔，更能让你好好利用手中魔刀。好好利用我手中的魔刀吗？魔刀的威力虽然无比强横，但其中的魔性却让我一筹莫展。而此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如何不让我心动？好的，我帮你。你就不怕我脱困之后将你灭口，独吞这舍利子的佛性？你开始不是说今日会多我这么一个兄弟吗？我相信你，也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好小子，既然你已决定，那就按照我说的做。运转功法，以修炼状态吸纳天地灵气的方法运转。日月轮回秘法。如来啊如来，你以为将舍利子佛性和载体分开，就不可能有合二为一的一天吗？这一赌你是输了。山洞开始坍塌，怎么回事？金光怎么开始减弱了？长欢还在里面呢。只要我石今天秉承天地而生之气运没有消散，那么终有这一天，我定能脱困。小子，多谢了。我成功了。奇怪，为什么金光没有完全散去？那是因为在这个岛上有着佛阵，这些佛光并不是从这舍利子中分离出来，当然不会吸走。小子，我石今天认你这么一个兄弟了。不过把这个舍利子给我，佛性先让我吸收一半。好吧。这又是为何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揍你。石大哥，你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小子，你不是魔道修炼之人，没有魔功掌控魔性，久而久之，你就会变成你手中魔刀魔性操控的傀儡。如果你现在强制性吸收舍利子中的佛性，只会加快你被魔性掌控。那有什么去除魔性的办法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就是我用舒筋活络拳一点点把你体内的魔气打出来。石大哥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稍痛快点的，不要那么折磨人的。小子，喊大哥也没用，你修为太弱，你这个魔刀魔性太强。虽然你拿到这个魔刀时间不长，但是魔性几乎是深入骨髓。如果不这样，可是没有办法根除魔性。怎么？难道你怕了？我长欢可不怕吃苦头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石大哥，就用这个方法。好小子，待我吸收一半佛性，剩下一半，在我去除你体内魔气后，你就可以吸收舍利子中剩下一半的佛性了。不过暂时的生不如死是逃不了的。小子，准备好了没有？石大哥，来吧。小子，你石大哥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此拳乃是我当初从一个老伙计那里学来，名字虽然俗气，效果却是惊人。小子，沉住了！魔气真的被打出来了。没错，这就是你小子身体里的魔气。接下来我要把你体内剩余魔气都打出来。搞定了，小子，你体内的魔气全部都被我打出来了。起来吧，这种程度你可是死不了。石大哥，你拳头怎么会如此之硬？我有着初级肉身，竟然还会感觉到如此剧烈的疼痛。你石大哥我天地所生，乃是天地神识之中蹦出，天生肉身强横。就算现在实力大减，肉身修为被毁，也不是你一个小小初级肉身能够相提并论。话说回来，你这个老弟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叫长欢，是落日城永武学院弟子。常老弟，你现在可以吸收舍利子中剩下的佛性了。好，我这就开始炼化舍利子中的佛性。
还请石大哥帮我护阵。小子，你这一掌着实不错。石大哥，你能够在这个境界发挥出这样的战力，看我过去经历也不过双掌之数。现在感觉如何？现在看来你身上魔性已经全无，并且有着佛性护持，心境清明。今后你的魔刀可以肆意使用了，不用担心走火入魔，也不用担心修炼速度太快，心境跟不上，被心魔有机可乘。我现在的肉身强度，竟然已经到了初级肉身巅峰力量，比过去强横整整1倍。哼，佛，真是神奇的修炼系统。对了，常老弟，不知道你距离凝聚灵丹还有多久？我距离凝聚灵丹应该很快，可凝聚灵丹时可能会有雷劫，在这之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可不能随便凝聚灵丹。有你石大哥在，怕什么？到时候咱俩一起渡雷劫，让雷劫相加，威力更甚。到那时候，你石大哥再教你一个炼体法门，利用雷劫淬炼肉身，只用1次便能帮你晋升终极肉身巅峰。不过此时我们现在还是快出去，你石大哥我可是被关了整整5000年，闷都闷死了。什么？整整5000年？我的个乖乖，我没听错吧？对了，石大哥，山洞里的傀儡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坚硬，几乎无法摧毁？而且开始还是金色，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这个模样？现在可没那么坚硬了，这个叫做金刚傀儡，乃是利用金刚木炼制。金刚木？那是什么木头？竟然这般坚硬？金刚木是那帮秃驴独有的一种材料，在他们修炼之处种植一种铁木，这种铁木可吸收他们平日修炼时溢散出的佛性。当这铁木吸收佛性，将其本身彻底变成金色后，就是金刚木。同样，这佛性也成为了金刚木的缺陷。如果这些金刚木失去了佛性，就会变得不堪一击。所以，这些金刚傀儡现在修为也不过这么一点。如果是当初最巅峰的力量，那我还真是逃过一劫。石大哥，不知道……不好，我好像触碰到了什么法阵。遮天手！没想到有了佛性的遮天手，竟然如此厉害！长欢老弟，这头灵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你怎么如此开心啊？石大哥，这灵兽倒没有什么稀奇之处，是我这绝品战技遮天手，在佛性的加持下，一招就将这灵兽化为灰烬。啥？你说那一掌是绝品战技？是啊，石大哥，是不是有惊到你？长欢老弟啊，你那一掌充其量就是下品巅峰战技，怎么还和你石大哥开起玩笑来了？什么？这接近神通的遮天手，竟然是下品巅峰战技？难道5000年过去，外面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？下品巅峰战技变成绝品战技？长欢老弟，我跟你仔细说说吧。战技等阶分下品、中品、上品以及绝品战技。而在灵道境这大境界之中，从灵丹境突破到灵劫境，便需要学会中品战技；灵域境突破到灵游境，则是需要学会上品战技；最后要突破到不灭灵身，则是需要学会绝品战技。原来落日城众人一直以为金刚不灭身和万剑归宗是神通，其实仅仅是中品战技而已。真正的神通又是什么样子呢？难道日月轮回秘法和洪荒圣血诀其实也只是战技不成？绝品战技？石大哥，那你能说下神通是什么样子吗？神通和战技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战技既是招式，也是修炼功法，而神通并不是。这样神通会随着你个人成长不断的增强。神通一共分4大等级，有末等神通、下等神通、上等神通和无上神通。
神通还有上等下等之分？难道你们的神通不是按照这个方式划分？在我们这儿，就是战技神通和上古神通这3个等级划分。有趣有趣啊，历史断层，难怪你连妖族佛修都不知道。3000年前发生了什么呀？可惜我一直关在这个鬼地方没有出去过。既然如此，长欢老弟啊，为了报答你救我之恩，出去我传你一个上等神通72地煞之变。长欢在此，多谢石大哥了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你身上倒是有2道神通气息，其中一个似乎是末等战法神通，而另一个成长性的修炼神通看不出什么等级。石大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怎么，你自己还不知道？神通除了等阶之外，总共分为2大类别，一种呢就是类似招式一样对敌所用的战法神通，而另一种便是修炼所用的修炼神通。这相比战技战法的修炼一体，彼此间最大的区别。至于你身上的战法神通乃是末等，没什么好说。不过修炼功法既然是罕见的成长神通，会随着你的修为增加而增长，呵呵，有意思。我的日月轮回秘法竟然真是神通，而且还是罕见的成长型修炼神通。我这日月轮回神通指不定是中等上等，甚至是无上神通呢，那真是逆天了。石大哥，其实这个经验遗刀是我从学院中得到的，而且是残本。残本？如此看来，完整的经验一刀估计不仅仅是末等战法神通，很有可能是一个下等甚至更高的战法神通。看来以后我还得想办法将这个经验遗刀残缺部分找到。你石大哥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了，我们出去吧。长欢，你终于出来了。在洞里有没有受伤？啊，你旁边这位是？西花放心吧，我这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？啊，旁边这位是石大哥，是我在洞中遇到的。你们好呀。石大哥你好，我叫慕容西花。我叫唐傲。既然你们出来了，我们就快点离开这里吧。果然还是外面的景色好，空气清新啊，在洞里憋出鸟来了。慕容，你有没有发现长欢有点不一样了？什么不一样了？他的气质没有了过去那股凶力，反而沉稳了不少，眼神也比以往深邃了，有些摄人心魄的感觉。你也有这种感觉？看来这个家伙在山洞之中得到了不少好处啊。不好，糟了！站住！哼，人还挺多嘛，都是为我老师而来。长欢，你在山洞内到底是得到了什么？异宝出世，人人有份，快将你得到的异宝交出来，还可以饶你不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看来贪婪这个东西果然并没有任何变化呀。看这个情形，你们是认为我在石洞中得到了异宝，想要动手了？既然你们想玩，我倒也想试试看，不被魔性侵蚀而使用这刀到底如何？就你们这帮杂鱼，还想以多欺少？你们不用过来，这帮杂鱼我一个人能够对付。我只是不想被你抢风头而已，干站着看你动手，我面子往哪搁？你欠我的还没还清呢，我可不能让你死在别人手里。大家一起上，他们不过4个人，就算再强，也绝对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。竟然敢小瞧我们！杀了长欢，将他身上的宝物抢过来，有才不去枉做人。看样子你们还真的自以为是了，一群宵小之辈，千剑葬神！下手可要注意点，可不要伤到小美人儿。看来你们不仅仅是无耻之徒，更是好色之徒。死亡之舞！死有余辜。啊，这不是说慕容细花都是靠魅惑之术吗？怎么战力也这么强啊？哼，怎么，
现在知道怕了？各位的威风被风刮跑了？如果我将佛性夹杂着灵气灌入魔刀，不知会有怎样的效果。长欢老弟天赋竟然如此高，初掌佛性竟然没有被佛性反噬，竟然反而掌控佛性。本想以后帮长欢老弟一把，原来是我过多担心了。这小子很合我胃口啊！经验一刀！原本以为长欢他们再怎么厉害，毕竟好汉难敌三拳四脚，最后也会败给我们。可是没想到，他们三人竟然如此厉害，尤其那个长欢，不知道学了什么秘术，发动攻击时竟然身体周围散发金光啊！这邪灵魔刀因为佛性变异之后，竟然如此厉害！哼，长欢，快把洞中得到的异宝交出来，不然你兄弟的性命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什么？你竟然敢！你挟持我大哥来威胁我？哼，怕了吗？好家伙，这个方法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哎，这下好了，看来要便宜这个战家的人了。不知道长欢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兄弟。敢对我出手，胆子不小啊！小子，我看好你，你随便，我没意见。老实点儿，还当自己是大爷了。这样如何？我站在这里不动，让你3招。若你能伤到我，我做主让长欢老弟将他的异宝双手送上。哼，对付你1招足矣。正如我大哥所言，你要是能够伤到我大哥，洞中所获我双手奉上。长欢，你疯了！那人手中灵气可是上品，就算是初级肉身也不可能没事。你就放心看着吧，我这个大哥可是不得了啊！哼，我看等下你们还能不能这么狂妄？呀，废话真多，吃我一剑！呀！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竟然说我是怪物，受死吧！一手就把战家强者杀了，快点跑啊！这么厉害的人，不是进不来结界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管那么多了，赶紧跑啊！你们还想跑？都给我留下！时空滞留结界，开！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动不了了？好像被定在了原地。有个小秘密告诉你们，这岛看样子还能坚持2天，2天之后这岛将沉入海中，你们就老老实实在这个岛上待着，待足2天半的时间，能活下来自然好，如果没活下来，算你们倒霉。石大哥，你这个又是什么？一个有趣的玩意儿，对修为远远低于自己的人，效果那是非常不错。这本质属于一种结界，也叫定身神通。神通？哼，你们2个不用太惊讶，我这位大哥可是非常厉害呢。话说回来，山洞之中你有什么发现吗？山洞之中没有什么宝物，只是偶然遇到了我表哥石惊天。那这些人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这群人太可怕了，他们要干什么呀？各位，我大哥说了，再过2天时间，这个岛屿将会沉入水中，而你们需要2天多才会被解开定身，各位的修为不会损耗，还请各位放宽心呐。哼，自取灭我。好，你就这么急着走？难道你还想与我再战一场？你傻呀，他们现在定着不动呢，这好东西白拿谁不拿呀？看来我不如你看得清，眼前的确是一笔巨大的财富，有财不减，岂不是傻子了？不愧是我老弟，果然有我当年的风范啊！173枚储物戒，虽然大多低级，但是胜在数量多呀。
就算将这些空的储物戒卖出去，应该也能卖上不少灵晶吧。我67枚，你这个家伙速度太快了。你已经很好了，我才拿了36枚储物戒。我的好媳妇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要就全拿去。谁是你媳妇儿？不害臊！哼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尽早离去的好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恋爱中的女人果然变化很大，曾经叱咤风云、杀伐果断，而现在彻底变成个小女人。既然我们已经收获满钵，那就离开吧。石大哥，开始那邪灵魔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我一用佛心灌注之后，直接像变了个样了？你这个魔刀应该并不是魔道之物，反而是纯粹的长刀。纯粹的长刀？没错，虽然暂时看不出它的品级如何，不过可以断定，这个长刀应该是那种纯粹之物。你以为它是魔道之物，其实不然。想来是因为它上一任的主人是走的魔道，所以这刀吸收了魔气才会如此。石大哥的意思是，这个长刀会因为主人特性不同，而变化成跟其主人相近似的属性？正是如此。也就是因为你灌注了佛界，因此将这长刀过去的魔性洗去，变成了一个带有佛性的宝物。至于你开始挥刀召唤出的，正是佛力凝物最低等的一个存在——佛怒夜叉。原来我得到的这个邪灵魔刀显然不是凡物。既然不是邪灵魔刀，那就换个名字吧。我修炼的功法名叫日月轮回秘法，不如就叫其轮回刀好了。石大哥，这个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只是虚幻的金光屏障，怎么现在变成这种光墙了呢？是一种佛阵。我和你因为身体有佛性，所以能直接通过，但你同伴和弟媳妇可就没办法过去了。难不成我们要在这里等到2天后金光消散？的确如此，可我不愿意等这2天。石大哥，你准备干什么？看好了，我会砸出一个缺口，到时候你们就顺着这个缺口出去。好伙计，可是好久没有用你了。如来啊如来，你是困不住我的。我们走。大家看，屏障上有个破口，这下我们可以进去夺秘宝了。哈哈哈哈！秘宝，我来了！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他们以为佛阵被破，可以进去夺宝了吧？一群贪得无厌的人。哼，有意思。等岛屿沉入水中底部时，那金光屏障才会消散。这个湖水之中的灵兽也能让那帮小家伙吃点苦头。原本我还以为出来之后，这些比我们高一级的灵丹境武者可能会找我们麻烦，要什么所谓岛上的宝藏，结果没想到他们自己乖乖飞进佛阵之中。他们会不会将佛阵的屏障打出来？而且他们一定会发现那群被定住的人，说不定因此还能救下他们。我们刚刚可是拿走了他们所有人的储物戒指。这个你就放心吧，除了我和大哥，他们是没有办法破得了这个屏障的。山洞之中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异宝，只是吸收了那金光的力量，所以才能打破屏障。金光已经消散，所以其他人没这么好运。我得回学院了，战家和吴家的事情，我需要禀明师尊。哼，记得，到时候可要好好的和我再打上一场。你放心吧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告辞，先走一步。长欢，接下来你准备去哪里？还能去哪儿？回兽王山脉。要不你来我家吧，总要比兽王山脉好得多。而且爷爷也很想要和你见上一面。呵呵，你这脸红什么？我才没有脸红呢，瞎说。石大哥，要不要一起去？老弟啊，虽然我不跟着你，也不知道去哪里好，但住在弟妹家，这个方不方便啊？别打扰你们小两口的幸福生活。啊，没关系，欢迎石大哥，
反正我住的院子还有很多空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和石大哥去接下爷爷和红叶妹妹。好，你们路上多加小心，我先回去准备一下。长欢回来了。这位是？这个是我结拜的大哥。爷爷，你对外只要说其是我的表哥便好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爷爷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这就去慕容家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估计我们得暂时住在那里了。去慕容家住？怎么好端端的那慕容家肯让我们去住？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阴谋倒是不可能有的，因为慕容惜花已经是我的女人了。况且就算他们有阴谋，我也不怕。爷爷，你就放心吧。你竟然将那慕容家的惜花丫头给弄到手了？好你个小子，真是不得了啊！那个小女娃娃，整个落日城多少年轻才俊想要得手，结果都无功而返呐！爷爷，什么叫做得手啊？这个，你还小，以后自然就知道了。这个小姑娘灵魂被重创，然后自我封印了。什么？灵魂自我封印？石大哥，你知道红颜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也不算是什么病，这个女娃娃在灵魂修行方面估计是高手，在灵魂受到了重创之后，将灵魂自行封印了。这是一个缓解伤势的重要手段，如若不然的话，灵魂溃散可是要一命呜呼的。那么她这样封印自己的灵魂，也可以自行慢慢恢复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嘛，这样恢复的速度非常慢，最好能够找到可以给她做灵魂疗养的丹药或者奇物，这样才会有效果。原来如此，那可以前去神医城。那个城池是炼丹医师聚集交流的地方。我也准备等你修为足够后，前去为红颜治病的。既然现在决定了，更好。既然如此，那等我突破到了灵丹境之后，便离开神医城，替红颜寻药治病。看来这便是闻名已久的落日城黑马长欢了。见过慕容家主，多谢家主邀请我和我爷爷、红颜妹妹、石表哥来慕容府邸做客。长欢小友，这是客气了。诸位，快请进。父亲，房间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没有听错吧？他管慕容家主叫父亲，那么说他就是慕容惜花的父亲了？可是这父女俩长得没有一点像的地方啊。这慕容惜花是他亲生女儿吗？看来慕容姐姐的妈妈应该是个大美女。刚刚忘记介绍了，这是我的儿子慕容远，也是惜花的父亲。真是辛苦大叔了。黑暗秘境一行，长欢小友劳累无比啊，老夫也就不多叨唠了。诸位早些休息，一定要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呀！啊，这个老爷爷对我们好好啊。是啊，简直就是好过头了。这奢华的房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他孙子呢。不过这个老头看你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恶意，只有结交的味道，这点倒是没有错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慕容家真的想要搞鬼的话，我也丝毫不惧。父亲的态度似乎有些好得过头了。尽管这个长欢的修为很不错，的确是一个黑马，但是也犯不着这般巴结吧。很奇怪我对长欢的态度。的确，虽然我也认为长欢有结交的价值，但是我们示意一下好意便可，现在倒好像巴结他一样。我们家也不缺这种年轻高手。继续说，
还有便是，此人已经得罪了君家。不仅仅如此，听西花说，他还得罪了战家和吴家。这样说起来，如果我们收留长欢，就是说，我们慕容家要同时对付落日城4大家族的另外3家，这实在是……怪我没跟你说明白，毕竟当时的时间也不够。那么现在，为父就告诉你，为何我决定如此结交长欢。当初长欢仅仅凭借一己之力，在灵机境就将整个君家搅得个天翻地覆。那时我就已经对西花说过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他。然而啊，你的女儿，我的宝贝孙女儿，现在已经是这个小子的女人了。她已经是我们慕容家的女婿，这一点已经无法更改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他出生？还有，这次黑暗秘境后，西花给我带来了一个消息，战阳和无痕那2个小子竟然是表兄弟。你应该知道这代表了什么。这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的。现在落日城风雨飘渺，我慕容家也面临极大的危险。可是，那个石惊天，据说是长欢的表哥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，他竟然使神通，可以将数百人同时定在原地不能动弹。这表明他那个兄弟只需要施展这个神通，整个落日城灵丹境1、2重以下的武者会定在原地，任由他们宰割。听到这些理由之后，你认为你老子这般拉拢有错没有啊？竟然有如此神通，幸亏父亲掌握了这些情报，全凭父亲做主。不过西花这丫头竟然……既然西花本身也喜欢上那个小子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对于这个丫头来说，未尝不是件好事啊！而且，那个小子的外公有点不简单。你说长欢那个外公，怎么看也是个普通人，难道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在他的身躯之中，似乎有着非常恐怖的力量，甚至让我感到了很大的危险。整个落日城中，也只有一个人让我有如此感受。谁？永武学院的院长南天。爷爷，长欢和石大哥在吗？我也不知道这个小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但是他们说会在黑暗秘境里的武者出来之前回来。那个家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姑奶奶，我今天还想见你呢，真是可恶。好了，就这个地方吧。大哥，我们要干什么？你不是已经要晋升到灵丹境吗？老哥我也差不多，而且等2日之后，岛上人从黑暗秘境出来，你我定然会成为他们的公敌，倒不如在此之前赶紧提升修为，突破到灵丹境。一旦突破到了灵丹境的境界，将会使灵气凝聚成丹，对武者而言，这是一个质的提升，那会和下一阶的灵机境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还有一个事情需要跟你说一下。石大哥请讲。关于佛性，其实和魔性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你一样会被佛性掌控成为傀儡，只是因为你的修炼神通略有特殊，现在能够比较灵活地使用佛性，可是时间久了，你也可能会变成佛道傀儡，那个时候距离死翘翘就不远了。什么？既然大哥这样子说，显然有了解决的办法。你反应的速度倒很快啊。办法的确是有，
但是就不知道你会不会愿意这般做了。什么办法？石大哥但说无妨。在凝聚灵丹渡雷劫的时候，我将我的本源精血给你一滴，融入到你的身躯之中，这样你就会有我天地所生体质的特性，将不会担心佛性的侵蚀，甚至改善你的体质，比过去更强。我想没有这么简单吧。的确，一旦这般做了，那么你和我之间就犹如血浓于水的亲兄弟一样，无比默契，更是能够隐约感知到对方的状态和大致的位置。那弊端呢？最大的弊端就是你身为人族，但今后体内会有妖族血脉的气息，意思是你以后会是半人半妖了。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只是看你心中到底介不介意。既然可以和石大哥做血浓于水的好兄弟，真正的兄弟，那有什么不肯的？正是小弟我求之不得的事情。半人半妖又如何？过得爽快才是最主要的。不愧是我石今天的兄弟，果然有胆魄。半人半妖，很合我的胃口啊，小子。在凝聚灵丹境之前，我先将雷霆炼体的法门交给你。这个也不算是战技神通，只能是一个炼体的小技巧而已。对了，大哥，我这里还有不少雷属性的丹药，应该也有不少的帮助吧？天雷丹，不过品阶却是最低等的。这个丹药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？大哥，这个是落日城君家自己炼制的，辅助修炼一种雷破九天的战技。战技？暴点天物啊！的确如此。石大哥，难道这个雷破九天有什么大来头不成？你是有所不知道，有一种属于修炼神通的炼体神通，叫做雷霄炼体。只是你石大哥我得到的是残本，那雷霆炼体的技巧便是从其中拿出。这个雷霄炼体之中有着最重要的一小段，然而连同其中记载天雷丹炼制法门不见了踪迹，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见到。那君家的这个雷破九天，很有可能便是这个雷霄炼体的神通残缺的部分。要知道，雷属性炼体的神通本身就是炼体一道之中最强的，而且这个雷霄炼体还是上等巅峰炼体神通。当初我得到这个可兴奋了好久，没想到竟然是残缺的。尽管如此，现在能够找到也不算太晚，反正君家本身就想要将我置于死地，到时候反杀回去，将那雷破九天弄到手就行。长欢老弟，此话有理，接下来我们突破吧。好的，石大哥。这个小子怎么回事？这吸收的灵气量也太高了，看来我得控制自己的突破进度，跟他同时突破。成了。好，那我要加速突破了。恭喜石大哥晋升灵丹境。长欢老弟同喜啊！没料到突破会需要这么多灵气，之前得到的灵晶竟然差点耗光了。你这个小子，是来炫耀用了那么多的灵晶多么了不得吗？不愧是大哥，果然了解我。劫云开始凝聚了，仅仅是劫云，威压就已经让人这般难受。雷劫要来了，怎么，小子，害怕了？正相反，我可是期待的很。快看，空中有黑色劫云！是哪位高瞻在晋升啊？竟然引来这么厉害的劫云！看样子劫云是在兽王山脉的上口。灵丹雷劫，怎么会这么大？长欢和他表兄1天前离开，两人修为也在灵极境9重天。这动静儿，估计就是2人引出。这，看样子，应该是2人同时渡劫。就算如此，劫云如此厚重，范围如此之广，这雷劫不好应付啊！一旦长欢渡劫成功，足以证明他的潜力无法估量。我们家无论如何也要拉拢过来。扛过这种雷劫的灵丹境会有多强？原来父亲所说果然是真的。
你说的两兄弟，的确不能小看。晋升灵丹境，根据本身强弱，引来的雷劫也分很多种，威力有多少，要看雷霆的蓝、紫、金3种颜色依次对应。他们是最高级别的金色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枪，就只有这个，不会被打击，或者有挫败感？今后跟他比试，定然会更畅快。疯小子！被雷劈还这么开心？大哥，这可是灵丹雷劫最强的金色雷劫，我当然兴奋。好小子，好兄弟，雷劫，来吧！最后一道雷劫要来了，长花老弟，我现在给你一滴我的金血，借助雷劫炼化血。糟糕，精血爆发气血之力的速度太快了，已经远远超过我吸收炼化速度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会被庞大的气血之力撑爆。借助雷劫炼化金血，不然你会爆体而亡。石大哥，我们成功了。长欢兄弟，先别急着庆祝。虽然咱们兄弟二人成功度过雷劫，但体内还残留着数量不少的雷劫雷霆，我们得尽快将雷霆尽数炼化。谁干的？到底是谁干的？老三，情报这块交给你负责的，有什么消息？没什么消息。自从君家老祖出关后吼了那一嗓子，就没了动静。哼，真是奇了，君家老匹夫那火爆脾气，竟然会忍住性子。爷爷，今日便是死海岛屿沉没之日了，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，等岛屿上困住的那些武者回来就糟了。盛老兄，你真的不能出手？如果不是生死存亡间，我无法出手。我带着欢儿，为了躲避轩辕家的追杀，对慕容家这种小族族长都不敢透露全名。若是我轻易出手，恐怕只会惹来更大祸患。慕容家主，在下不请自来，还请勿怪。院长大驾光临，怎么会怪罪？快来上座。在下不过30余岁，跟您可差了辈分，怎么能坐在您边上？晚辈在远兄边坐着就好。什么？30余岁？我已经快50，却还停留在灵丹境4重天，而南天小我10岁，却是落日城公认的第一高手。那不知南天院长这次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其实我这次来，想要和慕容家联手，不知慕容家主意下如何？哦，不知院长有何事需要我们慕容家尽绵薄之力？战吴两家惦记着学院的神通，两家已经和君家联手，计划是先将你们慕容家灭了，再对付学院，真是麻烦。本来我是被罚下来的，任期中要是出了问题，估计还得多待1年。罚下来？永武学院只是分院，我是总院的人，因为出了点事，被罚到这里当5年院长。你们不是一直好奇我这个院长是从哪冒出来的吗？哎呀，这次我是真的需要贵族的帮助了，而且是不遗余力的。南天院长，你说的不遗余力是什么意思？慕容家全部可战之人，尽数参战。这3家想对付学院，那我就要他们3家从落日城消失。一帮什么玩意儿，敢打我南天的主意！啊，终于知道唐傲性子为什么狂傲。
果然，什么样子的师傅就有什么样子的徒弟。以你这样的修为，足以让这3家片刻便灰飞烟灭，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找我们合作？哦，居然没有看到前辈在此。前辈有所不知，我是被罚下来，修为自然也被锁住。1年之后，封印才会解开。哼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帮跳梁小丑还不足以让我大动干戈。院长，君破天回来了吗？我这边没有君破天回来的消息。慕容家也没有消息吗？没有，我一直觉得君破天失踪绝对不是什么好事，可能会有什么阴谋。君破天这个小子的确了不得，君家老匹夫闭关之后，整个君家在他手中治理的井井有条，实力也是稳步提升，实在难以想象此子只是3代弟子啊。此事之后，我会把金刚不灭身作为报酬，并且1年后会将这分院院长之位让给慕容家。南天院长，你这……我们慕容家需要付出什么条件？不愧是慕容家主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永武学院不能有所损害，我会严明封院，将战火移至慕容家。如果此战成功，慕容府邸虽然有可能被毁，但相比之下收获更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终极肉身巅峰，竟然真的成了！感觉如何？大哥，不仅我肉身突破到终极巅峰，甚至连我修为也直接跨入灵丹境3重天。你我同时渡劫，雷劫威力相加，成功度过，效果自然妙不可言。不过还有件事得提前跟你说明。大哥，但说无妨。这个事非常严重，到了后面自然是要修炼炼体神通，但炼体神通好坏有个重要因素，属性需求。炼体神通一旦修炼，将无法变化。炼体神通无非5种基础，而好的炼体神通需要所有5种基础炼体神通辅助修炼，才能打好基础正式修炼。5种便是无上炼体神通，3种便是上等，2种则是下等，1种便是末等。8九玄功我无法传给你，但是二弟切记，主修的炼体神通一定得是5种合一的无上神通。可是为何一定要无上炼体修炼神通？难道修炼别的神通就不行了？并非不可以，只是后面越好的战法神通对肉身强度需求也越高。炼体神通太弱，身体强度不够，强行使用威力巨大的战法神通，只有爆体而亡一途。原来如此，那洪荒圣血诀也不知道是战技还是神通。既然日月轮回秘法是神通，作为被爹娘同时发现的炼体功法，估计也不弱。这次突破炼化耗费不少时间，约莫已经过了2日，岛上那些人估计也要回来了吧？我总觉得似乎忘记了什么，原来是这茬。大哥，我们赶紧回去。走吧。慕容长老，黑暗森林中岛屿所困之人，已在清晨时分脱困，开始返回落日城。想送死，速来慕容家，保证你3家成为落日城历史。西华，据你所说，不是正午时分，屏障才会消失？我也不明白，或许有什么变故吧。不过既然那群人清晨就已经返回，为何现在还没有前来进攻？现在也没时间管这些，倒是长欢，雷劫动静已经消失，为何还没有回来啊？不知道，
不过我相信长欢。哎，看来你是被长欢那个小子迷住喽。爷爷。爷爷不说了啊。长欢，老夫可算是将宝全压在你身上，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啊，来了！慕容家主别来无恙啊！我不多说废话，交出长欢，慕容家滚出落日城，饶尔等不死！哼！你这个老匹夫，该滚的应该是你！穿的这般红艳艳，娘们一样。君家今日穿血色战袍，为的就是报长欢毁君家血仇。慕容匹夫，最好快点将人交出来，不然……这次君家老祖闭关，不仅仅是突破到灵丹境8重，竟然连破2重！啊，灵丹境9重？哼！你以为只有你修为会突破？慕容老祖也晋升到灵丹境9重，这下有的看了。哎，这2人若是交手，孰强孰弱？不好说啊。君家遮天手雷破9天虽然强横，但慕容家金光引剑和落叶散花也丝毫不弱。南天院长为何要负隅顽抗？只要将金刚不灭身和万剑归宗交出，便相安无事，学院也将是城中圣地。是啊，院长何必和慕容家一起？你安享晚年岂不好？本院长不过才30，你让我安享晚年？要打便打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你们2人可以联手，我1人足矣。你才30，可恶！现在显然对他们多说无益，动手！兄弟们，上！这次必让他们为君家血债血偿！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！所有人站好自己的位置，维持住阵法，先消耗他们的力量，利用阵法反击。是。结阵！不好，他们的阵法成型了。慕容远阵法造诣高深，我们靠近不了。不好，石大哥，你看，落日城方向有法阵，法阵在慕容府邸上空。慕容家有阵法守护，战局目前僵持，但看样子，军战吴3家已经联手，迟则生变，快走！冲上去撞破这个阵！加大南院灵气输出。是。有意思，没有想到这个小城中还会有这种水准的阵法师，而且还是稀少的战术阵师。远儿阵法造诣的确不俗，可战术阵师是什么？老夫为何从未听过？你们竟然不知道什么是战术阵师？那他竟然是无师自通，自己学会战阵指挥。小儿闲来无事时，自己钻研琢磨，发现这样维持阵法更有效。没有想到远兄竟然还是战术阵师天才。原本我还打算离开后让他当院长，现在看来不行了。这等人才一定要进入总院。要是远儿能够走出去，进入总院，那日后前途必然不可限量。老夫感激不尽啊！只是这战术阵师到底和阵法师有什么区别啊？其中区别很好明白，阵法师主要能力无非就是2种，一个便是布置阵法，另一个就是破解阵法。但有一种阵法师天赋异禀，灵魂强大，可以清楚感知到阵法一切，并且对阵法有着掌控能力。远兄无师自通，是罕见的战术阵师，可以根据外面敌人攻击情形来调动人员灵活应对，并且灵活变动阵法特性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个阵法起码还能坚持1个时辰，而对方的损耗也会随着时间不断增加，我们的胜算也会更大。哎呀，可惜远兄没有真正跟战术阵师学过，不然凭借阵法，
这4方人马没有战术阵师，只能尽数留在原地。哦，战术阵师这么强？前提是战术阵师有人协助，不然1人被100人围攻也是死路一条。不过战术阵师的确是每个势力抢着争夺的人才。这阵法怎么还没有攻破？启禀老祖，慕容远本就是落日城第一阵法师，而且这阵法诡异无比，竟然在不断变化。不断变化？什么意思？寻常阵法防御力量均匀分布，集中攻击一点早就告破。可眼前慕容远这阵法，我们若集中攻击，他便将整个阵法力量集中防御。你是白痴？他不是集中防御吗？不会分出一部分人攻击防御薄弱之处？我们也这么做过，我们分出多少人，阵法集中防御之外，就会分出力量转移防御。这个情况我们也是闻所未闻啊！该死，缩在壳里的王八！时间已过正午，不知道孙儿还有多长时间能到。君家这个老匹夫，正午之后就一直朝那边看，到底等什么？难道有援军？君老祖，当初你所说的底牌，现在这个情形，正是显露出来的时候吧？两位不用担心，等我孙儿归来后，就是破阵之时。君破天，虽然他的确天才横溢，但据说长欢那大哥刀砍伤脑袋毫发无伤，跺脚就定住数百人，还包括灵丹境武者。呵呵，是啊，再加上长欢这匹黑马，君破天1人又有什么用？你们看天上，那是……终于来了！爷爷，君家血位归来。我的好孙儿，来的正是时候，到你们表现了，将这个乌龟壳给破了。是，孙儿这就让他们见识下君家的底牌。这君破天归来，身后100名灵丹境，以君家实力资源，断然培养不出这么多灵丹境。看样子，十有八九是那些人出手了，一群王八蛋！大人，怎么办？君破天带着100名灵丹境武者此刻加入弓箭，咱们的阵法屏障撑不住多久啊！全力输出防御，给我顶住！君家血位天力，给我冲！是。这种不断的攻击模式，阵法马上要支撑不住了。不好！这个阵法快坚持不住了，所有人继续冲击！今天就要让他们给君家血债血偿！所有人继续给我冲！用猎鹰战阵！难怪君家发展这般迅速，原来找到了他们当靠山。看这情形，是惧怕我回去。糟糕，结界要被冲破了！父亲，我没大碍，只是阵法破了。不容急，南天，你们一个交出长欢，一个交出神通，今日尚能饶你们不死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你当我们是3岁孩童？我们若真交出长欢，拿出神通，你们还会放过我们？哼！既然你这么说，是要反抗到底？纵然今日全灭我慕容家，也要让你们君家元气大伤！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本事！等等，君破天，你是不是得到武神殿支持？既然南天院长猜到，我也没必要隐瞒。我的确得到武神殿支持，至于条件，就是让你这条落水狗永远待在这个小地方。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话可不要说太满。老师，武神殿是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害你？有武学院总院共有3大殿：宗殿、武神殿、万象殿。
武神殿和万象殿两殿因为各自理念不同，两殿经常发生冲突。武神殿则使用下作手段，害我被罚到分院来，如今还想永远把我留在这里，真是可恶至极。唐傲，君破天就交给你对付了，我去与君家老祖一战。是。怎么，认为我不是你的对手？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对付你还用不着老师出手。宣委队长去阻止南天，其余人各自行动。是。千剑葬神。该死的唐傲！宣卫队，速速离开！君破天，拿命来！你的攻击根本伤害不到我，你以为只有你有神通？什么？没想到吧？我已经修炼到初级肉身。大意了，原来这几日不见君破天，他竟然去修炼了神通。南天院长不愧是落日城第一高手，名不虚传呐。接下来就轮到你了，君家老匹夫。早就听说南天院长实力不凡，今天就让老夫陪你切磋一二。那你就尝尝吧。好快！哼，雕虫小技。你就这点本事吗？太让我失望了。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不好，来不及躲了。住手！不然我杀了慕容喜花。你放开我孙女！喜花，老家伙，不知道你孙女出事你会不会着急？好大的狗胆，敢伤我女人！儿子是废物，你们两个当老子的也不怎么样。长欢竟然让手下绑架一个弱女子，死不足惜！遮天手！等等，你怎么会使用遮天手？难道……看来我儿真的死在你的手里。现在才知道，是不是有些晚了？现在就送你们去和你们儿子团聚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我还以为你回过来了，不过你来得很及时。你去慕容老家主那边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后面交给你？长欢，你遮天手是哪里学的？当初兽王山脉？没错，当初兽王山脉用遮天手出手的就是我。什么君家天才，你也配在五界内？还不是跟白痴一样，被我玩弄股掌间，而且还是用你们君家绝学遮天手。长欢，所有人听着，优先击杀长欢，取得他上圣人头之人，上神通。杀！只要杀了他，我们就有神通可拿。他就一个人，怕什么？哼，不知死活。佛怒夜叉！大哥，你看我这轮回刀用的如何？哎，大哥人呢？好玩，好玩。大哥还真是玩的兴起，怎么就不帮我定定这些灵丹镜？以长欢老弟目前的实力，还需要我动手吗？一群乌合之众。这个人什么来历？你跟长欢差太远。哼，你知道什么？我有武神殿支持，今后前途无量，可不是你们这种穷乡僻里之人能比。你不也是落日城出生，穷乡人？你找死！
手下败将，有什么资格大放厥词？这就是我的神通，唐傲，覆天手。覆天手，我的孙儿拥有神通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早就应该想到，这次君破天回来，一定不会那么简单。哼，区区一只手，也挡不住我一剑。一剑破空。这一招，难道唐傲那日和我说的，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神通，竟然是真的？我以为在唐傲30-40岁之前没有这个可能，看来是我错了，他做到了。给我破！要是撑不住了！可恶啊！以前我想着击败唐傲，却一次次失败。如今我得到武神殿支持，实力大增，又修炼成了初级入神，竟然依旧败给唐傲，叫我如何甘心？那就不要怪我不留余地了。你死定了，所有人都得死。暴血丹，暴血丹是武神殿之人使用较多的一种丹药，服下之后，一段时间之中，肉身强度短时间内提升，修为暴增，并且灵气恢复速度也会大大增强。傲儿，小心！师傅，放心吧。唐傲，你死定了！我可不想说好跟我打一场的家伙这么早死了。这招很厉害，我等着领教一二。长欢你，难道长欢的实力又增强了？放心，看我怎么击败君破天。击败我？在我服下暴血丹后，你以为你还有希望吗？覆天手，遮天手，破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长欢用遮天手抵消我的覆天手，跟我拼肉身！这么强，我可是服用暴血丹，可他连灵气都没动用。哼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垃圾呢。长欢，好，你退远。突破！二弟刚刚突破，正好需要一个合适的对象，让他掌握控制，让身体消化稳固提升。这个君破天，真是送上门的绝佳人选。长欢，这一次我定要击败你！覆天手！那这一拳，就让你彻底死心！君破天，受死吧！想要碾死我，不要太小瞧我。惊艳一刀！长欢这个小子，竟然挡住了凌空一指。不好，那道攻击直接朝着长欢老弟当头点下，显然是要将他置于死地啊！多谢师祖出手相救。剑臣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躲躲藏藏了。师尊，天儿，你收了个好徒弟。那一刀我也被惊艳到了，可惜就是基础功有些太差。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小子不错，如果你愿意来总院万象殿，我为你找个好师傅。说够了吗？你这个弟子可是在罪期间，所管辖之处竟然发生了这等大事。哑嗓子！剑臣，我在和你说你弟子。破！
破喉咙。我在和你说正事儿。死变态！混蛋，有胆手底下见真章！哼，我还怕你个死变态不成？打就打！现在正是杀掉君破天的好时机。那人是武神殿神手长老，有他在，你是杀不了君破天的。尽管现在他和师尊交手，但两人都不会倾尽全力，仅仅是威压笼罩，你就无法动弹。那院长，你能跟我说说勇武学院总院到底是什么吗？自然。说起来，也要提及整个灵武大陆。整个大陆分为八方域土和终极域，而八方域土被一个个势力分别掌控。势力存在体系也五花八门，不尽相同，而终极域也有三大势力分割，分别是长家、灵武商会和药谷。什么？三大势力之中竟然有个长家？八方域土的势力有宗门学院，也有皇朝家族。至于勇武学院总院，则是掌控南域土的霸主。在勇武学院之中，武神殿和万象殿冲突，争斗不休。武神殿主张不看过程，只看结果，异常粗暴好战。同时，一旦修炼资质不满足要求，武神殿都不会收这种弟子。反而万象殿则主张有教无类，只要是人才，不管是擅长什么方面，都会接受，发挥出他们天赋，哪怕是天才厨子。正是因为武神殿极其注重修为高低，每一次两殿比试，万象殿都会略逊一筹。如果是比拼综合力量，我们也绝不会输。整个南域土城池之中，都会有一个个勇武总院的分院，而这些分院则是控制城池。日落城算是新城，像这种新城对于整个南域土如沧海一粟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，也并没有强行干涉，反而作为历练总院弟子能力之处。奇怪，怎么5000年后变化这么多？当初可是33层大陆，域土总计3000。怎么样，长欢，有兴趣来万象殿吗？待红颜治好病后，便需要寻找父母踪迹，前往轩辕家夺回洪荒圣血诀。我现在力量单薄，有一个勇武学院这么大的势力做靠山，不但修炼资源更容易获取，也能学到更多东西，何乐不为？南天院长，我同意加入勇武学院万象殿，可我这红颜妹妹身上带伤，需要前往一趟神医城。灵魂伤势，这方面佼佼者正好是勇武学院真正的院长，而他却在闭关。小常，不如这样，你们先去神医域，能治好自然不错，如果不成再来学院，等院长出关，我让师尊前去试试看，如何？南天前辈，多谢。不用不用，以后也不用这么生分，喊我南姑就好了。对了，小常，如果可行，最好在2个月后就来勇武学院参加学院考核，进入学院。难道以南姑能力，不能直接让我进入学院不成？我这般建议，自然有原因。想要进入勇武学院，无非2种方式。第一种是导师发掘人才，随后吸纳入学院之中，但另一种，每过4年，勇武学院便会开展学院考核，年纪未过20者都能够来参加考核。这种考核过了前3关，就定然能进入学院之中，而后面却还有一额外关卡。通过额外关卡会排定名次高低，根据名次的高低会有不同的奖励。进入学院后能够享受到的福利也不尽相同。勇武学院这4年1次考核也算是一个盛事，像你们这种少年才俊数之不尽。当真有这么多的能人？整个南域土城池足足有数千之数，其中能够参加考核之人不乏能人，如那战阳、无痕之流，也不过勉强能进入学院，
那额外考核，估计一开始就会被淘汰，更别说排定名次。单阳和无痕只是勉强够资格进入学院，那我还真期待参加学院考核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。学院考核，我等着你。哼，你这个家伙，到时候可别在我和你交手前先倒下了。放心。剑臣，我忍你好久了。死变态，废话真多。剑臣，你怎么样，服不服？可恶！君破天，带上你家老祖，跟我走。是。想不到武神殿神手长老竟然也落了下风。剑臣，今天这个伤，来日我定要讨伐回来。老变态，看来你本事不到家呀，以后可要勤加练习才对。好了，剩下这些就交给你了，慕容杰。想要活命，交出楚妾，则可离去。无楚欲活命者，需要自费修为。以上2条，君家人除外。军无战3家宝库，任何人不得动分毫。违令者，杀无赦。师尊，这次您怎么来了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臭丫头。神手那个家伙，因为我叫你罚期争取减去1年，他就小动作不断。看他离开学院，为师自然跟了过来。减去1年？师尊没骗我？为师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收拾安排一番，便随为师回学院。是的，师尊。慕容家主，我言出必行。今后你们家族执掌分院，只需要满足2点即可。1是发现天资极佳弟子，须得上报总院，有考核当年除外，只用灵气前往参与考核即可。第2点是每年需上交一定资源，如果完成得好，则会有神通奖励。是，老夫一定照办。啊，这次关乎整个慕容家命运的豪赌，不单单是赢了，还是赚翻了。今后整个落日城，就是我们慕容家一手遮天了。此次回总院，我想将让远兄一同前往。以他的战术阵势方面的天赋，埋没在此，实在太可惜了。这是远儿的机遇，老夫自然非常赞成啊。小常，2个月后可千万不要忘记。南姑放心，我会提前前往的。好，那咱们就总院再见。慕容家主，君家有一物我非常需要，君家宝库能否让我支配？你小子都将我宝贝孙女拐上你的船，一家人还说这话，莫说一个君家宝库，3家宝库老夫都该奉上，这本就是你应得的啊！那倒不用，我只要君家宝库便好，至于那另外2家宝库，便当作是我下的聘礼吧。好，好，好。这君家老祖把宝库放在哪里了？啊，找了这么久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看来还得抓一个君家人好好问问。二弟，你快看，一个池塘下面竟然有阵法波动，你说是为什么？池塘地下有阵法波动，到底有什么？咱们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起！大哥好本事，竟然能将这湖水吸起。
这是……看来这个落日城的君家倒是挺聪明啊！啊？怎么说？这阵法有阻拦池水的功效，谁能想到池塘底会是宝库入口？的确，寻常人只觉得宝库这等重地定然会有强横阵法守护，反而会忽略掉池塘底。走，咱们进去看看君家到底藏了什么好东西。这里还真是大呀！这青金铁铸造的，看样子大门上也有加固阵法，这下有点麻烦呢。麻烦？青金铁异常坚硬，刚开采出来的青金石还不算多么坚固，但被熔炼后硬度会增强10倍。哼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搞定！哇，这青金铁石大哥你一棒子就解决了，真是不断刷新我的认知啊！那边的屋子有结界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好。这是……哇，这些都是灵晶！君家竟然会有这么多灵晶！老弟，来看看，这儿有牌子。没想到我正穷的叮当响，这君家就送给我这么一个大礼啊！大哥，你说，2个月后到了总院，我应该如何当面谢他？这个很简单，送他点灵晶不就好了？哈哈，大哥这个主意真是绝妙。石大哥，你在这边看下有没有雷动9天，我去那边看下找找治愈灵魂类的丹药。好。这君家宝库中虽然没有治愈灵魂类的丹药，但是这些丹药一个个都是好东西，把这些收起来留着以后用。哎，那边闪闪发光的好像是枚储物戒指，这好像是一枚高级储物戒指，上面还刻着永武2个字，看来是从武神殿那里得到。哼，正愁这宝库之中的灵晶拿不走呢，这枚戒指的空间之大，足足有4、5个君家宝库大小。找到了。怎么样，大哥？是雷霄炼体的欠缺部分吗？没错没错，这下可算功德圆满了。咦，覆天手？从某方面来说，战技是神通的基础，只有基础牢靠之后，才能够发挥出神通威力。对于今后领悟神通也有巨大帮助，而这覆天手可是中品战技。去那边看下还有什么好东西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荒古？什么意思？这玉牌没有任何灵气波动，对灵气也没任何反应，更没有篆刻任何阵法，看起来就是一枚普普通通的玉牌。啊，这个玉制令牌竟然毫发无损。以我终极肉身巅峰，即便是唐傲的陆神剑，在没有灵气的包裹下，被我这么握也会有微微凹痕，有意思。二弟，怎么了？大哥，帮我看看，这玉石为何如此坚硬？有意思，这个玩意儿竟然这么硬。这个玉牌上有着荒古2字，大哥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啊？就连你身上的异状我都弄不明白。大哥，我身上有异状。你小子得到我的精血炼化，身上竟然没有沾染半分妖气，不仅尽数吸收，还拥有了我的体质，你说奇不奇怪？怎么会？大哥当初所说我会有半妖之身，这……别问我，你小子诡异无比，对你也算好事。落日城城南，百废待兴，各位都是城中一份子，还希望大家多劳烦心思了啊！劳烦心思，让我们出钱出力，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慕容吉真是个老滑头。果然这次宴请没那么简单。这种无理的要求也只能接受了。谁让慕容家在落日城一家独大，
惹不起呀。长欢，你们真的要去神医城吗？没错，红颜的病情早点治疗对我也有好处，不然分心照顾她一直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是留在慕容家2个月后直接前往总院，还是跟我一起走？这还用说，夫唱妇随，自然跟你一起离去。二弟，你这媳妇了不得，看起来似乎是天生媚体，其实乃天幻体质，无比了得。天幻体质，那是什么？大哥，天幻体质什么来头？愿闻其详。天幻体质，幻想人生。当初我就见过一个家伙，一个眼神，动动肩膀，就能让人陷入幻境，被迷惑控制。那家伙是个男的，长相也普通，所以并非什么个人魅力。弟妹貌美如花，加上天幻体质，故而一举一动之间都有着莫名吸引力。大哥可否知道，怎么才能够很好的利用这股力量？你们人族有个道，好像是幻道，叫什么幻术师，可惜太偏门，人太少，以后如果碰到就拜师入门，以后再琢磨好了。看来以后要留意一下，到了总院还可以问上一问。我身为5劫之一，原本对自己的能力天赋非常自信，那横空出世的长欢以及石大哥，还有今日自创神通的唐傲，都让我有些挫败感，甚至会担心被长欢越甩越远，最后跟不上他的脚步。如果真如石大哥口中所说，或许我还有不少可能性。二弟起床，二弟起床。一大早叫我干嘛？就不能让我多睡会儿吗？一会儿我还要修炼呢。二弟你醒了，快起来和我去落日城，外面好热闹。我不去。那我就打到你去为止啊！石大哥饶命！去！快点，我在门外等你。欺人太甚！二弟，你是不是很疑惑，我为什么一大早把你拉出来逛落日城？是啊，石大哥，我好困呐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过去我有一故人，天纵奇才，修炼速度之快，骇人听闻。同时不断战斗提升，被人称之为战狂。但是他在一个境界足足卡了500年。最后你猜猜，他到底做了什么才会成功突破的？修炼之路谁都会遇到瓶颈，而解开瓶颈的方式也自有不同，这个我还真的猜不到。那是因为这个战斗狂人竟然爱上了游山玩水，写诗作画，整整100年后，他的修为竟然连破了3个境界。石大哥，你的意思我懂了，什么事情都需要张弛有度，修炼也不例外。没想到真如石大哥所说，体内灵气运转速度竟然加快，也更加顺畅了。爷爷，我决定和长欢一起出去看看。去吧，孩子。爷爷我在落日城待了那么久，早就没有那种冲劲儿。你们年轻人需要在更广阔的天地下闯荡一番呐。爷爷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好了，去吧，以后和你爹没事也可以回来看看啊。慕容爷爷，我会照顾好惜花。长欢，老夫相信你会的。再见了，落日城。这就是神医城了，一个比较特殊的城池。爷爷为何如此说？神医城比较特殊，
虽然有一个叫做伊谷的势力阻戒，然而伊谷却是3大势力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。不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伊谷中有诊病医师、炼丹师、药剂师、中药师，甚至是毒医。这个世界实力为尊，修炼需要丹药，受伤需要医治。可以说这个世界，谁掌握武者人情最多，自然是医道一途中人。原来如此，医师人脉和人情堪称恐怖。走吧，我们进城看看有没有治疗灵魂的灵丹灵药。这么多药铺，难道我们要一个个找不成？药谷殿，神医城之中的标志建筑，想要加入药谷便在那儿处理，而想要找什么也可以在那儿寻找。药谷殿，不明白的话跟着我过来看看，就明白为什么了。这个就是药谷殿，进入药谷考核便在这里参与，加入药谷便可以替药谷做事，好处便是比较少的灵金，再加上灵药、丹方、炼丹炉等医道之物，任选其一。外孙呐，你和大家在这里等我，我进去兑换点东西。爷爷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每个神医城15天一轮会，会统计整个城中的情况，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购买统计后的书籍就好。还有这种书籍，我也看看。爷爷，城中有多少对灵魂损伤有帮助的丹药或者灵药？在我意料之中，这个神医城规模毕竟不大，对灵魂有用的只有1株药材。爷爷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砖头厚的书里就1株对灵魂有用的灵药？灵魂方面，灵丹灵药本就稀少，在这个规模的城池中，能够有1株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走吧，我们先去找找看。看来那1株灵魂灵药就在湖中岛之上的小院里，我过去看看。竟然又失败了，真是不理解，哪里出问题了？你们是那个家伙找来的？那个丹药是我自己炼制所用，不会卖给他的。这小子难不成是脑子摔坏了？这里有300万下品灵晶，帮我转告他，只要别来烦我，给他3000万下品灵晶。转告一个消息就给300万下品灵晶，为了让别人不缠他，直接就给3000万灵晶。这个家伙，灵晶矿里长大的吗？嫌少，500万灵晶，快走快走！这位兄弟，我们前来只为了那养魂草，不是什么丹药，估计你误会了。什么误会不误会？还想骗我？拿着灵晶快点滚蛋！滚！老子好好跟你说话，求1株灵药，你连听都不认真听，想都不想就让我滚！要么将养魂草卖给我，要么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滚！你来求灵药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？兄弟，有性格，对我胃口，等着烟散了跟我进去，养魂草我送你了。我没有听错吧？还要送我养魂草？我在统计书籍中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养魂草市面标价1000万灵晶，他说送就送了。走吧，大家，我们进去聊一聊。唉，让你们见笑了，刚才在炼丹，结果炸炉了，这是第10次炸炉了，再炸炉下去，估计我也要放弃了。
这地面上炸开丹炉的碎片都是上好的火金所制，但最便宜的也需要数百万灵金。这等价值的丹炉，这个少年竟然整整炸掉了10个丹炉，败家呀！你在炼什么丹药？怎会频频炸炉？一种水火并济的丹药，可惜两者不兼容，故而老炸炉。水火并济，虽然我不怎么懂炼丹，但两者相克相融汇，在其中加点什么东西维持平衡不行吗？啊，你不懂丹药，不过你想法挺不错的，兄弟，再说说看。我一个外行，或许不明白你们其中艰难，不过有没有既可跟火反应，又可跟水反应的灵药？有的话就可以加进去，让他们水火各自反应，然后相辅相成。大哥，你是我亲大哥，你不会炼丹，竟然还能想到这个办法。我也只是说了下我的想法，也不知道是否行得通。好想尝试，可惜这个城里的火金丹炉都被我买光了，下一批货还没来，可惜。看来炸炉还不止这10次，眼前这少年是有多少钱呢？大哥，请收下养魂草。你就不怕我们是心怀叵测之人？我不傻，刚才不分青红皂白误会你们，你们却忍受了那么久，最后才发作，说明你们不孬，品行不错。我这么有钱，你们眼中除了震惊却没有贪婪，你相信一见如故这个说法吗？我相信。我名字叫钱太多，多多指教。钱兄，果然人如其名。我叫常欢，这位是我爷爷。这是……说起来，钱兄，你给我的这个玉瓶中装的什么？那是前面我炸炉32次之后完成的作品，改良的涅槃丹。涅槃丹还是改良版本？爷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改良版涅槃丹只算灵药，你耗费了多少灵晶啊？8000万下品灵晶，加上炸炉的损耗，这么个涅槃丹，怎么着也花了我……花了多少？不太记得了。这货真是……钱太多呀！我那般辛苦灭了军家，洗劫他们宝库，才有那区区几百万灵晶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涅槃丹，灵丹境顶尖丹药，称之为神药也不为过。灵丹境武者，一旦服用涅槃丹，便如同涅槃重生一样，开始浑身修为渐渐消失与药力融合，融合药力后，修为轰然爆发。之后服用涅槃丹，武者的修为会再度恢复，但完全恢复之后，实力虽然不会精进，但灵气质量等等都会有所提升。而我这个改良版的涅槃丹，却是能够再翻一番。要不是你说的话点明了我的困惑，我也不会把这个丹药给你。那开始你误会我们，是不是有人知道你这涅槃丹，所以一直缠着你？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无耻之人。他从药铺得知我需要的材料，猜得我要炼制涅槃丹，故而上门索取。上门索取？分文不出？正是。他上门扬言让我直接将涅槃丹给他，他只以为是普通的涅槃丹，但其实乃是我心血之物，当然不会给他。所以他就一直骚扰你，找你麻烦。哼，何止骚扰，先是动用武力，发现我这屋子阵法强大破不开，就差人守在这里。我一旦开始炼丹，就敲锣打鼓，后面我炸炉有一半就是因为他的吵闹。那你为何不主动出击？切，那个龟孙子，本少爷一出去他就跑呀，我一回院子他又回来，你和他约斗单挑，他直接喊一帮人来堵我。唉，不提的。兄弟，你突破灵丹境耗费多少灵晶？我算算你服用涅槃丹后大概会掉几层修为。好像是20万吧。啊？开什么玩笑？那你服用我这丹药
岂不变成80万钱支了吗？你是人吗？懦夫钱太多，你这个乌龟王八蛋，成天就知道缩在院子里，你还是快点出来，交出涅槃丹投降吧。啊，这又来了！我来帮你出去对付他，我们一见如故，我又怎么能不帮你？这个无耻的家伙，你能怎么对付？我自有办法，走，去会会下他。行，人还不少啊，不过缩头乌龟的同伴，也不过是一群孬种。这句话，我要让你一个字一个字吞回。废话少说，看招！还真是冲动啊！这么着急，是怕错过投胎吗？那我就送你一程。来！这个修为不过灵丹境3重的少年，竟然能逼退我！可恶！怎么，要开始认真了吗？我认真你大爷！哼，这家伙果然又要跑。每次你以为他要出手，其实就是跑。放心吧，有钱小子，这个家伙速度太慢，跑不掉的。还想跑？我最烦别人碰我的脸，而你竟然敢踹我的脸，给我去死！不好，他是魔道武者，兄弟你快回来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不用你帮了。哎，不用担心长欢老弟啊。魔道武者凶狠毒辣，战绩路子更是险恶。长欢只是灵丹境3重天，我不能让他为我犯险。我给你1000万灵晶，你帮我劝劝长欢不要再和他打了。小子，灵晶这种垃圾玩意儿，老子看不上。况且这家伙会后悔用魔道灵气的。魔道？哼，石大哥似乎曾说过，佛性能将魔道克制得死死的，正好试试效果如何。鬼火式！这法器是婴儿的头骨做的，连婴童都下得去手，这种魔道武者死不足惜。覆天手，杀！怎么可能？他只是灵丹境3重天，不可能！拼入我，自寻死路！哇！王八蛋，你也有今天，敲锣打鼓呀！你在吵我呀？要不是本少爷离家出走，瞬间喊来70-80万人，轻轻松松教育你怎么做人。欺人太甚，咱们走着瞧。切，这家伙不会打不过自爆了吧？嘿，人呢？切，让他用障眼法逃跑了。啊，有人来了！城中禁止斗武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们只是在切磋，并没有弄出多大动静。这么大的动静还切磋，当别人是傻子吗？我们确实是切磋，你看他们人都没在这里，如果是其他，总会闹出人命的嘛。既然只是切磋，那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算了，这个钱多多也是不好惹的主。长欢兄弟别多想，那是药谷的营卫，维持秩序的。我自然看得出来，我想的是别的事，并非这个。哈哈，今天还真是大快人心。走，到我院子休息休息。在讲什么呀？跟刚才那人有关？真没想到，佛性对于魔道的克制程度竟然如此恐怖。那魔道在佛道面前，岂非不堪一击？并非如此，
他们不算纯粹魔道，只能算是邪魔歪道罢了。啊，这又怎么说？那人练的是魔道战技，但说是邪道也不为过，以婴童练功。哼，纯粹魔道武者灵气阴冷毒辣，凶狠暴力，手段非常之狠。但真正魔道武者是不屑于用这种损人利己、伤天害理的修炼方式。大哥这么说，我隐约明白，佛性克制的是魔道中以血腥方式走捷径之人。魔道武者修为更高，反而会克制佛性，反之亦然。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克制。哼，如果让我再碰到那等家伙，必叫他利弊当下。哥，你真是替我狠狠出了口恶气啊！接下来你们打算去哪儿？我跟你混了。我们来神医城为的就是寻找对灵魂伤势有用之物，之后我们会去永武学院。永武学院？我明白了，你们是要去参与考核，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。钱老弟，你知道那骚扰之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南岳领土可没听说有魔道势力。在神医城往北，有3座挨得非常近的城池，几乎是站在一个城池城门就能看到另外2座城池，故而3座城池统称为3星城。这3星城中最近崛起了4个年轻强者，并称之为4侠。4人彼此之间以兄弟相称，但他们却不做好事，倒是恶名远扬，开始被你狠狠教训。以婴童头骨为器的猥琐青年是4侠之中的赖侠，端的是无赖之极。另外3侠分别是霸侠、赌侠、剑侠。霸侠是个使拳的壮硕男子，赌侠擅长使用骰子、牌九等暗器，剑侠是一个用剑的高手。听说他们也要参加永武学院考核，想要我的涅槃丹，就是为了给他们的老大剑侠服用，增强实力，在学院额外考核取得好名次。这等人不配进入永武学院。哎，对了，长哥，快点服用我改用的涅槃丹，试试看效果怎么样。好。一服下涅槃丹，灵气便开始聚集了。游走的灵气一触碰到药力，就会被吸纳而走。这股药力凝而不散，在四肢百会、周身经脉内中不断流转着。药力吸纳的灵气越来越多，犹如波涛汹涌，在疯狂的流转，已经开始超出我经脉容纳的极限了。啊，月娘子跳得真好，这身条，这舞姿，太美了。二弟，来喝一个。不行啊，这才中午就喝多了，晚上怎么办？无趣，人生无趣啊。无趣？你这个家伙，也就会说这种话了。大哥不好了，钱太多那边出现了一个狠角色，那人身上有种神奇劲光，似乎可以克制我们魔功。什么？老四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大哥，你看我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这事儿还能有假吗？老二，你知道这等人物吗？闻所未闻。老四，你再仔细说下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天我像往常一样去钱太多那边讨要涅槃丹，可是今天突然有个青年二话不说，上来就给我一顿揍。我本想逃跑，谁知他速度……原来是这样。老四，你先回去疗伤吧。看来那人体内金光对于我们魔功有强烈克制，甚至让他能以灵丹境3重修为击败灵劫境的老四。龟孙儿，敢弄我四弟，看我怎么弄死他！老三，给我站住！为什么？看着那家伙把老四弄成这样，我难受。老三，你觉得能打得过神医城营卫吗？打不过。他们在神医城，城中有营卫，你冲过去只是找死。况且他们手里还有克制我们的金光。钱太多那个小子背景不小，虽然他似乎还不能借助背后力量，
但据老四说，还出现了一个看不出修为的老头，说不定是派来个高手保护那个败家子儿。所以老三，冷静点儿，别忘了我们可是有任务在身。既然老四没有生命之危，你就不要冲动。哼，算那小子走运。不用急，我猜他们应该也会去勇武学院参加考核，毕竟南域土这种盛世，应该不会错过。在考核时动手，才更加稳妥。药力和灵气融合了，不好，差点忘了，长哥重新冲回灵丹境，只靠外界的灵气是远远不够的，还是得借助灵晶重新突破。小爷我最不缺的就是灵晶，长哥，你就尽量吸收吧。长哥突破到灵丹境1重天了，等等。长欢兄竟然沉浸在修炼当中，气息修为依旧在不断提升，竟然完全恢复到灵丹境3重天。怎么还在修炼当中？现在应该要突破。天哪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是长哥这个人太逆天，还是我改良的涅槃丹太变态了？灵丹境4重天，长哥，你是人吗？你真的是人吗？哎呦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才不是人！你服用涅槃丹重新突破后，修为竟然没有跌落，反而还突破了一个境界。更加重要的是，你重新突破灵丹境，足足消耗了100万灵晶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普通灵丹境强者，你可以以1敌100呀！以1敌100，二弟啊，你这能力啊！这改良后的涅槃丹，不仅在开始拓展经脉，修为溃散后又扩展了一次。正因为如此，重新突破灵丹境需要的灵晶，要比原本想象之中的更多。修为不但没有衰弱，反而突破了境界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会这样。我竟然误打误撞弄出这么逆天的涅槃丹，看来我也得重新炼制一枚涅槃丹，服用试试看。既然你这么有空，不如帮我们都炼制一枚，包在我身上。钱太多，滚出来！王八蛋，一来就迫害我的院子，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，小杂种？你骂我杂种？糟糕！欢儿从小没有父母陪伴，最痛恨也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他是杂种，这是他的逆鳞呐！看你这气势，是要与我一战了。你都这般辱我，难道今日还要放过你？此人在被我激怒后，还能迅速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而眼中杀机和气势不减反增，看来不容易对付。不管了，我过来的目的是探探此人虚实，那就和他过几招，看下他的实力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下我霸爷的厉害！接招！这风刮得凉快，着实舒服。猖狂的太早了，赤焰猛虎！看样子，你比你那个弟弟强多了。你别欺人太甚！你以为就你可以凝气化形吗？什么？看看你我的谁更厉害！去！儿戏，你就这点本事？大话别说的太早了！什么？竟然还有后手！长欢，长哥，莫慌，二弟可是终极肉身，这点伤害还不能要他的命。被巨灵神拳这样轰击，可没有活着的。看来只要不动用魔功，你就克制不了我。再怎么说，也不过是灵丹境而已。
确实只是灵丹境，不过你不依然没有打死我？什么？你还活着？在巨灵神拳那样轰击下，你竟然没伤到根本。这个家伙的肉身到底有多强？现在该你好好尝尝老子的巴掌了。遮天手！这一拳竟然有如此毁天灭地的威势！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累了？我还没玩尽兴呢。巨灵神拳！这招叫巨灵神拳，有点意思。既然觉得有意思，那就再试试。金刚不灭！遮天手！这一掌遮天而下，威压直逼，看来对方是想置我于死地呀！我霸侠岂是泛泛之辈？火力全开，替我破开啊！这遮天手也不过如此。看你这霸侠倒也威猛霸道。既然遮不了你的天，那就覆了你的天！去！怎么可能？明明之前那遮天手消耗了大量灵气，可现在这覆天手的威压不但没减少，而且还更强。看来对方不但肉体强悍，灵气更是不可小觑啊！只能使用我的赤虎炎魂拳了。呀！城中那边发生什么了？还傻呆着干什么？快跑啊！会死的！此人强横不能久留，借这个机会走为上计。切，看来是逃跑了。我的乖乖，二弟，你这破坏力也太恐怖了。石大哥，这种事就不要夸我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钱公子，不是说一切后果你负责吗？怎么负责？不过就是毁了这么点地方嘛，哎呦，最多就是波及了一点点范围而已。一点点？你跟我说一点点？城墙都毁了，我就不该相信你这个混蛋！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在哪里？你怕我不负责？负责？你怎么负责？就算你灵金多，也有个限度。你知道100万，怎么样？应该够了吧？100万下品灵金，你觉得赔得了吗？如果责任追究下来，我不仅要被逐出药谷山，甚至还要面临严重的惩罚。100万下品灵金，本少怎么可能支出这么点儿？本少说的是中品灵金，100万中品灵金。100万中品灵金，钱公子，这太多了。这只是5级神医城，不需要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废话哪那么多？其中有50万留给你的，这也算是封口费。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哼，50万，我全部的家当也不过10万中品灵金，这次遇到财神了。好了，你走吧，没你什么事儿了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善后事宜。有钱人没什么，真正厉害的是不将钱当一回事的有钱人。老爷子，你这丹炉不错呀。我过去好歹也是一家之主啊。不知道大哥服用涅槃丹后会有多恐怖？有了我炼制的涅槃丹，保证让你们超出预期。我现在马上闭关炼丹，你们就瞧好吧。爷爷，您觉得这个钱太多是个什么来头？05大陆势力分3流9等，例如轩辕家就是3流势力，落日城4大家主算是不入流。这个钱太多，从他挥霍灵晶的程度看，起码是1流势力出身。有没有可能是霸主级势力？
我的好孙子，霸主级势力嫡系，这种少年都活跃在中级域，不会跑到南域土一个小城的，更别提修为不过灵劫境2重天的人了。此人年纪和我差不多，已经有灵劫境修为，还不过如此。这样说来，我岂不是一无是处？你这个臭小子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！你是寻常灵丹境能比的吗？最后一记杀招被他破了，我自然也被重创。还好还好，虽然伤势不轻，但没有伤到根本。这2个月好好休养，就能够恢复到巅峰状态。此人并不好对付，这段时间不要去找这个人，想着什么找场子，照顾好老三，确保勇武学院考核顺利。可是老四，听老大的话，现在我们要做好万全准备，而不是将心思放在这个人身上。上面要是怪罪下来，我们能够承担得起？二哥不说，我都差点忘了。如果坏了事儿，我们兄弟估计他也会参加考核，到时候再找回场子。好了，让老三好好休息，这2个月大家就一起好好努力，准备准备吧。他当时没有刀，没有使用任何武器，我觉得那并非是他全部的实力。我炼制出来了，3枚改良版涅槃丹。等等，钱兄，你要去干什么？啊？涅槃丹炼制出来，自然就是闭关服用丹药啊。我大哥说过，如果涅槃丹炼制出后，你和西花最好跟他同时服用，并且在他身边一起炼化药力，这样效果才会最好。既然石大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快去找他吧。大哥，我们来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在你身边同时服用丹药，一起炼化药力？你小子就不用多问了，到时候你自然也就明白了。大哥又卖关子，莫非是大哥关久了受够一个人，就连修炼都想要有人在身边陪着？你们2人到我身边，先将丹药服下。这个丹药看起来和普通的涅槃丹很不一样啊。放心吃吧，我钱太多炼制的丹药，保证不是凡品。准备好，开始了。好浓郁的灵气，我也感觉到了四周灵气如同飓风一样朝着这里汇聚过来。如此浓郁纯正的庞大灵气不断汇聚在他们身边，怪不得石大哥提出让钱太多和西花在他身边服下丹药，炼化涅槃丹药力。怎么这种事情轮不到我呢？可惜一生之中只能服用1枚涅槃丹，而且只能灵丹境和灵劫境服用有效，不然等我灵界境再服用1颗，岂不是美哉？怪不得四周天地灵气那么浓郁，甚至都不用拿灵晶出来。石大哥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吸来了如此磅礴灵气？妖族，竟然是妖族！爷爷，钱兄，你们知道妖族？曾经从老友的口中听到过，世间原本有异于我们的妖族存在，完全不同于灵兽，却有着一些特征的种族。倒是没想到，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妖族。你早就知道，你这个结拜大哥，其实是一名妖族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将大哥是妖族这个身份泄露出去，毕竟你们有所了解，都这般震惊。因此，爷爷和西花可以相信，但钱太多却不知道真实意图，不知会不会把这个消息说出去。先提防着点好了。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我出去看到，不仅仅整个神医城，甚至临近3星城一大块区域，天地灵气已经完全被抽空。石大哥曾经修为强横，现在虽然被削弱，但经脉和丹田肯定没有变化，能够容纳的灵气自然海量。但再怎么海量，
将这一广大区域天地灵气全部抽光，这是何等惊人！单单这一大片范围灵气完全抽光，就已经从侧面说明石大哥战力到底有多恐怖。保守估计，虽然石大哥修为仅仅恢复到灵丹境，但灵婴境这等强者都能一较高下。这丹药倒是不错，一下子没有控制住，让你们看到原形。石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不过，你真的是传说中的妖族吗？你这个小娃娃还知道妖族？那你又知道多少？我只从古籍得知，过去我们生活之地称之为3000大世界，百族林立，其中人族和妖族是2个最大的种族。那是何等精彩纷呈的世界，可惜也只能从古籍中有所了解。整个世间能看到的就只有人族而已。距离勇武学院考核前2个月，我们不适合继续待在神医场，应该另外寻找一个去处。就待在这安心修炼吧，跑来跑去干什么呀？大哥，这一片天地灵气都被你完全抽光，等到完全恢复最快也得1年半载，还怎么修炼？哼，太久不想事情，脑子都反应慢了。我知道在前往勇武学院的必经路上有一个遗迹，除了我家里没人知道。估计那遗迹中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吧？那还有什么好去的？非也非也，这个只是一个小遗迹，我所知道的小遗迹还有不少，不过都被家里掌控着，没有去探寻。怎么可能？就算是小遗迹，其中财富也不俗啊，那都是巨变前留下的，怎么会不探寻呢？那是爹娘留给我的，好让我没事进去玩玩寻宝什么的。这个家伙到底是哪个势力出来的？简直极品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出发吧。我们在这里只用再走4天，就可以抵达勇武学院了。到时候我们提前5天出发，肯定能准时参加考核。先别说学院了，都出发好几天了，怎么一届还没到啊？其实我们已经快到了，你们看，就在前面那个湖泊处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只要将修为气息压制在灵机境2重天，就可以穿过这个幻阵，进入遗迹。这个遗迹隐藏的还真深，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？家里一个灵机境2重天的武者，为了躲避灵兽，躲到这个密林洞穴，偶然间发现的。这要有多巧合才能发现？遗迹当中可有什么阵法防御？我依稀记得报告上说，这个遗迹中有不少战灵。爷爷，你们说的战灵是什么？所谓战灵，是依靠阵法将天地灵气凝聚在成身，用来守护之用。阵法的强度、战灵修为的高低，凭借这2点，便可以表明这个遗迹到底多重要，其中有何等宝物。那这些战灵修为如何呀？这个小遗迹挺特殊，里面战灵修为不定，似乎根据来人修为改变。这个地方利于你们锤炼自身，老夫便不进去了。我也不进去了，此处洞穴凉快惬意，我正好睡上一觉。那就我们3个探险了，走吧。喜欢，咱们也跟上吧。我们一起进去。竟然是一间石室。喜欢，你在哪儿？哎，长哥呢？你难道没有看到长欢？他明明和我一起进来的。他难道没和我们一起进来？我们再退出去看看吧。你们2个怎么又回来了？老爷子，史大哥，你们看到长欢没有？他跟着西花穿过幻阵后就不见了。没看到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刚刚才一起进去？放心吧，二弟他没事，我能感觉到他。史大哥，长欢他人去哪里了？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二弟一穿过幻阵，忽然瞬移一大截距离到了遗迹深处，估计有什么变故。但以这小子的能力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周围的气氛感觉有点沉重，还是提前做好防备吧。耶，那里的4个石碑上面好像有什么文字。横扫千军，好强的战绩，真是神奇。只是看到这战绩的名字，战绩的内容就源源不断传入脑内，让人心领神会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来得正好，让我试试这上面的战绩威力如何。横扫千军，厉害！这横扫千军在收刀时暗藏3重力道，甩出时3重力道同时爆发，威力更甚。这就是战灵，跟鬼一样。可恶，这些战灵追得好紧。啊，第2块石碑上也有战绩出现了。雾里看花，好，就用它们试试。鬼东西，不要逼人太甚。果然厉害，刚刚那一击如莲花绽放，然而美丽背后尽藏杀机，不愧为雾里看花。不过无论是开始的横扫千军，还是这个雾里看花，不是战技也不是神通，倒更像一种使用灵气的方式，玄之又玄。哼，真是不给我休息的时间呢。不过这次石碑上出现的又会是什么？好刚猛的刀法，让我来试上一试。力劈开山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我已经用了3种刀法，风格各有不同，特性显著。那这第4种不会是？果不其然，哈哈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横冲直撞。此种刀法果然凌厉，不过这样疯狂打法自身也会受创，还好在我的刻意控制下，并没有伤筋动骨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这4种刀法果然神奇，横扫千军，正气凛然；雾里看花，刁钻古怪；力劈开山，大开大合；横冲直撞，凶狠疯狂。哼，这4种使刀法门，正好一对应仙魔佛妖4大道。那些战灵倒是不再出现了，正好趁此机会修炼一下，恢复灵气。此子正适合我的刀道，他学我百战刀道，速度极快呀！得了吧，伪君子，没看到人家学缥缈刀道已然神似。哼，你那狗屁百战刀道，傻子一看就知道你怎么出招，有屁用！哼，多说无益，这小子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好的传人？再试一试便知。靠，玩老子！这次怎么来了这么多？而且此次凝聚的战灵修为有着灵丹境9重巅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坑老子！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又来了，没完没了，一招解决掉，金身不灭。什么？竟然还可以重新凝聚？这是要玩死老子啊！惊艳一刀。怎么又回来了？
怎么回事？斩出去的灵气又回到我身体里了。遮天手，什么？连遮天手的灵气也尽数退回身体了。什么叫做作茧自缚？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？我可算懂了。除了石壁上那4种刀法，任何战技神通都不能在这个石室当中使用。既然如此，那爷爷我就只用刀法。想要玩，那就好好玩玩。雾里看花，横扫千军，横冲直撞，哈哈哈，痛快痛快！此子了不得啊！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同时感悟你我2人的刀道。我有一个想法。不用你多说，我也想到了。这小子灵气消耗太多，可以停止阵法，跟他见见面了。啊，战灵停止进攻了。这些战灵居然化作灵气冲入了我体内。这些淡蓝灵气竟然还有洗净法髓之效。灵丹净物冲天，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厮杀过后还有这般好处。小子，今日你可让我们开了眼。是。没想到你越战越强，甚至淬炼肉身，成功晋升了修为。2位前辈，不知这番考验晚辈所谓何事？传你刀道。啊，2位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传我刀道？你小子倒也冷静。老夫乃仙佛道的修武者，人称百战仙，喊我白老即可。我乃是妖魔道的雾魔，我这没那么多礼节，唤我一声雾老就行。我们2人此刻只是一抹烙印，这烙印存在的目的是为我们2人的刀道寻找传人。刚才那情形就是对你小子的考验，真是没想到在那么短时间内你能踏入灵丹净物重天。说来，你们说的所谓刀道到底是什么？你们不也是仙魔佛妖4大道的武者吗？小子，修炼之道和修炼之路哪能一概而论呢？修炼之道，修炼之路，这2者之间难道还有什么区别？所谓修炼之道，无非仙魔佛妖4大道。形象点来说，就像我们修炼者前行的道路各有不同。那刀道和4大道又有什么不同？会不会彼此有冲突？小子，仙魔佛妖4大道是修行大道，所谓刀道却是你如何走这道路的方法。如擅长控火的仙修武者，就是以火行之道来走仙道之路，刀道就是以刀来走你今后的路。修炼之路更像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核心之路。一名武者，无论他涉猎如何之广，总有他专精的一条路。一直以来，我凭借着日月轮回秘法，无论何种战技都能信手拈来，甚至能发挥出更强的威力。但无论怎学习，我都没有走一个专精之路，别说开发出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核心战法了。可是我有点不能确定，晚辈修炼一种秘法，这种秘法对于修炼战技神通倒是事半功倍，而且更能在原有基础上增强威力。这种修炼神通虽然罕见，却也并非没有。不过小子，你误解了。我误解了？战技神通凝聚灵气施展而出，它有迹可循，有形可查。但修炼之路的道，重在于感悟于心。你能很快学会石壁的基础刀法，是你适合刀道。仙道刀法，你发挥了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之韵；魔道刀法也打出了变化莫测、
狠辣凶厉。至于佛道刀法，则刚猛无比，同样入木3分。这妖道刀法气势如虹，舍我其谁，更施展得淋漓尽致。倒是没想到我竟然如此了得。你修炼的神通乃仙道之流，肉身乃佛道之流，气息乃妖道之流，天资之高已经骇然听闻，能领悟这3道刀式合情合理。但我不明白的是，你身上毫无魔道痕迹，怎么还能领悟魔道刀式？我刚刚得到轮回刀式，被魔性侵蚀，至今心有余悸。现在能够领悟魔道刀式，很有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关。这真是一次天大的机遇，单单石碑上的基础道法就让我受益无穷。更重要的是，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核心战法，找到今后修炼之路。这遗迹是以前我们偶然存留下来的，目的就是想借助遗迹传承衣钵。我们本来打算各自挑选一个传人，可没想到在机缘巧合下，你竟然能够同时走仙、魔、佛、妖4大道。怎么样，小子，愿意做我们的传人吗？晚辈能传承2位前辈的衣钵，实在是荣幸之至。那就先让老夫我露一手吧。好庞大的灵气！刚刚四散的灵气，一下子又被白老重新吸纳到体内去了。正如你所见，今后我会教你如何精确掌控灵气，不仅能够减少消耗，更能提升威力，对修炼速度也有帮助。魔性是阴暗面，能激发出内心的狂暴，如果正确使用，会使战力大增。我会教你魔道心境修炼之法，控制自己，去除戾气，发挥出最强战力。保持自己的气势，才能发挥出最强的攻势。威势一现，想要再次积蓄，就要比原本更难。学会控制，才能保持威势始终在巅峰状态，收放自如。我在尽力。此子真是旷世奇才呀！没想到你我只是稍加点拨，他便立刻就能掌握道法中的精髓。你说，这个小子仙魔妖佛4大道同修，而且掌握4大刀道，他一旦成长起来，会让那帮家伙多轰动！轰动，那是自然。估计那帮家伙会羡慕死我们。承蒙2位前辈赏识晚辈，传授自身绝学，我偿还发誓，有朝一日定然为你们报仇雪恨，了却你们的愿望。报仇雪恨，遗愿？你小子说什么呢？还没学到本事，就咒我们死啊？我们2人只是被陷害，困在了一个地方。当初我们过于相信他，导致被困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旧事暂且不提了，遗迹外似乎有和你一道而来的人，我先将你传送出去，告知他们，随后与我们在这里闭关。1个月后，我们就要彻底消失了。交代完之后，你再次进入遗迹即可。啊？1个月后？长欢出来了。长欢，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知不知道吓死人了？好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长大哥，你真没事吧？怎么进了遗迹就消失了？你这个臭小子，还真不让人省心呐。二弟貌似机遇不小啊，好事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是找到修炼之路了。看来这个遗迹不简单啊。什么修炼之路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们如果仔细体会，也会有所发现。二弟浑身锐芒，有所内敛，气息不再杂乱，如长刀出鞘，厚实而又尖锐。这些变化都是之前没有的。在遗迹当中，
孙儿得到一种传承，接下来必须要闭关1个月的时间，结束之后咱们刚好来得及前往永武学院。闭关1个月？怎么回事？这次出来只是和你们报个平安，好让你们安心。具体情况等我出来再和你们细说。既然你已经和外面的朋友打好招呼，接下来这1个月的修炼绝不能分心。2位前辈请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以报2位的教导之恩。刚刚我们也讨论了一下，发现只有实战才是快速提升的好办法。与千余战灵厮杀后，再配合凝聚战灵的灵气，能快速提升你的修为。与千余战灵厮杀，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小子，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可不会留情啊！哼，被杀了这么多次还不长记性吗？看刀！如今时势当中的战灵越来越少，战灵凝聚的速度已经赶不上这小子击杀的速度了。灵气包裹在刀身之上，凝而不散，威力充分集中，滔天杀意，逆天魔性。怎么回事？我体内的威势骤然攀升，发出轰鸣声响。突破了！我晋升到灵丹境第9重了。您小子真是刻苦，这1个月的修炼可谓是废寝忘食，1分1毫的时间都不浪费啊。魔道心法你已经完全掌握，但你要记住，魔是魔，不是邪魔，亦不是妖魔。切记，肉身不仅是本身，还要学会运用和控制，最重要的是秉承本心。后面的路就要靠你一个人走了。2位前辈的教诲之恩，常欢没齿难忘。我们心愿已了，是时候离开了。2位前辈，请前辈放心，你们的刀道我一定会发扬光大。若有机缘，不管多艰难，一定会救2位出来。让大家久等了。常欢，你怎么了？想说什么便说吧。感觉你变化好大，整个人仿佛在迷雾当中，根本就看不清楚，甚至连你的修为都没办法感知。我可是潜心修炼了1个月，自然会有所收获了。二弟，看来你已经接触到修炼之路，明白这大道要走是需要一个走法。大哥，有2个人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下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是和你这次的机缘有关吗？说不定我听过。正是，此2人在遗迹内留下烙印，传授了我刀道，分别叫百战仙和雾魔。我的好二弟啊，你这机缘简直是逆天了。他们2人可是20余万年前的人物，初次大道巅峰势力就是他们创立，只是后来2人飞升，所创造的势力都渐渐衰弱，不复当年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们赶路要紧，路上再和你细说。这么多强者，看他们个个不足20岁，身上却散发着灵丹境的气息。南姑所言不虚，以这个架势来看，估计会有不少惊世奇才。看来在考核当中定然能够痛快打上一场。天才吗？哼，倒是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天才。这就是永武学院，果然鬼斧神工，单看大门都比别的寻常势力气派得多。是啊，不愧是南域土的霸主，果然非同凡响。考核马上要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前面怎么围了那么多人？我们过去看下。哎，听说正式考核之前还有3种阵法要过，过不去就没有资格参加正式考核。这么严格？欢迎大家来到永武学院，所有参加永武学院考核之人，首先要过基础考核。过道上有3重法阵，第1重法阵测年纪，
第2重法阵测修为，第3重则会有压迫之力，测资质和毅力。过此3关才算通过考核。祝你们接下来好运！考核开始。第1重阵法测年纪，顺利通过屏障算是通关，超过30岁的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。大哥，你的年纪起码也有5000岁以上了，我看着第1关。二弟呀，你难道认为大哥我连这点小问题都没有办法摆平？哼，大哥手段非凡，这种小问题的确不在话下。那老弟先走一步。哦，大哥，你怎么出来的比我还快？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没什么，瞒天过海而已，一种小手段。单单是瞒天过海这4个字，就不像是什么小手段啊。第2重阵法测修为，对咱们而言可真是轻松的很。这第3道阵法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玄虚，我来试试看。先来后到，我先来。这关看起来并不像前2关那么轻松，要慎重些。石大哥，放心吧，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。啊，这里面竟然是一段结界空间！什么？这威压怎么突然增强了？不过还好我基础扎实，刚刚的威压只是灵丹境7重，看来通过这第3关是十拿9稳了。这股威压还真特别，对肉身如高山压顶，对于灵气则有着束缚作用。这个小子，才多久时间，竟然就有了灵丹境9重巅峰？我倒想看看，他这段时间有多少进步。先把威压增加1倍，看下这小子的承受能力。怎么突然又增加了1倍？幸好我肉身强悍，能顶得住。这小子不简单呐，竟然没有受伤。那就来点狠的。这压力突然感觉增加很多倍，难道武神殿有人想对付我？好小子，增加10倍才让你有反应，真不知道你的极限到底在哪。那我就探探你的底吧。哪个王八蛋跟老子有仇不成？我只是想试试你的潜力到底多强，如果坚持不住了，可要赶紧和我说啊。这是南姑的声音。不过这样对你也有好处，能够加强肉身和灵气契合，交相呼应，今后施展力量能得心应手，威力有所增强。南姑，你可真够狠的。随着压力增加，这种契合效果也越好。今天南姑就好好锻造一下你这块好钢。那就尽管来吧。50倍，已经快要接近灵劫境巅峰。长欢的真正的战力只高不低。看来当初在落日城，我想的太保守了。能坚持这么久还不退出，此人毅力不错。哼，什么毅力不错，不过是一个正在苟延残喘的废物罢了。这位兄弟，你怎么看？你没资格评价他。装什么？长欢，可别让我失望。我还等着看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剑力。唐傲，慕容西花，石大哥，你们知道长欢怎么回事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本来好好的，忽然感觉他非常吃力。因为二弟身上的压力被人暗地里增加了。哼，有意思。不过这样对他也有好处。长欢被人暗地里使了手段。是谁弄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对长欢？学院当中有种修炼方式，跟这第3重阵法差不多。想来是师尊想要看看长欢能力，顺便帮他锻炼一下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吓我一跳。没有任何事情是我长欢做不到的，南姑你等着瞧好吧。嘿呀！
快看，这小子竟然通过了第3道考试！有什么可激动的？这么久才通过，我如果是他，早就退出考试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你们再把刚刚的话说一遍。他的眼神好像能杀人啊！刚才南姑说还有额外考核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还是恢复一下，最好保持最巅峰状态。这次南姑暗中出手，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小好处，不单单是肉身和灵气契合度提升，之前还剩余很大一部分药力潜藏在体内深处。这第3重阵法增加的庞大压力，竟然让我将那残存药力变化了不少。畅欢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唐傲，好久不见。你恢复得怎么样？这下倒是巧了，你一直跟着你师尊，知不知道这次额外考核内容？按照规定，师父并没有和我透露过。恭喜你们完成了基础考核，已经是勇武学院的学员了。我们已经是勇武学院的学员了。进入南域土第1势力，以后就有靠山了。安静！想必不少人知道，在基础考核后有一场额外考核。关于其中细节，我只说一遍，你们仔细听好。这次额外考核在学院内一个秘境当中举行，考核时间为5天，每个人身上都会佩戴一枚玉牌。当玉牌离身，将会被传送出秘境，算作淘汰。最终判分时，淘汰之人计算滞留秘境时间，而未淘汰之人则计算玉牌数量。修炼点就像是勇武学院中的特殊货币，能够兑换各种需要的东西，丹药、灵气、战技神通、灵晶等。有点意思，这个规定很灵活呀。而这次额外考核所获玉牌，可以10倍兑换成修炼点。秘境之门开！穿过这道秘境之门，就是秘境所在。额外考核现在开始。可赶一战，那你得先跟得上我。喂，你俩等我下呀！秘境，也不知道勇武学院有没有啥好丹方可以兑换。什么秘境修炼点，老子真是提不起兴趣。可惜做戏得做全啊。哦，这里的风景还挺美，有人来了。玉牌拿好，用灵气在里面留下烙印，然后出了城门就好。原来考核的玉牌在这里发放了，看来那边就是秘境的真正入口了。奇怪，旁边好像写了什么，过去看一下。竟然有人在偷偷跟踪我，看来把我当做软柿子了，有点意思。那就让我在秘境里会会你。哼，这等废物还能进入秘境？乖乖给我奉献玉牌吧！这里古墓如同高塔，高耸入云，还真适合偷袭。也不知道西花塔……算了，纵然是我的女人，也不可能永远活在身后一辈子。有时让她去独当一面，反而更好。跟了这么久，也该出来了吧？废物还挺机敏。哦，你跟着我是想要抢我的玉牌吧？小子，看来你算是富有的，交出个100万下品灵金，恭敬的服侍我，我带你撑过这5天，如何？有意思，抢我的灵晶还想让我服侍你？抱歉，你挑错对象了。也不妨告诉你们，第3重阵法中，有前辈暗中给我增加了试炼难度。灵丹境9重，难道对方竟然在学院有后台？不想死就留下玉牌，滚！他的气势太强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今天算我认栽，玉牌给你。
这些玉牌一旦灌入灵气，就会出现一个10字。诶，2枚玉牌竟然融合成了1枚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灌注灵气就能看到玉牌有多少修炼点。夺得别人的玉牌后，也可以选择吸纳到自己玉牌中来，便于携带。还有5天的时间，越到后面，每个人的玉牌中修炼点越多，到时候夺得一个玉牌，收获绝对不小。这2天，小爷我先好好欣赏下这秘境里的风景。这个小子，算盘打得还挺好。又踩到了什么东西啊？这山谷妖兽真多。真正要小心的，不是这灵兽占领，反倒是其他人。前面是什么声音？多谢公子。这人身手不凡，不知道是敌是友。兄弟毅力非凡，居然能坚持到此地，佩服。不敢当，在下常欢，不知道这位兄弟是白罗天。相识便是有缘，可惜我得先行一步，不然可害了你。这是担心我被级别太高的灵兽占领攻击应付不了被淘汰吗？哼，彼此有缘，不如一同边聊边走。好快的速度！哼，看来在下眼拙，长兄非常人呐。白兄抬举了，此地不愧秘境之名。听说中央的悬空岛让人叹为观止。据我所知，这悬空岛内部有着上古法阵，才能维持岛屿不落。通过链条将地面与岛屿连接，只能顺着链条上下悬空岛。没想到白兄知道的这么多，难不成出身学院？那倒不是，只是在下喜好收集情报，钻研一些消息。永武学院秘境一些事，还是知道一些。钻研情报？原本以为我的情报数据已经收集的很多，没想到还有长兄这么个艺术。看来长兄隐藏实力，不急不躁，定然是想着最后出手，收渔翁之利了。一点小心思，不想被白兄看破了。哼，这次闲来无事，长兄和我投缘，不妨告知于你。这次值得注意的，可有不少好手。哦，白兄舍得跟我分享情报？反正不是关于我的，有什么不可说？如果硬要说个原因，只是觉得彼此有缘罢了。得了，你也不用遮遮掩掩。外公说过，我有个姑姑，夫家姓白。你这个表弟非要把话挑明，真是不可爱。哼，有缘，装的还真像。说吧，是不是那老爷子想要清理家门，除了我这孽种？如果真要这样，你以为你还能好端端活着和我说话？啊？素未谋面的表哥，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？外公气恼的只是二舅不听他话，其实心里早就原谅了二舅妈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爹娘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常家内部的纠葛比你想象中的复杂得多。的确有人想杀了你，如果不是外公暗中相护，估计你早就……我和外公一直以为是爷爷想要我这个孽种的命，那是白表哥口里的爷爷竟一直在保护我，那么想要我命的究竟是谁？现在表面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潮涌动。不仅是你，连我也必须快速提升实力，这也是我为何会前来的原因。形势所逼呀。什么意思？外公身受重伤，知道的就我们一家。我继续待在家族，远不如出来历练。那轩辕家，则是第一个磨刀石。不过你这般出来，岂不就是暴露我的所在？外公可还没死呢，家中有人正假扮我。只要动静不太大，
南域土这边的事情还不至于惊动终极域。看来常家内部风云涌动，以后碰到常家人，不知道是敌是友，我得快速提升实力。干什么？哎，你可是自小在大家族长大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，好歹也是我表哥，上品灵晶什么的，随便给个几百万。你说的轻松，家里让我出来历练，顺便照顾你，自然不会给我什么资源，一切全凭自己。你这表弟真是不可爱。穷鬼！你这个臭小子，我可是你表哥，能尊重点不？对了，表哥，刚刚你要和我说的情报是什么？是这次额外考核中的几个佼佼者，他们实力强悍，对于第一都有一争之力。第一个是唐傲，此人号称为剑神，为人冷胜，兵力如剑。剑神称号并非浪得虚名，其领悟的剑士足以傲视群雄。第二个叫李厚，身材极其壮硕，年纪不过17，却天生神力，肉体强悍，防御极强，修为灵阶境6重天。第三个是凌云烟，善使长剑战技，却未领悟剑士，修为灵阶境7重天，性子倨傲，凡是比他弱的都视作蝼蚁。第四个蔡广，同样修为有灵阶境7重天，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善使双爪战技，阴险毒辣。最后一人最有希望夺得此次考核第一，名字叫吴黄，一身修为灵阶境9重天巅峰，肉身强度达到中级，实力强悍无匹，无人抗衡，是勇武学院出身。当然这是明面上的强者，也不排除有隐藏的高手。灵阶境9重天，有意思，这才能称之为对手。那什么蔡广、凌云烟之流，不过灵阶境6、7重，太弱了。这个表弟真是实力似乎不过灵丹境9重天，目标直接定在吴黄身上，也不知道是真有如此实力，还是在说大话。可怜的家伙，风起！灵阶境7重天的灵兽也能轻描淡写的斩杀，看来表哥手段也是不凡呢。吴黄出身学院武神殿，估计身边有不少高手，你不要和我分开，彼此有个照应。武神殿，这样看来必须要好好防备这个人。听你这话，和武神殿有仇？你都还没进勇武学院，怎么会惹到武神殿？这说来话可就长了。那还是我在落日城时，就是因为这个与南姑相识，所以这次武神殿应该也会借机对付我。哼，那有何惧？有我在，想要动我表弟，也并非那么容易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不过只是灵劫境，又不是灵婴境，还不到让我为难的地步。看你这说法，好像能和灵婴境一战似的。你别说，如果真碰到灵婴境的人物，我未尝没有一战之力。哼，你这小子好大的口气！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有机会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段。表弟，你看，那就是中间的悬浮岛了。两位又见面了，恭喜你们来到悬浮岛战场，这是奖励，每人1000修炼点。原本以为这枚玉牌跟进入秘境是一样，没想到一块就有1000修炼点，倒是方便。两位学弟，进入悬空战场前，最好看一看这战场规矩。悬空岛又名悬空战场，
岛上有大小城池，更有各种建筑。这些城池以及建筑中有实力不一的战灵驻守，当击败战灵后，就占领了此处。占领据点，留下玉牌烙印，就会凝聚新的战灵驻守。每占领一时辰，就会增加100修炼点。整个悬空战场只有100处据点，而一个据点最多能够同时容纳10道烙印。距离考核结束不过2天时间，进入额外考核之人起码上万，能上悬空岛的也至少有1半。5000人，如果10个人组成一个队伍，少说也有500个，还不算那些独行侠或者3、4人的小团体。这所谓据点只有100个，竞争可以称得上惨烈。如此看来，共同行动人数越多越好。我这有几个人选。李后那小子不错，我和他有些交情，能找到他。你有办法联系到你的人吗？有个钱多的家伙，拿了这个出来用来联络，里面我留了烙印，到时候靠这个联系。联络晶石？这联络灵晶最便宜的一块也要50万中品灵晶，只要2块联络晶石中留下彼此烙印，就能交流。2位少侠好，我是这个秘境的巡逻人，平日闲来无事，绘制了悬空战场的地图，赚点酒钱，100修炼点1张，不知2位……给我们来2张。200修炼点，多谢2位少侠，这是2份地图，祝2位旗开得胜，一举夺魁了。整个地图上有2个大城池标志，10个中等城池，30个小型城池，以及一些塔楼、桥梁、村庄等等。表哥，找到人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塔楼会合，先到之人就负责占领此处。好，那我先行一步，咱们各自行动。进来秘境之后一直没看着联络晶体，也不知道西花和钱太多他们怎么样了。长官，救我！不好，西花出事了，位置在北面。哎，大家快看啊，这不是那个最后1名的废物吗？哎呦，还真是那个废物！兄弟，快点动手吧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我有急事，没时间跟你们玩。如果不想死，赶紧滚！滚！蔡广大哥可是说，要是遇到你，要好好让你滚上一滚。哈，对了，额外考核开始前，你身边那位美人，蔡广大哥可是看上了，识相的乖乖拱手相让吧。蔡广，哼，那种货色老子还不放在眼里。这考核中我本不想开杀戒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不可能，基础考核都是最后1名的废物，这不可能是你的力量啊！犯我者死！还有谁想上来送死的吗？啊！你在测试里隐藏了实力？一帮废物！可怕，这个人的实力太可怕了。慕容西花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，吾皇看不上你就迁怒于我？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笑话？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，搔首弄姿。分明是你在人家面前卖弄风骚，惹得别人厌恶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哼，嘴上倒是挺会逞能，看我将你这个贱人嘴撕烂！凌云烟，好大火气呀！蔡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小妞我看中了，不如交给我处理。哦，既然你看上了这个废物，我也就给你个面子。这就对了，这么好一个美人，留给我享用多好，毁了多可惜呀！
你们说够了没？真以为今天就吃定我了？小妞，怎么？你以为现在还有的选择吗？我夫君长欢已经快要赶来，在他面前，你们不过跳梁小丑。想要逃命，最好趁早。哼，你夫君连基础考核都掉在最后，废物2个字，知道怎么写吗？那个家伙，老子我动动手指就能如捏死一只蝼蚁般碾死他千百遍。哦，碾死我如捏死一只蝼蚁，那你试试看。长欢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有，来得刚刚好。喜花，你在这里恢复一下，接下来交给我。说碾死我如捏死一只蝼蚁的那位，来与我。一个废物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教训你何须蔡广大哥动手，让我会会你。蔡广，好好管管你手下，别弄得太血腥。我会尽量手下留情，给他留个全尸的。我说蔡四，难道你连这么一个废物都搞不定？这不是基础考核那个废物吗？好像同时惹到了蔡广和凌云烟。这下，那家伙有苦头吃了。哼，怎么，拿出你吃奶的力气啊？没奶吃可以找那娘们儿。混账废物！杀了你！我凌云烟可不是寻常之辈。哼，这点可还不够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哼，不过就是你们口中废物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你用了什么鬼伎俩。哼，到此结束吧，老子可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玩。蔡司已经使出全力，然而这个长欢却一招要了蔡司的性命，这种力量堪比学院里出身的吾皇啊！还有谁不服想上来试试呢？这是一个误会，咱们有话好说。况且，如果你要对付我和凌云烟，同样也会受到不轻的伤，万一被人趁火打劫，真不知道应该说你太过于天真，还是太自信。什么意思？就算你们所有人联手对付我，也难得让我有点皮外伤。这家伙实在是太猖狂了。这个家伙太嚣张了，不过是个灵丹境的废物，竟敢瞧不起我们！一起上吧，你们这帮乌合之众！让这目中无人的家伙知道我们的厉害！一群蝼蚁之辈，不自量力！一群废物，看我亲自收拾他！看剑！哼，就这点三脚猫功夫！自作自受，还有谁不服？之前谁说他是个废物了的？这战力恐怖至极啊！看来这次额外考核第1名的位置会争夺得很激烈呀。面对这些人的攻击，长欢竟然连身上衣物都没有半点残破。看来我和凌云烟不是他对手。凌云烟，我们走。欺负我女人还想跑？你想怎样？你说呢？不动手，你还真当我蔡广是软柿子？接招！就这点能耐吗？别太猖狂了！哎，看来本事不到家呀，让我送你一程吧！覆天手！怎么可能？这威力堪比，不，甚至可能胜过吾皇。必须要用那一招了。老大，别嚎了，想要我的命没那么容易。哼，
命还挺大嘛。该死，保命要紧。长欢，这个仇我记住了。接下来轮到你了，我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人。人若犯我，我必加倍偿还。小看了我，可有你的苦头吃！啊？怎么可能？蔡广走了，我一个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姑奶奶，我今天先不和你计较。你也别太得意，早晚有人会收拾你。靠，这两个人逃跑的够快的。常大哥，你刚才真是太牛了。前胸躲起来我能理解，但唐傲你也躲躲藏藏，真没想到。我路上被人暗算了。啊，你受伤了？堂兄，难道你碰到那什么吾皇了？并非是吾皇一行人，是一行不起眼之人。不起眼的人还能伤到你？莫非是扮猪吃老虎？一个妖异青年，还有4个跟班。常大哥，我已经问过这位堂兄弟了，那4个人就是4侠，而为首那个人的实力不弱于吾皇。看来这次我们2个想要对决，估计是没有机会了。不过我本来还担心吾皇这个对手你会和我抢，这下可好，途中冒出来的高手正好解决这问题。常大哥，这个悬空战场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们有什么想法？很简单，用灵晶砸呀。虽然烙印只能留下10个人，但我可以用灵晶雇人帮忙。虽然他们没有修炼点的，但是有灵晶啊。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就怕不成。悬空战场不简单。咱们先别着急，我表哥还等着我呢，先去会合再说。常大哥，看，前面有一处塔楼。这塔楼被阵法层层环绕，据说还有不少战灵在周围防守。你的速度可真够慢的。啊，表哥，原来你已经到了呀。又一个表哥。常大哥，你亲戚还真多呀。石大哥只是为了行走世间方便一点，对外才称呼为表哥。这放浪公子哥是我真表哥。你小子，什么叫做放浪公子？开个玩笑，活跃一下气氛。事不宜迟，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商量下这悬空战场吧。悬空战场是勇武学院战场之一，也是勇武学院能够傲视整个大陆的原因。在悬空战场中，有3点我们需要注意：一、压制阵法，飞行不能高于树梢；二、隐秘阵法，地面灌木丛以及水中会掩盖身形；三、据点占领，可以调兵遣将。调兵遣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调兵遣将是指一旦占领据点后，除了镇守占领，还可以凝聚出命令操控的占领。也就是说，占领据点后会有占领相随，成为助力，并且据点越重要，占领也会越强，也就越难攻克。如果攻击别人已经占领的据点，据点主人也会有所感应。据点除了有占领守护，更有阵法覆盖，可以选择用蛮力破除，也可以让阵法师找关键处破开阵法。在勇武学院的战场，需要团体彼此密切合作，注意任何风吹草动，占领据点以及守护据点，灵活使用战灵，密不可分。早听闻勇武学院战场试炼整个大陆无人能及，或许个人修为不是绝顶，如果人数上了20-30，就难以匹敌。悬空战场只是最小的战场，学院真正的战场，一旦重伤将会被传送出去，但却不会死人，故而更加激烈。学院的中型战场，据点足有1000，每个据点能够容纳烙印数为100人，在战场厮杀的起码也有10万人之数。10万人混战，有意思，我倒开始期待进入勇武学院的生活了。接下来，咱们该商议下阵型如何安排，可这方面我倒并不是很擅长。
这样吧，大家将擅长之处说出来，让白某试着安排一下，如何？表哥，你竟然还擅长排兵布阵呢！常欢和唐傲，你们一刀一剑，战力最强，作为阵型排头的刀锋，交给我们吧。慕容惜花的剑气，如果不追求威力，能够扩散到方圆百里，这样一来，可以借助你的剑气来提前感知到动静，好做应对。李后，你天生神力，防御强悍，就负责守护众人后方，并随时待命，协助排头的常欢和唐傲。好，那我呢？至于队伍的一左一右，则分别是我和钱太多。钱太多擅长炼药，自身实力也不俗，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任何一人丹药，恢复疗伤，增加战力。这个交给我，没问题。我是战术阵师，除了占领据点破除阵法之外，在行进时也能凝聚移动阵法，笼罩全队进行防御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。我先去解决掉那些战灵，也该我露一手了。虚空洪流！长兄，你也太着急表现了吧，可不能让你一个人都解决完。千剑葬神！居然一下就把2个战灵秒杀了，没有家族帮助都能成长如斯，这个表弟。表哥，该你上了。如果没有阵法师，难道还有人会使强力破这种法阵？阵法师本来就不多，队伍没有阵法师，很多人只有用强力破阵。勇武学院为了锻炼学员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。怎么说？这阵法有什么特别的？全体稳固，流转区域缺陷，还有受力回传。这3连环不说，还有整体交接结构，远程反应连接玉牌。说人话。这阵法整体结构强度，哪怕是灵婴境前来也破坏不了，但在门户位置却是以他们能力能够破除，故而由唐傲所说，有的人身边没有阵法师也能用蛮力破除。然而用蛮力破除阵法所耗费的时间是阵法师破除的3到4倍不止。原因是尽管这个位置极为薄弱，却和阵法整体连接，大部分破坏力会被转移，薄弱部分受到的破坏力非常之少。同时强行破除阵法还会受到阵法反震，并且引发内部阵法，通知占领此处之人，这个据点正在被人攻击。所以这阵法的存在会造成2种情形。第一种，没有阵法师，强行破开阵法，势必会引起此处据点占领之人袭击，激烈交战。第二种，队伍中有阵法师，如果阵法破阵，这股力量会转移到镇守战灵身上，增强其实力。怎么样，常欢，你作何选择？有你这个阵法师在，不用起来岂不浪费？放心了，表哥，几个战灵我还是对付得了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大家做好准备吧。破阵之时涌出的灵气会造成杀伤。以后将你防御能力提升到最强，顶在前面。知道了，长哥，其他人都站我后面吧。这边没问题了，你那边安心破阵吧。破阵！门后面有敌意，大家躲在李后后面。阵法的灵力转移到了镇守战灵身上了。唐傲，你身上有伤，这次冲击就交给我吧。相比那上千战灵围攻，你们几个根本就不够看。横扫千军！这个表弟不简单啊！
娘，常家与我们白家的危难，不仅看我，更要看长欢啊。走，咱们进塔楼。走，咱们到厅堂内看看。如此看来，便是在这晶体上留下精神烙印。是不是他一试便知？的确如此，我能感受到玉牌和这个据点有所感应。这光芒和当初遗迹之中战灵溃散后的灵气类似，只是遗迹的灵气更加精准，远远不是这处据点能够相比。这阵法处于半启动状态，估计启动之后，这个据点就是我们的了。大家都别愣着了，取出玉牌，朝晶体上灌注精神烙印吧。这阵法中爆起的竟然是灵气，而且精纯无比，一旦冲入体内，功法运转间就能瞬间炼化。总院长，您相信了吧？我何时走眼过？悬空战场战灵的标准，起码需要5人联击才能击杀。目前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击杀的只有吾皇，没想到……吾皇？哼，难道就只有那小子厉害？我徒儿唐傲同样也有这个能力。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是不可小觑啊！看来咱们学院将来也能更进一步。塔楼外的阵法似乎有所变动，我出去看一下。被破的阵法居然开始恢复了，笼罩整个塔楼法阵重新开始运转，四周灵气被拉扯而来，战灵也开始重新凝聚。阵法当中竟然还有这么一层，连我都没看出来。你们快过来看，这里有张地图，似乎是和悬空战场有关的。这是战略图，白色表示据点没被占领，红色则反之。如果一个据点正遭受攻击，便会显示红白相间。这么说来，如果在据点内观看战略图，除了这据点拥有者和进攻方，其他人也知道哪里有战斗。如若有人在观察战略图，趁此机会前往，就会导致一个据点有几方人马纷争，战斗更加激烈。虽然我们玉牌内的修炼点正不断增加着，然而一个时辰只有100点修炼点，这数量并不多。那我们打进去就好了。的确，以我们的能力，进攻据点并不算难，但更要小心其他人。况且一旦我们离去，这个据点指不定就会被夺走。夺走就夺走呗，反正我们可以得到新据点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最多占据2-3个据点，修炼点太少，要得到更多修炼点，还是得击败其他人，得到他们的玉牌。不说多了，如果能占据1半据点，那我们一天下来得到的修炼点也非常可观啊。这个想法太难实现，毕竟悬空战场人太多，就算不断淘汰，人数依旧不少。悬空战场范围不小，当你离据点过远，对方攻击占领据点时，根本赶不及回防。你们想那么多干嘛？反正我们能占多少据点就占多少，然后击败别人，夺得他们玉牌修炼点不就可以了？或许这个想法有点狂妄，但我想让整个悬空战场的据点全部是我们的。我也有这想法，可惜太难实现。如果这据点晶体上能留下的烙印再多上不少，或许有办法。可有人在攻击我们塔楼。难怪搞出这么大阵仗，他们中并没有阵法师，只能强行破阵。为避免死伤，悬空战场同步学院战场规则，重伤者将原地留下玉牌，传送出秘境。是来自学院的传言，规则改变了。想来参加考核之人怕将玉牌一起毁掉，
下手不敢太重，为了减少出手的顾忌，故而同步真正战场的规定。重伤自动传送出秘境，这是新增的规矩，还真是来得及时。你们说，像他们这种学员，知道没希望，相比较名次更看重修炼点吧？怎么，想到好办法了？本质来说，他们并非敌人，今后同样是学院一员，彼此之间不过竞争关系罢了。如果给他们远超现在的好处，我相信收服他们不成问题。表哥，如果留在塔楼内防守攻击，有什么优势之处吗？当然，在据点内，除了镇守战灵，其他战灵都可以调动进行防御。只是在阵法中，攻击强度也会衰弱。不过可以将阵法灌输灵气，让阵法被迫时间延长。既然如此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各位先歇一歇吧。你是占领这个塔楼的人，一个人出来是来送修炼点的吧？是不是逞能？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遮天手！这一掌并不是我最强实力，但对付你们轻而易举，想必你们也清楚。说吧，想要我们做什么？如果为了玉牌，那一掌应该就是拍向我们了。大哥，不用想了，他八成是打算像吾皇那样控制我们，把我们当作炮灰，当作人肉盾牌。等等，吾皇，那家伙拿别人当炮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击败其他人，先不夺走玉牌，只是控制他们，在打镇守战灵时，都是炮灰上去拼死拼活，然后他再享用成果。这新规则我想你们也听到了，杀不死人他还怎么控制？可是进入学院后，吾皇这资质天分加上出身学院，想摆布我们岂是难事，还不是得乖乖被控制。这也算是一种手段，但是考核过后大家毕竟是一个学院之人，这样做过分了。不过这样就有理由将这个吾皇踩在脚底下了。是我耳朵坏了吗？眼前这人竟然说要将吾皇踩在脚底。好了，我问你们，如果这样下去，你觉得你们能够得到多少修炼点？或者换个说法，你们想着冲到多少名？修炼点的话，能再拿个几百上千，我想差不多了。至于名次，可能吗？这个塔楼一天也能有1000多修炼点，里面还有4个烙印空位，你们选出4个人留下烙印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兄弟9个自相残杀吗？我是说选出4个人，然后另外5个跟我走，谁叫你自相残杀了？怎么可能？一天1000多修炼点，白给我们4个。算了，跟我进来，跟你们好好说清楚。长欢，你还真把他们都带进来了。这是自然，我要整个悬空战场都成为我们的。常大哥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直截了当跟我们说说你怎么做。我们6人每占据一个据点都会浪费4个名额，并且过段时间还不一定保得住。占领新据点，丢失旧据点，虽然不断在得到修炼点，但获得的速度几乎没什么增加。今后占领据点轮流留下烙印，比如2个据点，我们6人分成2组，每个据点各留3个人的烙印，剩下的7个名额则给愿意留在据点的人，他们负责守护据点，拖延时间，保证据点阵法能够坚持更久。这样一来，离去的人不仅能够保证据点不丢，还能有足够时间返回击退进攻的敌人。那些不愿意留在据点又不愿意跟我们走的人，作何处理呢？这个很简单，反抗的一律轰出秘境，众人平分玉牌修炼点即可。在攻击据点时，我可以带领阵法师用阵法破阵，而其他人也可以用蛮力破阵，同时进行。这样一来，速度更快不说，镇守战灵实力也不会因为阵法破阵实力过强。用这个方法，我们队伍不仅会壮大，而且加入我们的人会得到很多修炼点，远远超出他们自己单打独斗。我们毕竟是一个学院的，在大家都获利的情况，为何不能联合在一起？常欢，你还真是敢想啊！事不宜迟，
我这就去下面房间设置一个阵盘，让玉牌中修炼点穿过时自行均匀分配。那我就提供一些联络晶石，到时候每个据点可以留一个，方便传递消息。我还是不明白，这样一来，名次不一定会拔得头筹，更甚至修炼点会少得多。修炼点名次第一，格局未免太小了。将整个悬空战场统治，这才是我心中的头筹。我想要做的，便是统治战场。你们几人听好了，我们先将两边塔楼占据，然后再朝深处进发。依旧我和唐傲排头，你们在两侧偏后跟进，遭遇敌人听我指挥，不要盲目冲过去。其他4人虽然不是9人中修为最强，却是灵气最为浑厚，留守塔楼才能让阵法坚持足够久。好了，出发吧。你说长哥他们攻占旁边的塔楼要多久时间？不知道。长哥那一掌尽管展示了绝强实力，却不过冰山一角，具体啥实力哪里知道？靠，变红了！你们赢了，这塔楼是你们的了。你不要误会了，我并不是来夺取你们的修炼点的，而是需要你们帮忙。帮忙？我叫常欢，我想统治这个悬空战场。我的对手只是吾皇，和诸位不相干。统治悬空战场，只要你们加入我的阵营，也会有更多的修炼点可以拿。怎么样，加不加入我们的队伍？好，有魄力，我们加入。这个据点，光头你选7个人留下烙印，剩下的人可以在后面的据点留。总之不会亏待每一个弟兄。明白，长哥。兄弟们，下一个据点。这小子好厉害呀！现在跟着他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到现在，常欢身后已经有100余人跟随。这个小子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爽快！在这个城池中，每时辰竟然增加500修炼点。还是大哥厉害！没想到阵法师在战场上如此得天独厚。你们这话我爱听。老大，有人在攻打咱们城池。哦，城里有人啊。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基础考核垫底的废物啊。我是废物，有意思。我劝你们赶紧从后面滚吧。哎，你们听到没有？这个基础考核垫底的废物竟然失心疯，让我们赶紧滚呢！我说你没傻吧？啊，竟然还倒数！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怎么破这个据点。0，哼，谁跟你说我是一个人？兄弟们，攻城！知道了，长哥，攻！给我将城池包围，别让这几个家伙跑了。能攻下城池，实力固然不错，玉牌的修炼点可不少啊！兄弟们，上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些人是哪儿冒出来的？他奶奶的，这考核球啊，玉牌给你们啦！爽，又有200多点修炼点，大家一起干，爽多了！可不是，要是没跟长哥，估计我们早被淘汰了。大家静一下，我有话说。今天大家的表现都很好，只用了1天时间，就占领了整个战场的1/10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统治战场！你们猜下为什么我说要踩吾皇？这因为他控制学员手段不光彩，因为他不把其他人当同窗，还威胁别人。确实如此，他用那种手段控制一群人，所以我团聚诸位兄弟们，就是要踩他们那群人。要做就做最强，这是悬空战场，战那就战个痛快，战个痛快，战个痛快，战！这个小子说的我都热血沸腾了。是啊，我们才是最强，这气势不愧是我的男人。距离考核结束只有1天时间了，如果想统治悬空战场，大家得抓紧了。常欢，
你是队伍里最锋利的人，必须在最前方。那是自然，大家跟着我冲杀便是。兄弟们，走，我们去统治整个悬空战场。厉害呀！队伍的人数还在增加，攻城速度也越来越快了。上百人的队伍虽然不是很整齐，但也有条不紊，并不混乱。这小子的领导能力可见一斑呐！此子今后绝对不得了。总院长，您怎么有空来了？悬空战场改造者是我。这小子聚集这么多人，破阵太快，我自然要来看看。总院长，长欢他并非有意为之，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规矩。规矩？真正生死厮杀，那数以万计武者战争，谁跟你说规矩？院长，您这话意思……考核延长4天，我也想看看这小子怎么做到统治悬空战场。你这小子能让院长为了你一人改动考核规矩，算是第一人了。停一下，联络晶体有消息传来。怎么了？吾皇把我们一个据点攻占，控制了留守的兄弟，不过却往相反方向离去，并未攻占我们其他据点。靠！动我们据点，控制我们兄弟！什么？长哥，去干他！被控制的兄弟给我内应消息，被吾皇控制威胁的人有200多，还有几十个人是他本身的班底，整体实力很强。不得不说，人家核心班底也大多学院出身，比我们强得多。正面抗衡我不能肯定你们一定能占上风，所以我决定改变计划，现在分成4个队伍。小子，我想要看看你到底何德何能，敢放出如此豪言。诸位考生注意，考核延长4天，那个小子，你便用接下来的时间证明看看，这悬空战场如何被你统治。这什么情况？说的是我？长哥，貌似放出统治战场豪言的就你了。哈哈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厉害，学院高层都为了我们将规则改了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的计划是暂时分成4个小队，各司其职，并按照我的标准吸收成员。吾皇虽然控制我们兄弟，同样将会是我们的内应，前期是战略避让，因为我想让我们人数上完全碾压。我负责击败吾皇，你们也能将他的班底一个不留，全给轰出战场，得到修炼点。我们跟长哥果然没跟错，长哥带我们拿修炼点，一切听长哥安排。表哥李厚，你2人带上一队，主要任务是攻占各个据点。好。光头，你同样带一队人，哪里据点遭受攻击，立马前去支援。是，交给我吧。钱太多也带一队人，在占据据点区域来回巡逻，因为你有大量丹药，灵气消耗不成问题。好嘞，大哥。唐傲、西花剩余人跟我，4个队伍统一的任务就是吸纳新成员，必须有凝聚力，其他人全部轰出战场，淘汰出秘境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人。学院给了我们5天时间，对我们来说很充足，统治悬空战场，我们一定能做到。不对劲，唐傲，是有什么情况吗？当时伤我那人的气息就在前方。哼，敢伤我兄弟，走，咱们去会一会他们。其他人散开，将这一处包围起来。老大，那个据点就在前面了，应该还没被人占领。有人过来了，还不止1人。怎么，败在我妖岩手下不甘心，带了帮手，就以为能胜我了？上次要不是你们暗算，不服就再来比过。你不会愚蠢到想用眼神杀死我吧？老大，那人身旁的小子，就是我们说的人。你就是打败我属下，让我丢脸的小子啊！丢不丢脸关我屁事。这据点我要了，
送你2个字：快滚！慢一步，这2个字就变成找死了。有意思，已经很久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，还真是让人怀念。这人交给我。桃，不好意思，这货感觉很欠揍的样子，让给我吧。他让给我，吾皇交给你。可是我也手痒啊。不是还有4个人吗？知道，可那4个家伙太弱了，一个小指碾死一堆很没意思呀。我说你们2个，未免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吧？别浪费时间，猜拳决定。好。3、2、1，啊！竟然输了！胆敢这样轻视我，你们该死！想让我们死，你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。没办法，你们4个一起上，或许能够让我尽兴。小瞧我们4人，只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有意思，那我便领教看看，你们4下联手能让我怎么后悔。老二，你先打头阵去试试他。哈哈，大哥，那你们可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，拿命来！老子，你站着不动，是知道挣扎无用吗？对付你无需多费力气，一招即可。什么？他怎么敢这么有自信？还真是个没用的家伙，都没有打过瘾呢。该死，老二怎么一招就被解决了？你别高兴太早，吃我一剑！看你这气势，可比你家老二强不少。力劈开山，雕虫小技，有种接下这招！怎么会？竟然一点也没有伤到他！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休要张狂！这家伙看着倒是挺唬人的。我的天魔刀啊！大哥，常欢，我要你命！哼，手下败将，经验猛虎，还是这招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覆天手，散！什么？现在连撞击的爆炸都没有，直接被打散了！啊！喂，不要发呆呀！大姐，还有你，赖侠是吧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长欢，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轻易结束的，走着瞧。哼，这赖侠每次逃跑都这么快，可真符合他的名字。长哥真是厉害，那4个人那么强，竟然眨眼间就给放倒了。嘿，过奖过奖。你们看，唐剑神也将那个妖人压着打呀。那妖言显然掩藏了真正的实力，此人体内掩藏魔性，虽然不真切，却比4侠体内的魔性更强，也更邪。邪魔之道，这群人进入永武学院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之前我以为这个剑神之名纯属浪得虚名，但这次全力交手后，对方实力非凡，是个人物。还有同他一起来的那个小子，竟然一人打败了我4名实力超群的战将，可以看出此人能力也是不可小觑。这秘境之中被永武学院密切关注，不能全力示威，不然你们2个，本姑娘算是记住了。你们2个都没有使用全力，这场架打得不爽啊！什么？你这家伙以为我猜不到你想什么？你以为他比你想象中弱，其实他跟你一样没使全力。那人实力肯定能进入学院，有机会让你再战一次。
有点意思，还有这种东西，看来在你身后有人支持。哼，那是自然，长欢可比你厉害得多。哦，这个额外考核当中能有人与我匹敌？你可知道，这规矩都因为我而改，让我……呸！那个规矩是为长欢改的，你算个屁呀！长欢当初就说过，这个悬空战场他一定要统治。你说什么？不可饶恕！当时我留下驻守据点时，长欢已经有100余人跟随，个个心甘情愿，哪像你呀？哈哈哈！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还以为统治战场是为你而改的？呸！你想做什么？长欢的强大是你不能想象的，年轻一代第一人，他当之无愧。该死！他身上怎么还有一块联络晶体？看来他已经把这边的情况透露给长欢了。吾皇发现序号了，我们速度得抓紧。这个家伙估计会有所行动，我觉得方案应该变动一下。变动？我觉得现在这样已经非常好了。我在想，能不能借此机会，将这些跟着我们的人彻底团结起来。陶，你说跟着我们的这群人，整体实力在这一届新学员中如何？上等。其实从很多细节能看出，他们实力潜力不错，品行也上，适合发展成班底。如果能将这些人尽数拉到万象殿阵营，南姑会有什么反应？哼，傻。这想法又不是没可能，你凭什么说长欢傻？西花别激动，唐傲说的是南姑会被吓傻掉，不是说我。在勇武学院当中，这种战场还有很多。如果现在发展出班底，不仅给万象殿省去招人时间，同时在悬空战场一起经历战斗，情谊也建立得非常快，人数非常客观，彼此互相照应，在勇武学院当中如何会吃亏？如果有外出历练，大家一同前往，何其快哉！你这是想建立军团？啥？什么是军团？学院当中有一种学员组织，他们通过在战场厮杀，接取学院历练任务，提升组织等阶，等阶越高，接取的历练任务就越好，奖励也就更丰厚。组织最高等阶便是军团。然而，想要让组织升级到军团，实在是无比困难。整个学院中，组织大大小小，总共有数千之多，但能升级到军团的，总共不过9个。哼，好，那我们也成立一个组织，弄个军团玩玩。听起来的确很有意思啊，不过叫什么名号呢？决然出世。哎，不如就叫绝世吧。在这天地，我们将独一无二。绝世，这名字不错，就叫这个吧。长欢你厮杀起来杀意滔天，就像什么？就像杀神一样。杀神？那我就是绝世的杀神了。绝世杀神。好，那我的名号就是绝世杀神。从古到今，勇武学院当中，从来没有长欢这般妄想统治整个考核战场的狂人，更没有任何一人能够做到像长欢那样将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不是用胁迫，而是心甘情愿。还有白罗天所带的队伍，人越多，白罗天这个战术阵势能够发挥出的实力也就越强，碾压速度堪比长欢啊！钱太多，所带队伍每次跟敌人遭遇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着一把灵晶丢出去引爆，真是人如其名啊！光头所带队伍也是很灵活，每次后方据点被攻击，都能迅速赶到。哎，大哥，你听说了吗？整个悬空战场已经有一半的据点掌控在长欢一群人手中了。二弟，你说的长欢，是把吾皇的据点偷袭得手，
并且还将留守之人轰出战场的人吗？是啊，以前大家怕的是吾皇，现在怕的是长欢。早知道咱们之前也加入长欢的队伍就好了。该死！这个无赖！没想到我的据点都被那几个叛徒偷了给长欢了，还趁我攻打他据点时偷袭攻打下了我的据点。2天下来，一直和我兜圈子，根本抓不到长欢影子。长欢，我饶不了你！这个吾皇名声不错，实力也尚可，却远远不及那个新学员长欢。的确，吾皇简直被这长欢玩弄于股掌间。不断游走厮杀，吸纳成员，并且锻炼作战能力，还拖住吾皇脚步，让他在这一块区域转圈儿。而战术阵师那边却在疯狂攻占据点，扩展属于他们的版图。好小子，最迟再过2天，大局完全掌控在他手中，就是向吾皇出手的时候。吾皇那个家伙已经被我们气得火冒三丈了。吾皇那个家伙还留字条说你是懦夫，谁知道他才是个蠢蛋。估计吾皇要是知道整个悬空战场已经有一半是我们的了，会直接吓傻吧。后天正午，4个队伍将会彻底汇合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凝聚力量，将悬空城池攻打下来，将那吾皇打出去，统治整个悬空战场。吾皇，愤怒到这么失控，可有些不像你啊。哼！能接下我一招，不简单。你是什么人？妖言。我跟长欢交过手了，此人远比你想象中厉害，而且他身边还有一个用剑高手，名叫唐傲。什么？唐傲竟然跟他是一伙的？因此，我们也算是有共同敌人，不如联手。一旦双方开战，唐傲就交给我来对付，长欢就交给你了。唐傲竟然和长欢在一起，看来想打败长欢，还真是要和眼前这人合作。好，我同意。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希望战时你能够拦得住那个唐傲。哼，那是自然。长哥，几个约好聚头的地方就在这里吧。好了，大家休整，随时注意四周动静。啊，表哥，以后。表弟，可没来晚。长哥，我们这趟收获可不小。长哥。哈哈哈！看来我也没来晚啊。哼，我也到了。哼，兄弟们既然来齐了，那咱们就攻城。诸位兄弟，我为我们的军团命名绝世，决绝向前，无人能挡。傲视天下，悬空城便是我们绝世统治战场的第一步。狂妄的小子，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！队长大人发话，干掉他们！少来碍事，去死吧！小东西，不自量力！哼！竟然是实体，那就好办了。过来吧！什么？啊？怎么可能？哎，好大的力气！队长大人这么大的身躯，他轻易就……对呀！啊！人类，赶快从我的身上下来！哼，下来？好呀。不过是我先送你下黄泉。
接下来你们一起上吧。队长都被他打散了，赶紧跑啊！一群怂货。表哥，悬空城门的阵法就靠你了，交给我吧。所有阵法师听令！天啊，这人数，他们居然真的组了军团！本想给新学员一个下马威，没想到却被这个长欢给破了，有点意思。看来他也该出面见见他了。城门破了，兄弟们，冲！想要占领悬空城，要打倒我才可以。挑战成功，按照小队分发奖励；挑战失败，挑战者会被判定出局。你们谁上来应战？就你一个，用不着劳师动众，我来。小子，好大的口气！那就让我试试你的本事。哼，就这2下吗？区区人类，敢嘲笑我，不可饶恕！能走到这一步，你也算有几分本事。不过，到此为止了。再见了。这回是真的要再见了。不过要说再见的是你。什么？雾里看花。好多灵气啊！哇，我的修为突破了！我也是，修为足足提升了1个档次。我竟然没突破，但是我隐约能察觉距离突破灵阶境已经不远，只是还差上那么一点儿。这战灵蕴含相当于1000万修炼点的灵气资源。啊，你是？没想到你这小子竟然能做到这一步，我很意外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你们众人之团结，超乎想象。我是元吉，也是元华院长的双胞胎姐姐，你可以叫我元长老。小子，只剩下1天的时间了，这悬空战场，你可只统治了一半。前辈，剩下的那一半有人替我拿下了，正在送来的路上。哦，这么有自信呢？前辈，您过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这小子做得非常好，短时间内就集齐了这么多人，配合的还如此默契。先给你们点奖励，如果小子你真的统治悬空战场，还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奇怪，这光芒并没有没入体内，好像进入我的玉牌当中。什么？竟然足足增加整整10万的修炼点！谢了，前辈。没想到那位前辈啊，一下给了10万修炼点，真是太爽了！如果没有长哥，我们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收获。给所有人这么多修炼点的奖励，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等额外考核结束。但他现在出现，让大家更感激我，增强所有人凝聚力。难道这位前辈是万象殿的？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前辈如此帮我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但现在也不是思量这个的时候。长欢，你快过来看，这个悬空城据点晶体，不仅每时辰会给1000点修炼点，并且不限人数。真的？悬空城据点竟然不限人数？千真万确。喊大家过来，
是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。这个悬空城据点晶体不限人数，大家同我一起去留下精神烙印。没想到还有此等好事，看来大家的修炼点又可以增加一波了。留下烙印后，大家就在城中各自找地方休整调养吧。后面还有一场硬仗等着我们呢。没想到在这悬空城内，打坐修炼恢复的还真快。长哥，吾皇他们正准备攻打悬空城外的小城池据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多加小心。这么晚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宣布。已经发现吾皇行踪，就在这午夜，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这一战，不可避免的会有兄弟被淘汰出去。就算如此，我们依然会记得，你们是绝世一员，我们能够统治悬空战场，你们的功绩无法泯灭。我希望，当这次考核结束之后，我们在学院内依旧能够携手共进，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名字。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？看你穿衣服都穿得这么臭屁，想来你就是那吾皇了。你便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，还妄想将我踩在脚下的长欢。吾皇，看他们今天这架势，应该早就预谋好了。哟，不错，跟这个家伙勾搭一起，还拉了这么多人。表哥，启动阵法，交给我吧。你想做什么？这个阵法对内封锁天地，没人能够逃得出去；对外则可以防止突然袭击。啊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们被阵法封锁了？对方人数比我们多1倍以上，这要打起来，我们不够人家塞牙缝啊！你不是喜欢控制人以多打少吗？现在让你好好感受一下。长欢，我没惹你，你反而来招惹我，有意思。蔡广是你的人，以为我不知道？慕容惜花和我说过，对他动手的自称武神殿最强一脉。哼，知道武神殿我最强，那你还不滚远点儿？穿一身土鳖黄衣服，还当自己是九五之尊了？长欢，你这个杂碎！游龙枪，我要让你的出言不逊后悔。速度好快，不过速度再快，对我也没有用。有实力才是真正的王道。什么？我修为可是灵阶进9重天巅峰，长欢不过是个灵丹进9重巅峰，竟然打个平手。我可是好久没有碰到，在同龄人当中可以痛痛快快厮杀一番。战，便战个痛快！萧炎，上回没有分出胜负，真是可惜。这次你我痛快一战。哼，随时奉陪。哇，快看，唐剑神也出手了！哇，唐剑神好帅啊！看来勇武学院里，唐剑神的小迷妹还挺多呀。那当然了，唐剑神人又帅又厉害，修仙伴侣最好的人选。快看，吾皇长欢这边又打起来了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就去死吧！枪出如龙。仅仅这么一枪也想要破我的事？
虚空洪流。这一次你是逃不掉的。暴雨梨花，有意思，正好，我也试下我新学的中品战技。百战刀。目前看来，吾皇在上风。毕竟是境界差距，吾皇年纪比长欢年长2岁，这便是优势。不过这结果只是第一次交手，最终谁胜谁负还说不准。不好，早来晚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来。之前就感觉要突破，并用日月轮回秘法的运转，将浑身超过半数灵气压制不动。长欢，接招吧！金行之道，吾皇竟然领悟了修炼之路的金行之路。吾皇不过是勇武学院中比较出彩一人，整个南域图还有多少隐士，谁又能够知道？另外其余还有终极域当中。灵武大陆何其辽阔，当中会有多少精彩绝艳之辈？我还要努力才行呢。金身不灭，啊，这还是人吗？这是何等强大的肉身，才能防御住吾皇一枪啊！力劈开山！这一刀不错。劈！土行之道，没有想到吾皇这个家伙竟然不仅有一条修炼之路，同时拥有了金行之道和土行之道。哼，现在我感觉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糟糕，体内压制的灵气愈加躁动不安，现在的我不是极其不利的。是时候结束了。该结束了？怎么？你觉得局面已经在你掌握当中？你手下可是全出去了。长欢，就算只有我一人，对付你们也绰绰有余。哼，倒是没有看出来你这么牛。原本我以为你最起码有唐傲那般实力，却没想到让我如此失望。不过看你掌握了刀式，应该明白什么叫做修炼之路了。不愧是勇武学院，南域土霸主势力，历史断层后，这种事情也有传承下来。或许你以为你刀式修炼之路要比我更高明。如果我说我全力施展，力量是刚才的10倍，你作何感想？你竟然隐藏了10倍的力量。没错，现在我玩够了，是时候让你为戏耍于我付出代价。可惜呀，可惜。金木水火土，吾皇竟然同时领悟5行修炼之路，5行俱全，堪称无上修炼之路，也是在仙道一个大道之下的小分支，真是个变态。哼，这场闹剧也是时候结束了。什么？这速度！你的好兄弟可被吾皇打得很惨。我以为那个家伙有多了不起，哼，没想到只是个会说大话之辈。
现在常欢发挥的实力，根本远远不及其真实的1%。常欢是绝对不可能败在吾皇手中。去！常欢，长哥加油啊！表弟怎么回事？被当沙包一样殴打，根本就不符合以往的实力。长哥，加油啊！如此看来，这个新学员战略方面的确有点天分，但修为吧，原来是一个说大话的小子，真是没意思。这常大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石大哥现在不在，不然肯定可以看出端倪。二弟这玩的什么套路？让人当皮球踢？石大哥，常大哥，石大哥来了！我说二弟，你还想压制到什么时候？什么？常欢压制了自己的实力？大哥，你来了。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只受了一点皮外伤，他到底是何种实力？你功法根本就只运转了30%，60%的灵气也被你压制。你这个小子是不是要突破了？所以一直压制着。大哥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能被这样压着打？你这个小子，不会边跟他打边突破吗？对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将阵法撤掉，别到时候波及到你们。这半空的劫云，原来表弟不是开玩笑，他是玩真的。收！哈哈，吾皇，有没有胆子跟我打呀？竟然是威力最强的赤白雷霆！我一旦进入雷劫范围当中，威力会增强，同时也会将我列入打击范围当中。如果是普通雷劫，我还可以进去硬扛，打断常欢突破。但眼下这赤白雷霆非常厉害，我未必扛得住。等我渡劫之后，就能好好和你打上一场了。二弟，照老规矩，利用雷劫炼体，直接用身体去抗。好的，大哥。这次雷劫，我只要用雷霆炼体法门和纸杀传授法门一起来炼体，肉身强度定然能更上一层楼。刚才被吾皇一顿打，我定要打回来。来吧！佛道金身，这可是佛道之中最为隐秘的炼体法门诀窍，堪比无上炼体神通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像这种好的炼体法门，比无上炼体神通更加珍贵。难道常欢他们当初在兽王山脉渡劫也是这样？常欢这个家伙不会是披着人皮的怪物吧？常哥，你真是个变态！这难道是知白雷霆？能扛下这样的雷劫，需要什么样的肉身呢？如沐寸光，战！看来常欢雷劫已过，进入修炼阶段。钱多多、李后、白大哥，我们前去给常欢护法。等等，之前跟常欢打斗那小子，他是不会动手的。你们要相信，这个小子还是有点人品的。
没想到这个家伙还算是不错。的确，有点人品嘛。人品你妹啊！我又不是什么大圣人，这种好机会我怎么会放过？要不是和长欢模样有些相似之人使用什么幻术，让我现在无法动分毫，要不我怎么能失去这个解决长欢的大好机会？等等，为什么我体内灵气怎么也感知不到？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竟然能够做出岂不是任人宰割？体内的灵气在疯狂增长，而且日月轮回秘法运转下，疯狂流转着。雷劫之力不仅让我肉体升级为高阶肉身强度，就连丹田灵丹也被雷劫打磨，光彩动人。哈哈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啊，吾皇话也不说，一动不动。哼，看来是大哥对他使用了定身神通。哎，你这枪真是好看，霸气。啊！吾皇竟然无动于衷，这吾皇身上肯定出了什么变故，不然长欢渡劫之后感悟收获，这吾皇也不会无动于衷。现在也仿佛僵硬一般，任由摆布。难道是那个石惊天干的？这个石惊天真是神秘无比。哼，有了，去！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？定身神通，嚯！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二弟，放心跟他打，输了我再帮你揍他。大哥，这恐怕会让你失望了，我可不会给你出手的机会。刚刚好险，现在来了个比长欢还要厉害的人，万一他插手，我1对2怎么能胜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就别多想了。我大哥不会中途出手，接下来是我们一决胜负的时间。那就战！战痛快！游龙枪，遮天手，覆天手。力劈开山，虚空洪流，佛怒夜叉，惊焰一刀。常大哥实力竟然如此恐怖，简直无敌于同阶之人。不知道被誉为这一届新学员第1人，吾皇能扛住这些攻势吗？长欢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击败我？太天真了，坚定不移。这些都是我们武神殿的绝学，在我面前用这个班门弄斧，呵呵，这一招我看你怎么办。五行合一。这个吾皇还真是有意思。石大哥，这个五行合一很厉害吗？灵气属性当中最为强横的当属阴阳2种。仙道武者，如果像吾皇这种五行灵气皆有，就有可能五行合一，凝聚出阳属性灵气。同样，如果是魔道武者拥有五行灵气，将5种灵气合一的话，那么就可以凝聚出阴属性灵气。长欢，尝尝我这一招的威力吧！来吧，惊焰一刀！长欢，常大哥，表弟，吾皇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这一下，长欢这个小子要输掉了。啊？难道就这样输掉了？输得不冤，五行灵气本就无比罕见，
千万五行属性之人，也不过1、2人能够凝聚阴阳属性。长欢，常大哥真帅！这个长欢难道被吾皇打败，受不了打击，走火入魔了？不对劲儿，如果走火入魔，那应该是疯疯癫癫的。但你们看长欢那双眼睛，却无比清醒，就仿佛杀神降世。就算你装神弄鬼，也改变不了落败事实。呀！落败？哼，看样子，过于自信的反而是你啊！好快！再试试！该死！狂龙旋风！哼，这点威风也敢拿出来？横扫千军！看样子你也不是很行嘛。长欢的情况简直就跟走火入魔一样，状若疯魔，身上充满杀意。按照常理，这样的情况早就是失去理智，变成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怪物才对啊！但长欢除了表现是疯魔一样，神智却清醒到可怕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这老弟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长欢，你可别太过于得意了。按摩力度不错，值得嘉奖。接下来到我了。这好险！注意力集中啊！年轻一代第一高手。想跑哪有那么容易？长欢，这个是你逼我的。怎么，这是要认真起来了吗？有意思，那就看看谁更厉害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竟然靠近不了他分毫。吾皇的阳属性灵气在不断的发生变化，前面吾皇身上阳属性灵气如光辉，那现在就如那熊熊烈火在疯狂燃烧。这一招是我最大底牌，在此之间，我有一点要和你说明白。什么事？蔡广是我方一员不假，但这1个多月，我都没有吩咐他做任何事，包括要你女人。你知不知道，在那么多人面前污蔑我，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？我和吾皇从开始厮杀到现在，我如此愤怒，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蔡广说他看上西花，要掳走西花一事。但是现在听到吾皇所说的话，却不是那么一回事。难道有人暗中搞鬼？我说这个，是不想我们2人被当了一次枪时，还一直被当枪用。出全力吧，堂堂正正决一胜负。长欢，正有此意。不过你介不介意我问下，为何我当众误会你会害得你很惨？吾皇为什么会有如此恐惧的表情？难道那一番误会的话语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吗？长欢，你给我去死！这龙吟声竟然是从吾皇口中发出的。这个小子，难道……这个长欢竟然能逼迫吾皇使用这一招。
吾皇，我为误会你说声抱歉。可这个悬空战场，只能有一个人成为霸主，你必败不可。废话，来吧，纵游天下！杀神顺刀斩！我输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个很不错的对手，出去不应该太狼狈。你也一样，但你终究还是害惨我了。这笔账我不会忘记的。吾皇这个家伙到底有什么苦衷？我到底哪里害惨他了？绝世！绝世！绝世！啊！长欢竟然真的将吾皇打败了！长哥真厉害！等长哥出来，我们也要加入绝世！长欢，恭喜啊！啊，你那边情况咋样？那个妖言呢？逃了。那个妖言竟然还会逃了？哼，算了，先不管他了，让我们一起统治整个悬空战场。距离额外考核结束还有1整天的时间，兄弟们，是时候统治整个战场了。常大哥好样的！长欢他们来了，大家快跑啊！快跑！啊，这……哟，两位这是要往哪里走啊？要不要我送你们一程啊？没想到长欢这个小子，竟然真的做到了统治战场。这下子可是有趣了。额外考核时间正式结束，请各位考生传送出秘境。考核结束了，大家各自传出秘境吧。额外考核延长了这么多天，外公和红颜一定等急了。二弟，你在里面可搞出不少风浪啊！石大哥，让你久等了。大家辛苦了这么多天，先到学院内安顿下来再聊吧。哎，唐傲，你是学院出来的，给我们介绍介绍吧。好，那你们跟我走吧。现在你们跟着我前去的方向是学员生活区域，那一边则是导师生活区域。至于前方，是整个学院战场、修炼点、兑换功德殿等等建筑所在。通往功德殿的路上有不少悬空走廊，这些走廊通穿梭在深山密林内，有灵兽生存。竟然还有灵兽，看来学院当中也不是绝对的安全。不过学院内有灵兽，届时历练倒有不少好处。走，我们先去生活区去看看。开始被淘汰的人已经在下面选好住处，你们也可以去选择。不过在选择之前，我有一点建议要和你们说，你最好尽快去登记你建立的组织，只有成为团队，才会在学院当中得到更大的利益。那前面那些房子是干嘛的？下面那些大小不一的大殿，是用来作为学员组织的基地，其中好处可是不少。绝世的兄弟们，你们赞同大家伙一起选择一块区域居住，还是各自找喜欢的？哈，成哥，当然是大家住在一块儿啊。对呀，大家距离近了，一旦出什么事儿也好有所照应。那好，兄弟们，我们去找个好地方。常大哥，你只管带路便是。兄弟们，一起走啊！这地方倒是不错，环境好，地方大，兄弟们住里面应该够了。就在此处落脚吧，兄弟们可以各自去选屋子了。哎呦，这个地方真不错，我得赶紧找个好房间。
哎，这房间归我了，你们别跟我抢！都别抢，有啥好抢的？有的是房间。外公、红爷，永武学院当中家属是不能进入的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们住在学院附近的家属住处区域了。长欢哥哥，你安心修炼便是，不用担心我们啦。诸位新学员，请务必正午前到中央广场。我是永武学院总院的院长袁华。首先要恭喜大家通过考核，成为学院的一员。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说一下，在学院当中你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。原来这就是总院的院长，和之前见过的元气长老长得还真像。长欢，你是加入武神殿还是万象殿？吾皇，你这个脸是个什么情况？我记得跟你打架的时候不是这样啊。以你的修为，这种皮外伤，只要灵气稍微流转一下，应该就能复原了吧？不准笑！还不是长欢这个混账害的，不然我能这样？你是说我误会你派蔡广打西花主意的事情吗？既然误会一场，那为何？是他未婚妻，他在家特怕老婆，所以……原来如此，吾皇的未婚妻肯定是因为那场误会，把他暴打一顿，还不让他用灵气恢复皮外伤，是也不是？难怪你说我害惨你了，搞半天在外威风八面，被誉为年轻一代第一高手的吾皇，竟然惧内。你们懂个屁！这叫疼，不叫怕。好一个疼，不是怕呀！哎，话说回来，我会加入万象殿，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好，那我也加入万象殿。哎，你脑子不是被我打坏了吧？你不是武神殿出身吗？谁说的？我是永武学院出身不假，怎么成了武神殿？那你也不至于要加入万象殿吧？都说战力强横之辈都是在武神殿啊。长欢不用说，唐傲、白罗天你们两人更深不可测。李后也是难得的高手，我想你们都是加入万象殿吧？所以，你们这等高手都到了万象殿，我在武神殿体不无敌，高处不胜寒呢。我还是继续听院长的话吧。你这家伙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怕老婆爱装。那些没用的就别听了，浪费时间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长欢，在我往下说之前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。吾皇，你有什么事尽管说。让我加入绝世，包括几十名一直跟着我的兄弟，除了那个蔡广。啊，你这……正如我之前说的，真正有用的东西，院长才不会说。整个学院最重要的是学员组织。组织是什么？组织是永武学院一个特色。学员在典籍殿申请成立一个组织之后，其他人可以选择加入。而最重要的一点，一旦加入组织后，将永远不能退出或转到其他组织，除非这个组织解散。这么说，只要加入某个组织，就等于和这个组织捆绑了，荣辱与共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荣辱与共。而且组织的等级越高，对于组织里的成员就越有利。组织总共分为9个等级，人数是没有限制，但每个等级不同，也会享有不一样的待遇。首先第一点，组织等级越高，能够申请的组织总部，也就是那建筑群的大殿，将会越好越大，能够享受到其中的好处也就越多。其次便是聚灵阵法，组织等级越高，总部大殿的灵气浓郁程度也就越高。这样一来，这个组织学员修炼速度自然也就越快。第三点，那便是折扣。组织等级越高，使用修炼点兑换物品时，
价格也就会越低。至于第4点，学院的任务大殿，除了单人任务，还有团体任务。同等难度的团体任务，比单人完成的学院任务奖励的修炼点多出数倍。是不是组织等级越高，能够接到的团体任务奖励也就越为丰厚？没错。总之，如果你是一个独行侠，那么在学院当中享受的待遇远不如组织成员。那怎样才能提高组织的等级呢？组织等级的提升，通过进入类似额外考核那样的战场，可以得到组织战场值。而组织一旦到了最巅峰的9级，那便被称之军团。整个勇武学院目前为止，不过只有7个军团而已。你无法想象学院当中的军团有怎么样的权利。修炼点兑换折价1半，优先领取团体任务，修炼点奖励增加3成。额外考核的奖励已转换为修炼点，大家可以去点击店用身份玉牌领。对于额外考核出色表现的常欢以及他们自发组织的绝世团体，学院商议后决定给予他们特别奖励。今后绝世军团便是学院第8个军团。刚刚院长说的是军团？没听错吧？整个学院一共才7个军团，这小子何德何能？啊！你已经提前知道我们绝世将会成为军团？因为你们表现实在太过于耀眼，所以学院给予你们这个特别奖励，直接成立军团级别组织。这个太够意思了！勇武学院的军团，那个是用灵晶砸不出来的。我想吴兄你提出加入我们绝世，不仅仅是为了军团这个好处吧？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况且我尊重强者，更佩服绝世的成立。而且我也是新学员中的一员，我不想绝世军团被毁掉。毁掉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人刚刚进入学院，大多是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却直接成为了军团，的确会让其他人心中有些不平衡。现在直接成为军团，进入战场是不可避免。到时候那些军团前辈们，也就是说，那些老军团想要狠狠地踩我们了。我吾皇怎么可能任人踩在脚下？你这话倒是对我胃口。既然那些老军团不服，想要教训教训我们，那我倒要让他们看看，什么叫做年少轻狂。各位绝世的兄弟，大家都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学院这次给了我们绝世组织军团的奖励，而军团的丰厚奖励大家也都了解。尽管我们已经拥有成为军团的权利，但毕竟还没有申请组织，只有申请成立后才能提升成军团。所以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前往点击店报备，并取得身份玉牌。大家先各自出发，领完玉牌之后再集合。各位也都去领取身份玉牌吧，组织申请的事情我来负责。领取身份玉牌的殿堂大排长龙，申请组织这边倒是冷清许多呀。前辈，我来领取我的身份玉牌，顺便申请组织。你便是那个新人王常欢吧？我早已听说过你的姓名了。该，这是你的身份令牌。哼，多谢前辈。记住，身份令牌在学院当中是非常重要之物，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，一定要妥善保管。前辈，除此之外，我想要申请组织，成立军团绝世。你们的组织直接被提升到军团，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。申请组织需要借助你手中的身份玉牌，整个勇武学院的信息都被阵法连接着。如果想要申请组织，只要借助身份玉牌，开启阵法申请即可。
阵法出现后，相关信息也会直接显现在你的脑海当中。果然有信息传来，好像是关于申请组织的一些必要信息。想要接收成员，只要让他们在那阵法中选择加入即可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前辈指导。等等，长欢，如果可以，最好小心老的军团，避免和他们交手。相比之下，你们还是过于稚嫩。多谢前辈的建议。不过即使我们是新学员、新军团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挫败的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等吃到苦头后，自然会明白差距的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我来说明一下，我已经申请成立了绝世军团，大家只需站在阵法范围之内，并选择进入绝世组织。填入自己的信息提交后，我这边予以通过，便加入绝世军团了。哼，其余的兄弟也别站着了，一起过来吧。好的，成哥。成哥。好的，成哥。看样子人员已经加入的差不多，绝世应该出现在战榜之上了。啊，战榜？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听着像是学院中组织的排行榜。和你想的差不多，不过这个排行榜跟组织等级没有关系，完全是按照战场成绩来评定的。这个战榜总共分为天、地、玄、黄4个等级，以组织在战场中取得成绩来决定战榜排行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榜单，名字就叫做等级榜。相比之下，战榜这个榜单更有含金量。不过说起来，在战场当中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建议？什么叫做好建议？纵然直接成为军团，依旧还是要从最基础做起。你肯定误会了，学院当中的战场是分等级的，例如灵劫境的战场，只有这个等级的修为才能够进入。那我们还担心什么老牌军团老打压我们？更高境界同样可以进入其中，只不过修为会被压制在灵劫境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没有境界差距，他们不服气想要踩我们，尽管来好了。你这个想法太天真了。你们这些新人跟老军团比，根本是一个天一个地。的确，你们在额外考核当中做到的非常了不起，但毕竟那时候你们的对手同样是新学员。可如果对上老组织，别说军团了，甚至是老牌的3级组织，你们都不一定能赢。靠，你谁啊？说什么话？就是啊，我们怎么样？你凭什么？别急，此人没有恶意，只不过一上来就说上一通，却不自报家门，有些不妥吧。他是战榜组织排行第2千灵军团的军团长柳风铃。哦，按道理这些老军团不应该是想着压上我们一压，眼前这个家伙反而反其道而行。吾皇，我就猜你会加入绝世，看样子帝尊对你的刺激不小啊。这位学姐，你这话是？帝尊是95军团的军团长，战榜第1。当初帝尊曾说，新学员没有资格进入战场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没有执行力，如一滩烂泥。当然，这种说法我并不赞同。吾皇这小子却直接和帝尊杠上，破口大骂，还动起手来。这小子说，谁都是新学员走过来，纵然新学员也有享受学院的权利。尽管后来他被帝尊打成了猪头。吾皇，你之所以在悬空战场那般行动，是想要新学员感受学院内残酷，打磨他们锐气吧？可惜用错了方法。这点上，常欢的确比我强太多。有空打一场。好。对于敬佩的人，唐傲这个家伙就想着打一架。不过，我可不会管老军团新学员之间到底有什么差距。
如果他们来，我接着就是，何惧之有？哈哈哈哈！长哥说的对，何惧之有？最多就是打输罢了。我现在好像有些明白，为什么在额外考核中，常欢他们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。起码他们先不去考虑失败，而是敢去做，毫无畏惧，勇猛、果敢、杀伐果断，这是军团立足必须的气质。常欢，千灵军团和王战军团会尽可能的帮助你们。绝世军团有什么需要的可以找我们，包括练习。为什么你们2个军团会如此帮助我们？我王战军团和千灵军团都是万象殿的组织，而另外5个军团都是武神殿的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生力军呢，当然要选择帮助你。小伙子，我叫王二，是王战军团的军团长，以后对练可以找我，但提醒一下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王二，哼，你们想笑就笑吧，反正本姑娘也是习惯了。王师姐，有意思。说起来，你们还没有前去总部吧？军团组织的总部可是好地方呀。王二要是不说，我都差点忘了这事儿。不如一起吧，我倒是也想看看绝世军团总部是什么模样。好。我们到了。军团成立之后，在这个传送阵就有连接你们的总部的通道，只要站在上面说出你军团的名字，就可以启动传送阵了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绝世军团，地面震动了。放心，是阵法正在启动中。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是你们的总部，虽然某种意义上合情合理，但未免也太大了吧。常欢，你这个臭小子运气真好，得到的总部竟然有这么大。的确，军团当中总部最大的原本是帝尊的95军团，而现在看来，不过你这悬空岛的1/5呀。运气罢了。2位师姐，我们先进城吧。等下。虽然我们也能够穿过顺门前来此处，但我们不是你军团之人，是无法穿过屏障进入悬空城的。需要将灵气灌注到玉牌当中，激发其中阵法，凝聚出一道灵气护盾，随后便能穿过那一层阵法进入总部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这就带2位师姐进去。话说，当初我们参加额外考核，好像也是在悬空城吧？再次看到，还真是怀念啊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这悬空城跟秘境其他地方似乎不同。的确，这儿的景色仿佛没有任何变化，好像时间没办法影响这里一样。难道是时间停止吗？小子，我给你们军团的总部可还满意呀？袁长老，你的总部竟然是袁老送的？你们也认识袁长老？永武学院内整个秘境的战场都是袁长老设计，并且其中战场阵法的构造也由他来主导完成。袁长老在永武学院之外还有着一个外号——黑死神。当初跟着他的军团名字叫做死神军团，在外做任务时有胆敢来犯者，尽皆诛杀。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，年少轻狂，不值一提。袁长老，这个总部非常不错，我很满意。袁长老在永武学院之中地位何其之高，遇到重大情况，袁院长也会以袁长老意见为主，此刻却如此青睐常欢。小子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我打个赌啊？没问题，我赌。你这个小子，难道就不问问我到底要和你赌些什么？赌什么都不重要，何况
我相信袁长老不会害我的。你小子很不错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想问我什么？如果给你2年的时间，能不能让你们绝世成为战榜第1？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有志气，可我要说的是，我不信。要做到这么一点，没那么简单。我说前辈，你到底是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和你对赌，如果你输了，就必须要将绝世解散。解散绝世？如果赌约真的输了，解散绝世军团，那么之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。我曾经说过，我们绝世既然要做，那么就要做到最强。现在我只想问你们，怕了吗？不怕，这个我们赌了。跟长歌在一起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前辈，如果我们赢了，又待如何？我倒要卖个关子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想来以前辈的身份，若真的赌输了，也不会吝啬。你这个丫头的军团在战榜上排名好像第4吧？袁长老，我的王战军团目前在战榜上已经提升到第3了。第3，倒是不错。小子，让你们绝世军团和王战军团对练一番，怎么样？王战军团也是老军团，跟他们交手不但能够了解老军团到底有何不同，也能找出我们现在的不足之处。同时万象殿一方也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，可谓百利而无一害。王战军团出500人，在一个灵洁境的练习战场和长欢这边所有人厮杀，哪边人先淘汰光，则哪边算输。什么？对战王战军团不至于绝世的所有人都出战吧？不用这么多，对付长欢他们，我们王战军团何须500人？我知道你们2个现在想些什么，不过你们先别急着反驳我。如果待会儿对练，绝世军团能够打败王战军团，绝世军团每人1万修炼点，如何？那可是用钱买不到的修炼点啊！长哥，我们要参加。袁长老，不知道选哪个练习战场？灵洁境56练习战场，那儿已经被我限制，只能你们2方军团总部能进入。去准备吧。明白了，我马上去准备。长欢，战场见。王师姐，我送你出玄空城。他怎么往玄空城大殿走？跟我过来，你便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整个秘境相比勇武学院只大不小，秘境当中一块块区域被分割成各种战场，这些顺门则能够快速前往。前辈，这些战场当中具体有什么区别？境界之分，你自然明白。至于这些战场，则根据范围大小来决定。勇之战场，人数限制为250人，算是小型战场；武之战场，人数限制为1000人，是中型战场；勇武战场，人数无限制，是大型战场。这些战场的人数限制，并不是指整个战场容量，而是每一个组织能够进入的人数，同时也表明这个战场据点内能够留下精神烙印的数量。勇之战场只能够容纳5个组织，至于武之战场则能容纳10个组织。勇武战场中能够整整容纳25个组织。武之战场和勇武战场只有灵阴境境界才能够进入。王战军团应该准备好了，你去试试吧，看看跟老军团相比，你们到底差些什么？可是练习战场那么多，怎么才能跟王师姐那边进入同一个？很简单，像你们身份玉牌灌注灵气，穿过顺门时会浮现信息，选择56场地即可。多谢前辈，我去召集兄弟们来这里集合。兄弟们，让他们知道，我们绝世是狮子，我们从来就没怕过。绝世军团道无所指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
钱师兄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让那些老军团小瞧咱们绝世。好，那我们这就去练习战场吧。长欢，不用担心，我们这么多兄弟，没事的。我自小在勇武学院中长大，老军团和新学员之间的差距如何，我深有体会。长欢，这一次对练，估计会让你明白的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我们进去吧，别让兄弟们等着急了。这里就是出口了。长哥，兄弟们都到齐了。这个练习战场跟当日额外考核类似，不会受到重伤。一旦身体受到无法承受的攻击，就会被传送回总部。对战开始，被完全淘汰的一方，就算是输了。加油吧，年轻人！哎，不是说练习吗？他们的人呢？就是啊，他们怎么一个人影都看不着？啊，常大哥，刚才在右边，我好像看到了人。大家小心点，他们很有可能从右边袭来。大家都跟紧点，慢慢向前推进。看来常欢他们进来了，即使能在额外考核统治悬空战场，但毕竟还是菜鸟。那帮菜鸟有近1000人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吃得下？哈哈哈哈哈！王老大，你这不是在说笑？就是，一帮乳臭未干的毛孩，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战场。好了，就用3方凿战术。有人做诱饵吗？王老大，我带几个兄弟去陪这些小子玩玩。哼，这活儿挺适合你，先去吧。好的，王老大。剩下其余人，和我出发。是。我见过太多的新学员组织，在进入战场后都是不可一世，横冲直撞，反而败得更快。常欢他们却以不变应万变，小心谨慎，行为并没有像口气一样那么自大。在新学员的表现当中，他们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。臭小子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有人来了，大家小心！新来的师弟师妹们，让我来告诉你们，什么是江湖的险恶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的能耐。大家退后，让我来会一会他。呼呼！尝下我们王战军团的厉害吧！消失了。他的速度太快了，快得让人看不清本体。你的目光追得上我吗？还差得远呢，小子！不太对劲，这是爆裂感。嘿嘿，新生果然就是不堪一击。哼，一点小伎俩而已，太小看人了吧？难怪王老大有提醒，这届新生里有几个强人在战场被压制修为，简直堪比各军团的军团长，以及8级组织首领。呵呵，我可不指望一根爆裂杆能打败你们。看看你的脚下吧。什么时候？果然还是上当了，这小子，毕竟经验不足啊。不好，又有人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。唉，还是年轻呀，这点小招数都没有躲过。王师姐，哼，
该不会觉得这样就困得住我吧？什么？竟然震碎了！常大哥，你太帅了！绝世所有成员听着，记得在悬空战场的时候吗？凝聚在一起，跟他们对冲。是。战！哼，大家一起上，把绝世军团从练习战场打出去，一个不剩。情况不妙，表弟，我负责阵法，你带领他们抵抗。好。当初跟我的阵法师小队，速来助阵。退！大家呈防御阵型排开，分散抵挡住他们这一波攻击。哈哈，以为这种程度的阵法就能挡住我们？冲啊！让这些菜鸟知道我们的厉害！哎，吾皇，你这家伙在勇武学院长大，难道就没什么经验？因为一些原因，我在1年多以前才被长辈公之于众，战场都没怎么去过，哪里有什么经验？不会吧？你被关小黑屋关了10几年，你家里真是厉害，对你那么狠。少废话，你和长环做主力，我组织其他人手从旁协助。别说废话了，做好准备，阵法要破了。表弟，怎么办？也撑不住了。就算是输也要让他们看看，纵然是新学员，也并非那么好捏。哼，好小子，我就陪你玩玩，师姐亲自送你出去。想这么一锤就将我击败，王师姐有些小看我。王师姐是自己，还是别动用兵器，以防误伤吧。好小子，那再尝尝这招紫雷拳。这一届的小子怎么这么变态，简直比吾皇那小子还狠上一分。哼，小子，不得不说，你的确很强，可这战场并不是你一个人强就足够了。可恶！尽管王战军团这边也有200余人被轰出了战场，但绝世军团这边只剩下了4人。我想应该不用继续了吧。小子，这一次对练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？差距，我已经明白我们和老军团的差距了。那赌约之事，可有后悔？反悔？哈哈，这点失败，还不能够让我们就此退缩。这一战之后，长欢不但没有受到打击，反而斗志比原先更加强烈。你小子不错，我就等着你们。今后绝世军团的导师，我当了。什么？长欢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呢？袁长老竟然主动做他们军团的导师。有元老做导师，绝世军团日后不可小觑。好了，暂时就这样吧，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你们稍后向玉牌当中灌注灵气，便可以离开战场了。小子，我碰到过的新学员当中，你们的确最强啊！绝世军团想要登顶战榜第1，恐怕不会太简单。啊，王师姐他们离开战场怎么需要这么久？当初在我们额外考核战场时，可比这快多了。额外考核是经过特殊安排的，如果在战场当中随时离开，那还怎么打？柳师姐，你们几个军团这么强，应该是属于即将出师的学员，怎么还待在学院里了？那是因为2年前勇武学院曾派过一些导师，以及年长我2岁的学长离开学院，去终极域历练。
然而他们却下落不明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。只有少部分学员被分去了其他地方执行任务，才幸免于难。这么算来，南姑就是那一届的学员，被万象殿下海罚来了落日城，反而恰巧躲过这一劫。学长们大部分失踪，剩余幸免的一部分人离开永武学院，跟导师继续寻找；另一部分极其优秀的提前出世，成为了导师。永武学院这个遭遇，背后定有更大的阴谋。南姑提前解除惩罚，回到永武学院，估计也有这么一层原因。我先回去了，今后如果需要对练，尽管来找我。那就多谢柳师姐了。啊，吾皇，为什么元长老说做我们导师，你们这么震惊啊？导师就相当于我们组织的靠山，而且很多时候外出历练都得靠导师。如果有了一个好的导师，那么导师的资源也可以给学员组织来用。例如组织导师是一名阵法师，就可以让他帮助组织总部改善阵法，提升聚灵阵的威力。永武学院就有不少组织的导师是阵法师，将总部聚灵阵改进的程度直逼军团总部聚灵阵效果。而元长老在永武学院当中地位超然，更主要的原因是负责战场，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战场资源。要知道，整个永武学院人那么多，战场的数量可是有限，有不少学员组织经常无战场可用。同时，寻常导师有短板，例如阵法师导师，在战场和修炼点等方面就没有办法给组织多大帮助。但元长老是什么人？学院院长可是他亲妹妹，可以说在任何方面，他都能给绝世军团支持。如此看来，我们运气不错，找到这么个变态导师。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当初我准备让华姑姑做我的皇族导师，她都没有同意。华姑姑？我是元华院长捡来养大的。你小子行啊，院长是你姑姑啊，有点意思。走吧，那些弟兄们还等着我们呢。好。团长，我回来了。幽儿，怎么样？果不其然，武神殿那边5个军团聚在一起，似乎在商量些什么。的确，他们紧张一点也是应该的。我和王二联手，那边不过勉强压我们一筹。现在绝世军团横空出世，打破这个局面，他们就耐不住了。幽儿不明白，团长和王二就那么看好绝世？一群菜鸟纵然是军团，恐怕也名不副实。可还记得去年狂霸那个小子进入学院半个月后，东拉西扯5000多人挑战王二的事情？自然记得，好像王二就带了500人吧，不过只损失30多人，就将狂霸他们给轰出去了，成为一个笑谈。刚才对练，王二带500人对绝世1000人，却损失了200余人，并且还剩下常欢、唐傲和吾皇3人。如果继续下去，这3人恐怕能带走100人。这……吾皇堪比帝尊的绝世天才，被院长抚养长大。1年多以前横空出世，本来要加入武神殿，跟常欢不打不相识，反而跑到我们这边。唐傲当初被称之为剑神，南天收养，实力以及剑道同样恐怖无比。至于白罗天和钱太多，深藏不露，也很不简单。且不提天分上乘的李后、慕容惜花直流，这些人的核心常欢就更不用多说了。已经有人暗自评估，这些人都是有团长潜力的天才。我和王二都是万象殿，竞争无所谓，毕竟是一个阵营。但武神殿那边就急了，怕被挤下去了。那我倒也很期待，常欢他们能走到哪一步呢？不知道这次对战后，大家会不会因为这次失败而受到打击？不要担心了，我相信我们绝世军团的人没有那么脆弱。赶快进去看看吧。
各位兄弟，真是刺激！这老军团的学员实力就是不一样啊。的确，比额外考核有意思多了。跟这样的强敌交手，那才刺激啊！不过这次我们也学到不少。看来是我真的想多了。爵士军团这些人倒是和你很像啊。这次的失败并没有让他们气馁，反而激起更强的斗志。大哥，关于这个战场，今后便让我来教你吧。我敢保证，2年之内让爵士军团成为战榜第1。大哥，你实力强，见识广，这个我认同。但这集体混战，你也懂得吗？你这个小子，你大哥是什么人还不清楚，竟然怀疑我！哼，当初我石惊天可是被称为妖族第1战神，跟那佛道西方教厮杀。你小子以为我是单打独斗不成？以前我可是听老爷提起过妖族和佛道的战斗，那等层次的战斗，不是勇武学院战场能够比拟的。哼，尽管整个战场谋划不是我负责，但带队厮杀，我可是妖族当中数1数2，不然怎能有战神之名？当初大哥带的队伍人数有多少？我带领的并非大部队，而是精英队伍，有个近10万吧。有这么多人，那勇武学院这种战场，对于石大哥来说，不过是小儿科。哎，大哥，后面的安排你干脆跟我们大家一并说了吧。兄弟们，现在在我们这儿有一位经验甚至比导师还要丰富的前辈，今后关于战场一切将由他来指点。他是我结拜大哥，我这身修为能如此之强，有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指点。常大哥的结拜兄弟一定很厉害。哈哈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能和常大哥一样厉害了？首先要称赞下你们，最起码你们敢拼敢打，唯一差的不过是经验。像这种堪称为战争的厮杀，当众人聚拢在一起，除了主将，其他个人实力很难凸显。但这并不代表个人实力不重要，你个人越强大，整个爵士军团就会更强，这是基础。然而，王战军团还有3点领先我们：战阵、战术、协调。原来是这样。首先，关于战术，当群体厮杀时，所应对措施不是简单的聚拢在一起，这个等到日后训练时我再详细讲解。而所谓战阵，是专门为群体厮杀而诞生，越强的战阵愈加变化无穷。白洛天，到时候我会亲自教你什么是战阵，不过到时候你可有的忙了。多谢石大哥指点。学了战阵，你便要帮我让那些家伙明白，他们那所谓的战阵狗屁不通，无非是一些垃圾。最后，协调这一点，说到底无非是配合，需要锻炼出来。那王战军团众人，无论飞遁行军还是出手，跟你们有何不同？虽然在额外考核当中，我们几天磨合有那么一定默契，但如果仔细观察，大家飞遁速度各有快慢，出手攻击也是先后而出。相比之下，王战军团那边行动起来整齐划一，凌空飞遁速度相差无几，出手机会也都是同时，而且分工有序。也就是说，群体厮杀大家速度保持一致，可以让整个队伍稳定性大大增强，而且出手越整齐，彼此灵气攻势威力合2为1，契合度也会越强。这样的攻势在战阵加持下，威力更甚。现在我建议，后面5天，你们先将自身突破修为稳固，将额外考核的收获消化，将那些修炼点兑换成需要的东西。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实力。啊？为什么接下来不是加紧训练？稳固突破修为，对训练有影响吗？现在你们大多刚刚突破，加上修炼点兑换资源后，你们的修为还会提升。这个状态下，强行训练的效果并不好。的确像石大哥说的，当大家状态都彻底稳定下来，再训练起来，彼此配合也会更好。既然如此，那这5天时间，大家就各自去用修炼点兑换奖励巩固修为。5日之后的正午，
大家再来总部集合吧。知道了，长哥。哎，唐傲、吾皇、西花，我们也去功德殿看看吧。好，我正有此打算。整个大殿中怎么没有功德长老？在功德殿中使用修炼点，并不是找学院之人兑换，而是自行进入这些房间中。一旦进入房间，便会关闭大门，启动阵法，将整个房间封锁，然后用玉牌连接阵法，选择你想要兑换之物，会有阵法将你选择之物传送过来。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学员隐私。就算你兑换了好东西，只要自己不说，别人不知晓，也无法动贪念。这个功德殿倒很有意思，赶紧试试看。哎，我就选这间吧。还真是奇妙，想得真周到。就先从战绩开始看吧。啊，竟然有刀道的残缺战绩，不知道是不是绝世一刀的残缺部分，我得仔细看看。此战绩威力无穷，潜力无限，却是承上启下关键部分，故而修炼下来威力大打折扣，实不存一，对之慎重。此战绩只有一招，名为绝唱一刀。绝唱一刀，这个名字岂不就是富贵险中求？单凭着绝唱一刀，我就有70%把握。这个战绩就是惊艳一刀后面一部分。这绝唱一刀显然不是原本，而是转录而上。按照石大哥所说，无上神通只有2种方法才能被转录，一种是一个悟透无上神通之人亲自撰写而出，这样能将无上神通奥妙尽数写出；另一种方法，便是悟透无上神通之人口耳相传。这书中描述的无经验之意，何来筋骨绝唱？不就是经验一刀？看来我赌中了。哎，可惜，经验一刀的确是第一刀，但总纲部分已经缺失，而在绝唱一刀中，也并没有整套刀道神通的名称。哎，管他呢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好东西。啊，终于兑换完了，出去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。看来我竟然是最慢的一个。长欢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是找到了？那是自然，曾经得到过一个残本，在这功德殿倒发现另外一部分。怎样，你们收获如何？我兑换了一些修炼之物，准备闭关几天。我也兑换不少阵法书籍，准备去研究一番，并且石大哥也提及，这几天会传授我一些战阵。我也找到不少丹方，准备尝试炼制。我还打算改进一些丹方，如那涅槃丹一样，炼制出效果更强的丹药。好，那大家都各自去修炼吧。我也要回到军团总部找一块空地，要试试绝唱一刀威力如何。作为第2刀，会不会比经验一刀更强横？哼，就这里吧。二弟，在干什么呢？啊，大哥，你不是去休息了吗？怎么忽然？感受到你小子回来乱转，在悬空岛闲来无事就来瞧瞧。大哥，既然你来了，刚好有件事让你帮我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二弟说出来听听。瞧你这样，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吧？我那经验一刀找到了后续，虽然依旧不全，但还好是连在经验一刀之后。哦，你小子运气还真没得说，竟然这么快找到一部分。不过，我还不知道这第2刀威力如何，并且有了这部分后，经验一刀威力是否能有所增强？威力提升，那的确有可能。
毕竟完整神通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有联系，一旦缺失，威力定然会大打折扣。大哥，我本想着试试威力，不如你来帮我。你这个臭小子，还想着拿你大哥当师导师啊？这小子越来越不得了啊！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吧。哼，石大哥，那你可得瞧好了，惊艳一刀。从这一刀看来，还真是有点意思。二弟这一刀厉害啊！我现在修为已经恢复到灵婴境，你竟然能把我击退，这惊艳一刀威力不同往日啊！嘿嘿，接下来石大哥感受下我这绝唱一刀的厉害吧。哼，这绝唱一刀原来就是使出惊艳一刀后的余波使刀身来回震颤，进而发出音律之声，故名为绝唱一刀。原来如此。去！这什么声音？让人听了难受至极，实在忍受不了了。没事吧？我说石大哥，你下手能不能轻点？你这一刀威力着实不错，就是忒烦人了。你自个儿在琢磨，我可得去睡会儿了。看来这绝唱一刀就是惊艳一刀后面一部分，能够让石大哥如此，从侧面也能够看出这绝唱一刀威力如何了。既然试好了刀法，还是先行闭关，提升巩固下修为。长花哥哥，红颜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外公，南天院长，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？是唐傲带我们进来的。怎么，长军团长没事就不能来看你？南天院长，您这说的哪里话？别埋汰我了。好了，说正事吧。这次我们过来是因为红颜的病情。难道那位前辈也没有什么办法吗？并非是没有办法，而是那个办法不是最好的。啊，不是最好的？孙儿，那位前辈也是尽力了，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转机。永武学院的那名长老在诊断红颜情况后，说法和石惊天如出一辙。红颜灵魂遭受到重创，自我封印，并且缓慢自愈当中。他又可以直接将他脑海当中封印破除，但对红颜却是百害而无一利啊。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亲人用灵魂之力柔和的温养，并且辅助药物。可是红颜的亲人，我当初发现红颜时，他的随身衣物上有一个汉字，而绣着这个汉字的边缘有被撕扯的痕迹。这个汉字难道有什么特殊？我们学院有一名长老，负责讲授大陆奇闻异事、过往历史，并喜好游历大陆。从他那里了解到，东域土被古汉皇朝统治，而皇都权贵衣物上都绣有一个镶边汉字。镶边不同，表明身份高低。虽然当时红颜镶边被撕扯，但他是古汉皇朝皇都权贵出身，毫无疑问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前往东域土古汉皇朝皇都，就能够找到红颜的亲人，替他疗伤。的确如此。我知道你小子在想什么，先老老实实待在学院，将你绝世军团发展起来。不行，如果不亲自去，我不放心。孙儿，东域土路途遥远，现在你在永武学院是提升实力的好机会，外公会陪在红颜身边。小常，
不只是你外公，那位长老也会一同前往。以我们几个的实力，可比你稳妥得多。什么？南天院长也会一同前往？那长老也会随行？我在东域土有故人，而长老对东域土也神往已久，便趁此机会一道过去。怎么样？现在可放心了？永武学院的长老个个都是仅次于不灭灵身存在的强悍之辈，怎么可能不放心？既然如此，我们这就出发。你去忙活吧。这么快？早一分，红颜就少一分危险。等他的病治好，自然会回来。等我呀，流氓！流氓，竟然是因为帮他洗澡换衣造成的。石大哥曾经说过，尽管灵魂在封印当中，但遇到事情刺激，让他灵魂转瞬之间溢出封印。刚刚红颜说这话的时候，气质有些许变化呢，估计那就是他本来性格。先不管这个了，现在最要紧的还是要找地方，边修炼边巩固才是正理。在额外考核当中，我已经成功突破到灵阶境。尽管凭借日月轮回秘法之强大，让体内灵气流转不紊乱，但毕竟刚刚突破，还没有好好稳定状态，必须要找个好地方。就是这里了。灵阶境之后，每一重天突破都会有雷劫显现。这个境界是武者肉身飙升阶段，但每一重天雷劫威力也会越来越强。故而灵阶境时期，平日修炼重，对于肉身修炼耗费的时间占有巨大比重。而这里正是淬炼肉身最佳场所。这个石碑是干嘛用的？长哥，是你吗？啊，长哥，我还在想你会不会来，你果然来了。前面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什么？这个算是雷火殿排行榜，左边是总榜，右边是专属于新学院。上了排行榜应该有什么好处吧？根据滞留层次不同，时间不同，能够得到不同程度分数，这分数决定排行。学院从来不奖励什么物质，都是直接给修炼点自行去兑换，而修炼点多少，自然就是看这个排行榜上的名次喽。不错不错，我还特意兑换了蕴含雷火之力的雷火丹，正好利用雷火殿进入其中淬炼肉身，巩固修为。走，一起进去吧。和功德殿一样，雷火殿中的每个房间都被阵法笼罩着。看来可以单独租借一个房间修炼，这样不会被其他人影响。长哥，这一层已经是我的肉身极限了，不能再往里面走了。再往里走还有多少间才能靠近中央位置？99811间的雷火殿，前面36间地火之力更多，后面36间雷霆之力更多，中间9间力量越均衡，是淬炼肉身的地方。那我就去那中9间了，就此分别吧。长哥就是长哥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最起码，在新学员排行榜上，定然能够看到长哥的名号。就是这里。这里一天居然要1万修炼点。这个房间由金属铸造而成，能增强雷霆威力不说，被地火烧灼后更是滚烫无比。正所谓1分钱1分货，这里面的效果定然非同凡响。开始了。好强！在灵阶境突破时，仅仅用雷霄炼体中诀窍法门，雷劫就能够抵抗。但此时这个雷火之力，哪怕是使用仗印金身都有着莫大痛楚，甚至要比雷劫威力更恐怖。
这个雷火殿还真是来对了。对于我来说，简直就是量身定做一般。又来了！雷火之力淬炼身躯痛楚，正好借助痛楚来锻炼心境，运用魔道心境修炼法门。哈哈哈，痛得妙不可言。喂，你们看到没有？长歌在雷火殿内。刚才排行榜上还没有长歌名字，这1个时辰过去，竟然就直接冲到中游位置。长歌肉身强到能够直接用肉身抗衡赤白雷霆劫，我猜啊，他现在起码在30层。只是单纯从2个方向灌注，这个雷火殿也不过如此。石大哥曾经说过，炼体最主要有3点，即炼体修炼神通、炼体修炼法门、炼体修炼方法，而雷火殿自然就是这第3点。而一个好的修炼方法，自然不能够单一，需要多样化。如果一直是同一种方法的话，肉身会逐渐的适应，效果反而会大打折扣。有变化？怎么会有水流声？这雷火殿当中，难道还有休息时间？引来河水清洗身子不成？不对，是雷霆和岩浆地火，竟然在这房间当中汇聚，凝聚成滚滚雷火长河。阵法也发生了变化，看来要认真应对一下。这次轰击的力道远远超过了之前的，轰击方式也变了。雷火之力的阵法好像也有变化，分成了好多单独的阵法。好家伙，从4面8方无死角的轰击，一点都不给人喘息机会。疼是疼了点儿，我还能坚持。又变化了，雷火长河消失了，好多阵法又聚集起来了，攻击偏了。这不是在玩老子吗？根本就不给我喘息的机会啊！好强的威势！这猛兽身上既有雷霆之力，又兼具岩浆地火杀伤，看来凝聚了2者的威力，变成了更为强悍的雷火兽。这个雷火殿的设计者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呢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会会你这雷火兽。长歌登上了新学员排行榜第1了，这个速度不止在30层，绝对是在40层的位置，实在是太变态了！才进入学院就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杀入新学员排行榜，并且还夺得第1的位置。这小子估计是在靠近中间的位置，越靠近中间，能够在其中坚持的时间也就会越短。那还用说，3个时辰应该就是他的极限了。真是有意思的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，淬炼肉身的同时，跟强悍的雷火生物厮杀，不仅能够让被淬炼的肉身活络起来，还能磨练刀法，相互之间非但没有影响，还相辅相成。厉害呀！已经过去整整8个时辰，都是第2天了。长欢雄霸占新学院第1，而在他名字后的积分也在不断提升。不止如此，总榜上长欢的名字也在稳步上升，快要接近中游位置了。我们长歌果然厉害，我们绝世是狮子。长歌加油，让那些老学员们看看我们绝世的厉害。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子，这个长欢定然是用了什么手段，无耻之尤。你说什么？长歌才不屑如此。你们都在吵什么？一个个干什么呢？长歌说过，多锻炼自身，少一些飞扬跋扈。这才多久，你们就跟别人闹起来？你们不知道，他们这群老学员看长歌排名提升到总榜，污蔑他使用了手段，说他无耻。什么？长歌他现在还在雷火殿，
他可是去了中9层啊！他是变态吗？那是长欢吗？他终于出来了。可恶，这雷火兽也太离谱了。看来还是高看自己了。让我先恢复一段时间，这雷火殿，我一定要再战一轮。长欢，老夫想问，中9层那雷龙火虎，你是如何对付的？啊，你是谁？小子，你那是什么口气啊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！这位可是负责雷火殿修缮、完善雷火殿的雷火长老，怎么将他也惊动了？原来这雷火殿是你负责的呀，老头子，该不会是你设置的阵法吧？我原本以为那雷火兽只要宰了就好，没想到杀了后竟然又凝聚出来。难怪这雷火殿之中雷火之力消耗有些不正常，原来是你这个小子在里面将雷火兽给击杀了，还不止一次。我听说在雷火殿修炼房中，一旦那雷火兽出现，其中环境定然无比恶劣。是啊，别说是击杀那雷火兽，就算是防御躲避也勉勉强强。如果分心厮杀，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应付雷火之力淬炼身躯。雷火兽的阵法，那是6代院长大人设置的，我只是雷火殿的维护者，可不敢随意改动。不过此次修炼，你小子可是收获颇丰啊！不错，在这雷火殿的雷火之力洗涤下，我的修为已经完全巩固。不仅如此，我体内存留产生的杂质也尽数排出体外，肉身还更进一步。长哥，你可是一直霸着新学员排行榜第1名啊！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你居然在中9军待了这么久。没想到我竟然上升的这么快。你的名次也不错嘛，还在前10的位置了。好了，大家先去忙吧。我可得先回去休息下了。西花正在修炼呢，我也得好好恢复灵气了。师弟，许久未见，近来可好？好什么啊？哎，不过师姐，怎么会是你来啊？师兄不放心你，况且姿势体大，你我联手有个照应不说，也稳妥不少。先不说这个，看你做的调查如何了？当初失踪的学员导师确实没有归来，勇武学院并未刻意隐瞒。而且勇武学院之中，的确不止一个秘境。果然如此。那秘境是不是老怪物们闭关的地方？暂时我只探寻得知，7代院长尚且在秘境当中，还有勇武3老。剑指青天荡长空，7代院长李清空，哼，他的剑可了不得，竟然还留在勇武学院。勇武3老这3兄弟，老大李谷乃正鬼才死，老二李耀丹道至尊，老3李狂炼气无双。这3老修为强横不说，所涉猎专长更让勇武学院整体提升，阵法、丹药、灵气绝对不愁。自6代开始，勇武学院就已经不同，得将这些传达回去。看来对勇武学院，应该跟常家视作一个等级来看。恢复的差不多了。长花，你的修为看起来凝练多了。哼，发现一个好地方。西花，你先继续修炼，我得再去趟雷火殿。啊，怪了，今天雷火殿外怎么这么热闹啊？长哥，你可算来了。唐傲和吾皇2人已经进入了雷火殿当中，并且也是中9间，这下有意思了。是啊，让那些老学员看看，
咱们绝世军团的领头之辈有多厉害。看来是昨日我在雷火殿中修炼时，不经意之间出尽了风头，挑起了两人的好胜心呢。雷火兽果然厉害，不过我也不是等闲之辈。唐傲，你所用的是一种将肉身当作常见的炼体法门，这只雷火兽正好当做你的淬炼工具了。哼，被你看穿了。你那边的那只雷火兽也蠢蠢欲动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哼哼。吾皇身上弥漫着灵威，仿佛对于这种凝聚之物有着巨大的威慑力。吾皇这家伙真是强得可怕。哦，新学员排行榜上已经出现了唐傲和吾皇两人的名字。两个人一上榜就已经分列第2和第3的位置，紧随常欢之后啊。这一届新学员还当真是能人辈出，出现一个常欢也就罢了，这吾皇和唐傲肉身竟然也如此强横。哼，这两个家伙真是干劲十足啊！我也不能示弱，进去再练一轮。等等，你就是那个好运的家伙常欢？怎么？有何贵干？你们绝世之人个个是无耻之徒，以多欺寡，恶心呢。1个月后，敢不敢和我狂霸组织在练习战场打上一场？像你这种靠运气取胜、用卑鄙手段蒙骗之辈，定然是不敢接受挑战。你不用多说，1个月后练习战场，输了你就解散绝世军团，敢是不敢？这个憨货，额外考核的时候，他好像带着狂霸组织外出了吧？嗨，可不是，这个狂霸一直目中无人，瞧不起别人。估计回来之后，听到别人谈论常欢，故意从心中生，来找麻烦的。没问题，如果你输了，以后见到绝世的人，都要喊声爷爷。你说什么呢？喊爷爷？你这是在作死！在我绝世中都是我常某兄弟，你辱我兄弟，如果不是在学院，我早宰了你。1个月后，等着叫爷爷吧。刚刚那股杀气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狂霸背后定然有人指使，他不是蠢笨的人，在额外考核取得那样的成绩，怎么可能投机取巧得到？这么点事情，狂霸会想不到？不用想，定然是武神殿那帮家伙，想要借着狂霸试探绝世潜力如何？不过，我也同样期待在1个月后，这绝世军团和狂霸组织一较高下的情形。毕竟狂霸组织也是3级，经验远远超过绝世。我倒是看好狂霸，但轻而易举那就未必。这个小子个人实力也真强横，如果在别的势力混，恐怕早被高层捧在手心。学院高层已经把常欢捧在手心了，那元老不是已成了绝世导师？甚至高层还直接让绝世成为军团。我先走了，军团还有事。老柳，你等等我，咱俩可好久没打过了，打一场玩玩呀！我现在很闲的。看你这样子也蛮惨嘛，常欢。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咱们一起进去再比过。对了，老吴，问你一个事儿，那狂霸是什么来头？他算是上一届学员组织中的最强者了。怎么？这个狂霸约战我们绝世军团，在1个月后，输了我们解散。如果我们赢了，见我绝世的人都要喊爷爷。这个赌注我喜欢。不过这狂霸是武神殿那边，
他一回来就挑衅我，背后定然有人指使。难道是帝尊？这个家伙太自傲，傲到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在他看来，我们绝世如蝼蚁，肯定不屑做这种事。应该是武神殿另外4个军团指使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管他呢。咱们进去再练一轮吧。虽然我不是阵法师，但这么些年来倒也见识过不少。眼前这个战阵，就是我在一场战斗中见过的。这阵法竟然如此之奇妙！一个好的战阵，对于一个队伍来说提升太多了。以石惊天那个境界，就算传授一点皮毛，对我来说也是深不可测。震天眼、玲珑心、震道圣体。震天眼，看破世间万般阵法；玲珑心，多么奥妙复杂阵法，都能够看得懂，都能够研习。我把阵法之精妙，远超本身境界。二弟这个小子真是大气运下身啊，身边一个个都非常人。孤煞剑魂、真龙后裔，现在又来一个震道圣体。这爆炸方向是炼丹房，不好，钱太多正在里面炼丹呢。钱太多，怎么会没有声音呢？这小子不会……不行，得先把火灭。白兄，我在这儿呢，我成功了！哈哈哈！你小子到底什么成功？高兴得快要疯了一样。哈哈哈！好东西，狂暴丹，知道吧？服用之后，气血沸腾，肌肤赤红，战力直接提升50%。我当然知道。哈哈，正是如此。不过我这狂暴丹已改良成功，战力提升有3成，效果少了2成。你这也叫改良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狂暴丹药效过后，7日不能下床，1个月不能动用灵气。你猜猜，我这狂暴丹副作用如何？5日不能下床，20余日不能动用灵气。错了，我这狂暴丹除了每隔3日服用1颗才能发挥效用，根本没有丝毫副作用。这不是等于没有副作用？钱太多，你简直神乎其技啊！那是，本天才是何等人？要知道，白兄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还没讲完呢，等等我呀！我看你先去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。你这模样，真是……钱老弟，真是不得不佩服你啊！那是自然，有了这改良版狂暴丹，1个月后。那什么狂暴组织，打得他们连老母都不认识。话说回来，听闻这几天你们3人在那雷火塔隔空较量，结果如何？那雷火塔真的如此神异，这么吸引你们？雷火塔是灵洁境至灵阴境学员修炼肉身、洗精法髓之圣地。白兄、钱老弟，你们不妨也去试试。长欢胜一筹，我和他各有千秋。其实依我看，这肉身修为最强者，当属钱老弟。啊？常大哥这是在说笑吧？你们想啊，这个小子炼丹经常炸炉，也没条件将他炸死。如果没有强横的肉身，那怎么说得过去啊？哎，表弟，怎么没瞧见表妹？哦，他还要再闭关一段时间，好像到了关键点，我也不好打搅。今日我们便正式训练，敢打敢拼是你们的特点，而我将让你们彻底发挥出来。这些日子教了姓白的小子不少战阵，等会儿他向你们说明后就开始训练吧。我一个打你们全部。
这话有些狂妄自大了吧？哎，毕竟是长欢大哥，说不定还真有些大本事。当日跟长欢对决，我可亲身体会过这石惊天的本事，能够直接将我定住不动，灵气无法感知，是何等实力？从来没听说过如此强大神秘的神通。白罗天，你给大家讲下战阵如何运用。好，战阵共分3种，分别是冲阵、玄灵阵、三斩阵。所谓冲阵，最为简单，以阵法将众人之力凝聚成锥状，速度力量保持一致，集体冲杀。玄灵阵是以守为攻，同样以阵法合力，如老龟重壳，坚不可摧，却也灵动无比。承受力度同时，用水柔泄力奥妙，将力道转移后方，然后借力发动冲阵。最后的三斩阵，冲阵施展，一波冲杀过后，人数立马一分为3，3队人马由长欢、唐傲和吴黄率领，用阵法联系，气机凝实，攻守合一。可是3方分开，这战阵岂不是一分为3？那还怎么用？当时我也奇怪，石大哥解惑后，我才明白，阵法其中部分就一定要布置在一起。后来石大哥和我说，以我为战阵核心，构筑阵法并运转，3方人马各自是一部分，用灵气联系，化作一整体。如此一来，纵然3方人马不在一处，同样也是完整的战阵。但这样的战阵，不仅仅需要我为战阵核心，还需要有人以灵气为锁链，将3个部分缝合。而最佳人选，正是长欢表弟。你我有血脉之亲，沟通联系容易不少。加上你灵气浑厚，精纯无比，再适合不过。原来如此。既然战争我已经和大家说清楚了，那咱们就去实战一下吧。石大哥，放马过来吧！小子，大意可是要后悔的。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子，一个好的队伍，无论在什么情况，都能想办法克服阻碍，聚拢一起。你呀，太嫩了。在勇武学院战场，局面瞬息万变，谁也说不准。况且石大哥过去带领妖族大军，那可是真正的战争，血淋淋的厮杀。用石大哥过去的经验来训练绝世，将会比勇武学院中其他学员组织更加铁血。速速集结队伍，凝聚战阵。我先攻，你们跟上。覆天手，万剑归宗。神龙摆尾，有点意思，挺聪明的嘛。接下来可就没那么轻松了，小伙子们。起！以后你是防御核心，一定要稳住。交给我吧，大家齐心协力。我这个大哥可是非常恐怖的。看你们这阵势还算不错，过来玩玩。冲击阵势，上了！有点意思，这才第一次实战就有这样的凝聚力。不过还差得远呢。不好，大家快散开！你们欠缺着的就是彼此之间的协调。刚才看起来不错，一冲过来就乱了。如果联手抵挡，还能支撑一段时间。都给我起来，继续。当你们能真正协调成为一个整体时，和我交手才能有一战之力。长欢大哥竟然以一己斗我们1000人，而我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哇，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，简直让人无法想象。难道我们就这么差，连长欢大哥一棍都承受不了？绝世是绝不会这么轻易被打败的。这帮小家伙无师自通，这么快就学会了凝聚在一起。不错，
不错，果然在极高压之下，才能让他们更快的进步。那就再接我一棍！嘿嘿，恭喜公子出关，修为精进。我闭关前交代给你的事，办妥了没有？回公子的话，办妥了。那偿还应战，并且答应了条件。哼，这次你办得很不错，赢下绝世军团，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狂霸组织怎么说也是去年黑马，对付这刚进入学院的小子们轻而易举。准备些狂暴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狂暴丹？这狂暴丹就不用了吧？需要我再说一遍？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去准备吧。哼，我艰难无比才得到的东西，你凭什么轻而易举的得到？还加入了万象殿，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！听说了吗？狂霸组织和绝世军团1个月后比试，到底谁胜谁负啊？一边是上一届黑马组织，另一边是此届得到高层赏识请客成立军团的新人王，真是看点十足。我看好绝世军团，毕竟同是一届，加上悬空战场上大家都亲眼目睹了常欢的战力，真是恐怖如斯啊！就算绝世军团中常欢等个人修为恐怖，能够影响战场结果，作用却也是极其有限。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狂霸组织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有兴致，那不如我们压个注。来，压常欢的放左，压狂霸的放右。打了好几天了，手都酸了，休息下。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吾皇，学院会允许开设赌局吗？可惜我们是对决一方，没有办法下注。学员当然不能坐庄设赌局了，但庄家是学院本身，那就没问题了，算是助兴吧。石大哥他太变态了，练了这么久，才只能借人家3棍，而且我们还这么多人。没办法，大哥他的确不能以常理多之，以后你们自然会明白。废话，石大哥是古籍描述中的妖族，当然不能以常理度之。不过这些天我们进步真的很大，能接下那样3棍，难得可贵。是啊，面对那一关，我心中第一次涌出了不可能抵挡的念头。想要成为强者，过程自然艰辛，别忘了，我们的目标是帝尊，以及他身后军团。还是那句话，要做就做最强，跟吾皇一起，向帝尊那个家伙证明，就算是新学员，也能踩他于脚下。当时额外考核，你也是这么说我的吧？是啊，事实证明，我也做到了。可恶，又让你给装到了。休息的差不多了吧？继续训练吧。又开始了？不会吧？在石大哥手下训练，让人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单方面虐杀，单方面挨打。我说石大哥，你下手能不能轻点？快点去集合，就你小子废话多。准备好了，石大哥开始吧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师尊近来可好？不错，将学院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蒸蒸日上，自身修为却没有落下。师尊，您可知道近日勇武学院来的新学员常欢之事？此一事，为师也知道了七七八八，资源等方面多加照顾，其他就不用多管了。这个月里，你们俩就不要去悬空岛了。弟子不明，弟子是他们导师，理应相助。况且这帮小子身份，你们估计不清楚吧？
偿还那些小子们出身定然不俗，可弟子和长姐确实没有多去探究。你们啊，就是不敢想。瞧他们长、白、浅、李，还猜不出？吾皇自幼被我们养大，知根知底，而唐傲也是可怜。这帮小家伙聚在一起成长起来，估计整个灵武大陆都要轰动。勇武学院也将受益良多，天佑我勇武学院呢！对于我的出现，可要保密。不仅是我，还有不少人都陆续回来了呢。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就不多做打扰了。师尊，我和姐姐就告辞了。这两人着实不错，你可是收了2个好徒弟。那是自然，我反倒是好奇，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无非就是一记碎片，那种地方何其凶险，我想你未尝不知。这真是要变天了。是啊，要变天了。这次狂霸组织和绝世军团的约战，我希望绝世能够胜利。我可是压了绝世不少赌注呢。狂霸竟然选择盆地之地作为战场，这新学员最欠缺的，无非就是战阵和团体协作了。可这盆地战场已经没有什么谋略之说，直接就是厮杀。这狂霸行为有些下作呀。什么？狂霸这边人数竟然还占优势，足足有4000多人。哥几个，一会儿开战，咱们把绝世军团打得屁滚尿流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。我说老六，一会儿下手你可得轻点啊！从狂霸这边的人数来看，这绝世军团输定了。老师，如果出手太快，会不会在传送出战场之前就利弊当场？难道长欢惧怕狂霸组织出手过重，将他们的人打死？不会。如若受到致命攻击，多余力道会被化解。那就好，不然学院里狂霸这个组织就不复存在了。这个长欢竟然担心出手过重，将狂霸组织屠戮干净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就你们这气势，能够坚持多久都说不准。整整1个月，绝世众人在石大哥的手下被虐得死去活来，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对象，而约战的狂霸组织就是最好对象。吉时已到，对战开始。狂霸组织来了4000余人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4000多人，正合我心意。兄弟们，狂霸那边4000多人，本来还担心会不够打，现在看来，这个担心是多余的。这1个月来被长欢大哥虐得憋屈死了，正好和狂霸他们好好打一架。狂霸他们来了，兄弟们，让他们看看我们的训练成果。像我们这人数与威势，才称得上学院黑马。长欢这种乳臭未干的新学员，他的组织又有什么资格成为军团？许成河、段敢文、曾友军，你们3人各带100人，让他们见识见识。是大哥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是差距。随便冲杀2、3次，淘汰个400、500，那就试试吧。长欢他们不会想到，就凭他们3人，将狂霸组织那3000人也轰出战场了。看这个架势，好像还真是啊！怎么可能？3人对300？长欢他们是疯了吗？就你这小子张狂，我杀！哼！不自量力的家伙们！
长欢、唐傲和吴黄锦3人，竟然把狂霸那边3000人打的就剩下400余人。看来我之前确实小看了长欢他们。什么？我可是把娶媳妇的钱都压在了狂霸那边，现在竟然胜负难分。原本我以为狂霸那边会碾压长欢他们，现在看来谁胜谁负还说不准。别浪费时间了，直接上吧。说实话，就你们这水平，4万人也是白搭。浪费时间，想让我们全部一起杀？哼，话可不要说得太早。接招吧！哼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啊！哼，小子，躲得还挺快呀！吃我一刀！去！这回应该躲不掉了吧？嗯，人呢？牵手！长欢这速度，我竟然没有任何察觉。这长欢的战力真是恐怖如斯。狂霸竟然没有打过长欢！全员听命，准备战阵！给我冲！以后准备好。好。3、2、1，玄灵阵，去！老大，长欢他们的防御根本冲破不了。分成3队，从不同的方位去冲击。所有人分3队，从不同方向向屏障冲击。你们人真好，真是帮了大忙。啊！去！哇！让狂霸做炮灰，来看看绝世军团潜力如何。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打击一下，或者逼迫别人解散。柳风林，用不着你在这多说废话。程笑啊，你那笑傲天军团可是一众军团当中垫底的，不想着提升军团实力，反而瞎琢磨这些。唉，垫底？哼，现在垫底的军团，恐怕已经轮不到我笑傲天了。你还真是脸皮够厚啊！绝世军团什么情况，竟然也被其算进去？再怎么特殊也是军团，只要是新学员就得老老实实敬重服从学长。什么组织军团，根本不适合他们。你这个家伙跟帝尊一样，太过偏激。新学员如何？这狂霸组织不正是要落败了吗？哼，落败还不一定呢。和长欢这场对决如果输了，在公子那边绝对不好交代，绝不能输。所有人服丹药，做最后拼杀。是。这个是狂暴丹，正是狂暴丹，但跟我的改良版不同，能提升50%战力，却有非常大的副作用。我们先不服用改良版的狂暴丹，先试试最后一个战阵。啊！竟然使用狂暴丹，这个狂霸组织还真是够不要脸。谁又能够想到，绝世军团实力竟如此强横，短短1个月就有这么大进步。狂霸组织不能够输啊！我可是在你们身上压了不少的修炼点呢。杀过去！
是。三斩阵，开！去！啊，这是什么？是战阵吗？还是偿还他们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？这是什么阵法？让人有着巨大压力，身子沉重不说，体内灵气也如同上了枷锁，缓慢无比。对于他们的压力已经奏效了，估计肉身削弱2成，灵气能够压制3成。此消彼长，是时候结束闹剧了。上界仙人王3级组织，哼，不过如此。力劈开山！趁你病，要你命！去！龙吟枪！去！啊，这是！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从对决开始，你们就想着利用人数优势、经验优势，甚至准备狂暴丹。可想而知，在平日里不想着提升自身、提升整个团体实力，而是净想着旁门左道，可笑、可怜、可恶，根本就不相信自己，反而注重外在因素。你们根本就没真正强大过。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强大过？哈！狂霸组织被我们全部打了出去，我们胜利了！哈哈，和狂霸组织这一战，将那1个月训练的鳖犬释放的畅快无比。真是没想到，这绝世军团竟然爆发出骇人战力，战阵诡异无比，队形看起来混乱，动手时却异常协调，让人着实不解。恭喜你们取得这次对决胜利，因为有学院公证，你们每个人可以得到10万修炼点。感谢前辈。比赛结束了，你们也快些回去休息吧。大获全胜，我们对得起这个名字，绝世。兄弟们，回总部了。这次大战后，估计大家有许多感悟，趁着还没消失，赶紧消化，能让实力更上一层楼。只不过绝世众人都是精英，这10余万修炼点用来修炼是远远不够的。唉，真是可惜啊！如果我们也能压住，倒也能赚上不少修炼点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是有点可惜啊。你们几个真是脑子太僵。的确，这个赌注我们不能参与，但别人可以啊。啊？难道你？我早就拜托王二和柳风林2人，将修炼点先转给他们，然后帮我压住。现在看来是赚大。难怪钱老弟比试前纷纷找我们拿修炼点，神神秘秘，怎么也不说做什么用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不是给你们一个惊喜？相信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不用担心修炼点的问题，能够专心修炼，磨练技艺。钱哥，我们能够赢多少修炼点？学院有近1300万学员，200万余导师，足足8成压狂霸组织赢。你说能赢多少？我可是将绝世众人修炼点7成压了上去，每人起码能分2、3亿修炼点。这么多，那我可以换山神盾了。搞定！现在我去收账，明日再分。嘿，赚大发了。那我们各忙各的了。西花一直闭关到现在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过去看下他吧。什么人？谁？西花，是我。进来也不出个声，吓到人家了。啊！已经很久没有执行家法了，
舒服了。哎，西花，这次闭关怎么耗费了这么久啊？难道你修炼有什么变故？可还记得石大哥曾说我有天幻体质？难道是那个偏门战技神通，修炼之后让你领悟幻道？聪明，功德殿内的确发现一个幻术典籍，因为太过偏门，修炼后如同鸡肋，至今无人问津。可对于我来说，却是绝妙无比。回来一经修炼，实力便已暴增，晋升到灵阶近6重。我拿你试试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这么快破开幻想？典籍内不是说……并非是你幻术羸弱，我有心境修炼，所以有极强抵抗，甚至能够破除。原来是这样。长欢大哥，快来总部，我要给大家分发修炼点了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长哥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修炼点，这次多亏了钱兄弟啊！有了这修炼点，再也不用担心突破时丹药不够用了。长欢大哥，你来了，这是你的修炼点。哦，这么多修炼点，没想到吧？许多人以为狂霸组织必赢，将全部身家可都压了进去，结果血本无归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这帮人实在贪心呐，想着大赚一笔，却没想到……不要说话！什么人，竟敢在此窥视？这就是石大哥的实力，他不过灵阴境，怎么会这么强的洞察力？别多想，我只能说石大哥实力因故削弱，现在不过是在恢复，不能以寻常人来想。来者没有恶意，虚惊一场。啊，这个时候谁联系我？难道是西花？肉身修神通，洪荒圣血诀，书名常青围。外公曾经和我提过爹娘的姓名，这上面名字分明就是爹娘。大哥，刚才那2个人在哪？早走了，那种程度的存在你是见不到的。那2人并不在此地，他们可以直接隔空眺望，用刀子一样的目光割开空间阵法，了不起的手段。如果那2人真是我的父母，难道实力已经到了那等恐怖的地步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现身相见，反而暗中窥探，而且还将洪荒圣血诀传给了我？外孙，你的父母过来看你了，便把洪荒圣血诀传授给你了，只是现在不便与你相见。轩辕圣，由此看来，爹娘和外公已经接触，虽不和我亲自接触，却让我知道他们存在，其中深意。爹娘如此做，定然有他们的道理。现在只能先静观其变，再做打算。看来二弟这复杂的表情，想来那2位定是二弟的父母了。二弟，你们终会见面的。我要闭关修炼去了，有事随时用联络晶体联系。长欢这家伙怎么又闭关了？常大哥经常如此，老是有所感悟，境界实力提升速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！石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不要惊慌，我就确认一下看错了没。看错倒是没看错，就是方向不明。什么意思？我将传授你们一些神通，不然的话，你们跟长欢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。先跟你们说说，战技神通是如何划分的。我这表弟一直修炼着真正的神通，难怪，原来我们一直如井底之蛙。石大哥，
为什么历史断层前的事情你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嘿嘿，因为5000年前我还没被封印，怎能不知晓？此事就不要宣扬了，这些都是昔日好友临终嘱托，你们。石大哥，这是根据你们每个人特点给你们的神通，好好修炼啊，不要辱没了他们的绝学。谢谢石大哥。震天眼，龙心，震道圣体。不小平平，我算是资质平庸的，阵法方面略有长处，没想到竟然一次打出3道阵法。3道赤心，什么玩意儿？爹自小就说我炼丹没什么天赋，就喜欢胡搞瞎搞，我还有这等天赋？管他呢，死马当活马医，竟然一次就成功了！这神通竟然让我拥有了剑功，气煞，攻煞剑魂。呀！洪荒圣血诀是肉身如洪荒大地，似未开化混沌，需要外力开拓。这洪荒圣血诀到底是什么程度的炼体神通？按照石大哥所说，无上炼体神通需要5种属性炼体神通辅助，而洪荒圣血诀却需要7种，比无上炼体神通还多出2种。跟其他炼体神通不同，洪荒圣血诀中的重中之重便是血液。凝练血液是为肉身生命之源，用磅礴血气旺盛坚韧，以浑厚血气滋润骨肉。洪荒圣血诀必定非同凡响。要是运转丈六金身炼体法门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1个月前通过雷火塔淬炼，已经将体内大部分杂质排出，然而不借助外力，单运转洪荒圣血诀，竟然又排出如此多的杂质。现在肉身力量比起以往更加凝实，不知道再度前往雷火塔的话，会产生什么效果？丹田深处汹涌而出一股股灵气，这灵气量和精纯程度却足足比过去增长5倍，真是诡异。难道这灵气一直都被封印在体内？当修炼了洪荒圣血诀之后，这才解放出来。当初外公曾说，日月轮回秘法需要强悍的肉身，这样才能承受得住那恐怖灵气。现在看来，必须要有洪荒圣血诀，才能将日月轮回秘法功效尽数发挥出来。这日月轮回秘法和洪荒圣血诀，必然是一套修炼法诀。时间不早了，出去看看大家都在忙什么。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表弟，你可算出来了。表哥，你们身上的灵气波动看起来和之前大不一样啊。石大哥交给了我们些东西，故而让我们有点变化。啊，石大哥怎么突然愿意传授他们神通了？二弟，真不知道你什么气运啊，身边个个是能人。他们的体质都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甚至在他们原本出身的势力都并非拔尖之辈，看不出他们的体质很正常。若在以往，你们这几个小家伙都是万年不遇的人物。不过说起来，吾皇这个家伙还真是龙。什么？原本以为当日额外考核，吾皇化龙不过灵气凝聚，现在说来，竟然是真神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们，正如石大哥所说，1年多前我方能化作人形，才被2位姑姑允许出现。不过有个事情要提醒，尽快提升实力。你们各位提升起来，都会是一方霸主、大能之辈。尽快提升实力，什么意思？
我望着勇武学院有一股死气，少则2年，多则5年，将有大变，生死存亡之变。什么？不用担心，当学院上面的人都是蠢货，他们自然有所察觉。你们要做的就是提升实力，起码变故来临时有自保之力，或者为这学院出手相助。死气，变故。勇武学院现在实力是灵武大陆排名靠前，仅次于终极域那几家，又有谁能动得了？会不会是终极域的人想要打勇武学院的主意？不可能，八方域土与终极域相隔甚远，那环形隔开的无尽之海，除非借助顺门，想要横渡，起码也需要3、4年时间。的确，终极域相比八方域土，地大物博，灵气浓郁，犯不着动用八方域土势力。况且，想要攻打勇武学院，顺门也承受不了太多人传送。那就奇怪了，这勇武学院变故危险从何而来？难道是来自于八方域土本身？唉，多想无益。我准备前往雷火塔炼体提升修为，有想一起同去的吗？大家一起吧，刚好可以练练手。我们进去吧。快看，常欢他们又来雷火殿了。前几日，常欢的绝世军团可是把狂霸组织击败，还是在对手服用了狂宝丹的情况下，以少胜多。新学员榜单上位居前3的，还是我与唐傲、吾皇3人。总榜的名次有所变化，大概在100余名。由此可见，修炼意图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有点意思，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在这总榜占据一席之地。我说你们磨蹭什么？走吧，我倒想看看，这次能够冲进多少名。就是，大家和我一起进去。总榜第1。石大哥之前指点过我，可以以洪荒法门为主，将身躯当作洪荒大地，让雷霆霹雳，地火烧灼。唐傲则以身为剑，利用雷火之力练剑。我的丹田躁动无比，并且躁动之力范围在不断扩大，尤其是在灵丹下方，仿佛这丹田下方变成无底深渊，看不清摸不着。等等，体内灵气怎么剧烈抖动起来？体内的灵气竟然一分为4，散发出仙、魔、佛、妖的气息。这4股灵气朝丹田下方缓缓沉落。仙道与佛道的气息，魔道和妖道的气息，两融合在一起，一方灵气之阳之刚，一方灵气之阴之柔。难道这就是日月轮回秘法？这才是这神通的本质。日月轮回秘法，洪荒圣血诀，还当真名副其实。我感觉到丹田底部已现出一块大地，犹如洪荒上部，孤寂苍凉，而丹田的上方又悬浮着太阳、明月这2股灵气，日月同辉。丹田内的变化简直乱七八糟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单单使用仙道灵气，也不过比过去多上2成有余灵气。魔道、佛道和妖道灵气，在旁人面前显然不能动用。魔道正宗虽然不比邪魔道，但彼此间依旧有些相似。在这个大陆使用魔道，简直如同找死。佛道和妖道
在灵武大陆上已经成为传说的存在，鲜有人知。若是使用暴露出去，估计惹来不少窥基之辈，徒增麻烦。看来，现在最保险的做法，就是另外3种灵气闲置不用，仅用仙道灵气。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今后日月轮回秘法配合4道刀道，使用相应力量，威力必然会大增。算了，不想那些了，眼下还是抓紧修炼吧。距离进入房内已经过去了15个时辰，远比上次多出太久。不知他们几个是否还在坚持？这帮刚进入学院的学员，竟然能够在中九间待上那么久！1个月前，以为那就是他们的极限了。而且进入雷火殿的6人，竟然没有1个人离开修炼房，总榜名次还在缓缓提升。他们一定是有什么手段到这个程度。如果是凭借真材实料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啊？霸体丹定然是使用了霸体丹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可能。他们进入雷火殿内，往中央那么一坐，服用霸体丹修炼就好。为了名次，竟然用这种手段，真是卑鄙。可惜那么久的雷火之力都成了无用功，服用霸体丹根本就没有任何炼体效果。哼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长歌服用了霸体丹？无非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们长歌可是有真材实料的，你们可别乱说。哎，这不是灵元组织的王上吗？他怎么来了？长欢他们名字快要赶超他了，估计是坐不住了。你看他脸色铁青，一定恼火至极吧？超了！长欢他们逐个超越了王上，厉害呀！这帮新学员到底什么来头？你们这帮家伙，竟然也坚持这么久？坚持多久并不算什么，重要的是能够在其中有多少效果。这雷火殿比试试墨，炼体效果多少才是重中之重。有这样觉悟的人太少了，很多人来雷火塔更多是为了榜单名次，而非长欢、唐傲、吾皇、钱太多、白罗天、李后，王八蛋们，给我滚下来！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们的名字。确实有人在叫。老子倒要看看，谁胆子这么大，竟敢对我们6人依次点名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刚才哪个混账乱吠？有病吗？哼，你便是长欢？是又如何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灵元组织的总将王上。切，你在下面点我们兄弟名字，是不是已经明确了要寻死？被我们新学员追上了名次，还在这放屁，真是奇闻了。放屁说的你们自己，哼！用霸体丹得到这般效果，还洋洋自得？诸位，你们看看。他们身上没有半点伤痕，这是从雷火殿里出来的样子吗？这么一看，确实如此啊！他们身上真是一点伤痕也没有。难怪名次提升的这么快，原来是一直在作弊。像你们这种无耻之辈，没有资格来雷火殿，滚吧！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！军团，凭借小聪明、小手段得到，果然是这种货色。从头到尾，你所言不过是你推断，说的却仿如不准我们来雷火殿，好大的威风！表哥，不用跟这种人多说什么，在这个学院里，说到底就是用实力说话的。天际决斗台禁锢灵气，只能使用有关肉身的力量。我和你1对1单挑，敢是不敢？啊！你小子疯了吗？就凭霸体丹作弊得到的总榜名次，怎么敢提出这样的要求？怎么不敢了？既然如此，
那我就做出让步，半炷香没有将你击败，算我输，如何？明日清晨，天际决斗台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我看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白痴，记得喊你娘来啊！你娘若不在旁边看着，万一把你揍完回去，你老娘都认不出了，岂不是罪过？长欢呐，长欢，你给我等着！决战那天，我一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，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。长哥，你这话真是绝了！那个什么打酱油王上，脸都绿了。这个家伙也是有意思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这种玩意儿，何须给他脸面？这个王上在学员当中也算是有点名气，肉身修为应该有高级肉身。同样是高级肉身，如同境界一样也有强弱。王上血气涣散，筋肉凝视程度也并不强，虚有其表。明日好好教训他们，力求速战速决，干净利落，绝不留情。为何一定要这样？本来打算戏弄下他们呢。杀鸡儆猴，只有这样才会让别人看清楚、想明白。纵然我们是新学员，也并非是能随意拿捏的。啊，好香啊！西花还有这般本事。长欢回来了。怎么，西花，你竟然在这儿？那是谁在后厨做饭呢？走，和我进去看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岳父，怎么是你？怎么，小子，没想到吧？的确想不到，岳父竟然还有这手艺啊！除却阵法，这也是爱好之一啊！来来来，尝尝你岳父手艺如何？岳父这等手艺着实厉害，小婿佩服。爹，这么久你都在什么地方？问了南姑，她也不知道。这无妨，切记不可让他们泄露出去。其实此事本不能提起，但刚才师尊忽然传音说能告诉你们，只是不能传出去。当见过勇武学院院长后，我便被带到了一个奇异之处。那个地方宽广无垠，亮如星空，碎裂的岛屿片悬浮其中，周边灵气浓郁到了十分恐怖的程度。后来在勇武学院院长袁奇的指引之下，我拜了一名老者为师。经过这一段时间相处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我所拜师尊名为李谷，外人唤其勇武三老老大，人称镇鬼才子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见到了第7代院长，名号剑指青天荡长空，李清空。怎么会？我一直以为勇武学院的院长是仙士或者前往中极域呢，没想到他们竟然会一直留在学院内。闲聊当中，我可从吾皇口中听过这个李清空到底多么强横。其他7大霸主实力巅峰强者中的4人，被他长剑一指便败下阵来，还有2人足足扛了半个多时辰，这才落败。当初八方域土8大霸主势力彼此交流，7代院长李清空凭借一己之力力挫其他联手的7大势力掌权人。那一战，李清空凭借手中之剑，剑气直冲青天之上，整个天空都因他摇晃。最后
只有当时古汉皇朝的人皇能够跟他一较长短，但最后依旧输了3招。这一战过后，两人却有了过命交情。但是石大哥说永武学院会有变故，有死气环绕。李清空这等人物坐镇学院深处，竟然还会如此，那永武学院将面临的劫难会有多么恐怖？贤婿，在想些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被七代院长吓到了。吃饭吧。欢迎2位小友来到永武学院，若不是2位鼎力相助，我等绝不可能脱困。以后我的命就是2位小友的。兄长，此言差矣，只是我儿长欢就劳烦你们照顾了。可怜我那孩儿，只希望他不要怪我们。放心吧，我相信欢儿不会的。你们2人放心，我自会保他周全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们这个儿子倒也真是了不得。正是如此，这学院内他可算开了许多先河，也破了不少记录啊。可惜啊，你和我们夫妻还有那帮老兄现在都不能露面，必须小心翼翼，如若不然，功亏一篑呀。只希望我们的计划能够大获成功，就算不能，起码能够保证局势不至于崩溃。不知道那位能人能不能帮忙？偿还那个结拜大哥，显然是位恐怖大能，可惜修为似乎受损，正在恢复。算来时间也来不及，不能寄希望于他。少则2年，多则4、5年就是爆发之时，终极域我会尽力保证。如此，先行谢过。脱困之恩，加上此次恩情，感激不尽。老兄言过了，这本就是同仇敌忾，相互扶持。倒是为兄矫情了。今日绝世军团团长常欢和陵园组织总将王尚将以肉身修为一较长短。听说常欢甚至放眼，在半炷香内就能够解决对方。王学长，你娘来了没？哈哈，常哥就是威武。常欢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时辰已到，这次决斗将在学院见证下进行。稍后我会开启阵法，只能使用肉身力量。嘿，比试开始。王上记得，如果输了，就别让我们在雷火塔看到你。哼，谁胜谁负还说不定呢，你就这么自信？那你猜猜，为什么我这么自信？好快啊！小子，你以为这就能打倒我吗？太小看我了！就这？爆裂拳！竟然直接弹开了我！常欢，我承认我太小瞧了你，但你也别太得意。你见我有得意？开什么玩笑！就你这个水准，赢了你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常欢，想要赢我，你也需要付出代价。这回我看你是躲不掉了。你们看，常欢那个小子是什么肉身？竟然……怎么会这样？雷火塔，你们不过是靠霸体丹取巧，只是新学员，肉身怎么会这么强？你是先入为主，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。导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不能使用灵气吗？这是因为常欢炼体时利用了佛性，这让肉身蕴含了非常大的佛性，佛性不受阵法的限制。王学长，走好不送。
不可能！长哥赢了，把王学长打败了，真厉害啊！现在的新学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敢和我决斗一场。大家快看，来人是凌云组织老大方圆。这方圆不是在闭关吗？怎么出来了？哼，这下有意思了啊！常欢竟然惊动了他，五重学界第5高手。学长，五重学界是什么意思？哼，一看就是只会埋头苦练、闲事不管的人啊！在勇武学院呢，我们只能以学员身份学习9年，1年1重，1年1届，被称之为9重学界。你们新学员就是1重学界学员，而我们是3重学界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凌源组织的老大，你的手下都是软蛋，怪我喽。这位学姐，你手下大将毁我绝世的名声，约斗落败，不怨自己武艺不行，怎么反倒怪起我呢？我只知道你打了我手下，其他的我没兴趣知道。方学姐，你说错对象了吧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方圆，学院内不准私自出手，想要解决纠纷，只能在战场和天际决斗台。我正有此意，只是怕这个小学弟不敢呢。激将法这种老套路也用得出来，别拐弯抹角，管你什么决斗，我接着就是。有点胆色，6代黑市死斗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常欢不能答应他。吾皇，你怎么如此激动？不过和他决斗罢了。死斗，没有规矩，没有限制，胜负用生死定论，这个你明不明白？死斗啊！哼，既然人家要玩大的，为什么不陪陪他？一把银条命，发了。6代黑市，勇武学院6代院长建造，一旦开启，阵法屏蔽一切外在干扰，哪怕院长、元老2人联手都无法攻破，而且没人能够观察到里面的情况，最后只能有1个人活着出来。所以呢，就因为这个，1天内没分出胜负，2人皆死。方圆高出我们4届，灵婴境7重天，并且不知道有什么底牌，黑市阵法没有任何制约，你以为是拼肉身打战场？6代黑市，外界无法探查其中情况，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，除非6代院长回来，但这个可能性没有。这死斗我应下了，请学院公正吧。常欢，常哥，不要答应他。好小子，3日之后见。表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知道你们担心，可你们想想，我很蠢，如果没点把握，会答应他吗？3日时间，常大哥，我会想办法弄出新弹药，以防万一。谢了。常欢，这些事连在一起，你不感觉很奇怪吗？是啊，很奇怪。你们2人这对话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因为蔡国让我和吾皇误会，皇霸组织的挑衅，王上，还有这方圆，竟然向我提出死斗，一连串的事不奇怪吗？常哥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这样，老是有人针对我们，真是奇怪。首先针对表弟1人，然后针对绝世军团，没有什么效果后，单独针对我们几人。失败后又来死斗，的确太巧合了。你们还记得林云烟？他额外考核通过后，没多久就死在勇武学院深山处，导师判定是灵兽所杀。他跟蔡广接触许久，额外考核前1-2天似乎发生过什么。我曾偶然见到林云烟以什么要挟蔡广，
可以确定，在这背后定然有人在暗中捣鬼，想着解决掉我，顺带将我们绝世一网打尽。总有一个感觉，我们成长越快，实力提升越强，这麻烦越容易找上来。方圆这人定然有问题，不过他可能不知道，我之所以答应死斗，可是有着必胜的把握。不管怎么样，多加小心。表哥，不用担心我，这3天我也得好好准备。走吧。程笑，你事情办得不怎么样。抱歉，实在抱歉，让少爷失望了。几倍人数，高一届的老学员还服用了狂暴丹，竟然还解决不了绝世，这狂霸组织真是废物。方圆，这次一定要弄死那个长欢，只要他一死，绝世军团就散了。搞定他们的成员，就像捏死蚂蚁一样简单。放心吧，少爷，黑市死斗，那个长欢死定了。至于绝世军团，程笑，你想点法子整整他们，打击他们的信心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成长起来。明白了，少爷。计划不容有失，长欢无论如何必须要出去，不然将是一大阻碍。是，少爷。长欢，我们终于又要见面了。不过可惜啊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你要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。奇怪，天灵4种灵气两融合的时候，不管怎么努力，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成功。看来只能好好感悟下4种灵气，试试能否推演出刀法。听说了吗？长欢和方圆即将在6代黑市进行死斗。什么？长欢他疯了吗？这可是死斗，不论手段的，而且没有任何限制，修为差距、掌握神通的差距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啊！长欢想凭借灵结境1重天跟灵阴境7重天死斗，想要胜出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爹，我收到你的消息就赶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孩子，长欢的事情，难道你就一点不担心？我相信长欢，他从来不会鲁莽行事，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既然他会答应，那他就会赢的。希望像你说的，这个小子有什么底牌，我可不想我女儿这么年轻就守寡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好好，是为父说错话了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告诫长欢，一定不要服用禁药。他这种天才采取这个方法，得不偿失啊。好了，父亲还有事，就不在这儿陪你了。爹，你就放心吧。长欢，你真的没问题吗？哈哈，这么多人在这迎接我呀！长哥，这个你拿着。这是特制狂暴丹，没有副作用，能够提升5成战力。辛苦了，兄弟。这个灵经当中，是根据吾皇提供关于6代黑市的情报，还有能够应付6代黑市里一些紧急情况的阵法。表弟，你要多加注意啊！我会好好利用，放心吧。6代黑市并非是一间密封建筑，而是秘境当中有一块区域，被6代院长完全用阵法封死而成。里面的环境聚集了10分多的灵气，所以会有莫名其异的变化。吾皇，这个黑市环境奇异变化，你是否略知一二？黑市环境中的灵气，有时候是正常灵气，有时候是魔道气息，有时候会金光冲天，
有时候是紫气弥漫，后两种环境变化最为诡异。听说是上古修炼大道。哈哈，听你这么说，我的把握还更大了。原来6代黑市当中，最复杂环境变化，正是仙魔佛妖4大道灵气变化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，是时候出发了。2位师姐，你们也来了。这个玉瓶中的丹药能够快速恢复肉身伤势以及灵气损耗，算是我们的绵薄之力。我说你这个小子怎么就这么倔，非要答应这死斗干什么？师姐们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怎么没有看到西花？哎，估计他是不忍心见此情形了。小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元齐长老，怎么会是您？你这小子真是不安分。看来这次死斗是您老亲自负责。你有多少把握？9成。真不知道你这个臭小子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。这长欢看样子和元华大长老异常熟悉，情报上说他不是落日城寒门弟子，难道背景其实不简单？你竟然真敢来！什么叫做我敢来？这死斗是我……等等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我想要问的是，你娘来了没？你我死斗关我娘什么事？连见你最后一面的机会竟然都不给你娘！诸位看看，这个不孝女啊！哈哈哈，长哥说的对。还不喊你娘来给你收尸？现在就逞口舌之力吧，等进入6代黑市，自然有你后悔的。是吗？或许进入6代黑市后，真正后悔的恐怕会是你。真不明白，你这自信到底从何而来？如果说我这么自信来源于你自身，你会相信吗？来源于我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你真是疯了！你俩跟我过来。哼，等着瞧！跟我进来吧。真不知道这次长欢和方圆的死战，到底谁能活到最后？我相信常大哥一定没问题的。奇怪，钱太多呢，莫非因为太累休息去了？白师兄，吾皇，我有事情跟你们说。你这个小子，刚才做什么去了？现在这么兴奋？永武学院又坐庄了，开设了赌局，估计啊是看常大哥胜算太低才这么做。快点儿，都给我一些修炼点，我好去压住。为什么学院开庄？这有什么好处吗？学员坐庄容易发生混乱，像这种事情都是学院长老和导师负责，院长上面很少过问。如此看来，坐庄若是弄得好，长老和导师也有好处能拿。的确如此，摆设赌局后，长老导师会选择一边，如果赢了，能够得到不少好处；如果输了，反而要付出不少东西。听说上次武神殿那边，长老和导师输得很惨啊，所以天际决斗台才不开设赌局。万象殿这边可是赚大发了，不过钱太多，你怎么不多拿点修炼点压住？那帮家伙这次可算是学聪明了，限制每人下注上限。我是以绝世军团名义才能一次下注这么多。纵然如此，常大哥赢了，我们也能赚上不少。虽然不会有上次那么多，锦上添花，也比没有的好。在丹药和财富面前，这个家伙真是有12分精神。不和你们聊了，我得赶紧去下注去，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
还真是个单吃财主。这是六代黑市，还真是如其名一样黑啊！这个地方难道就是永武学院第2秘境碎层星空？不用四处看了，待会儿我会打开6代黑市，进入其中后就是死斗开始。你们去吧，小子，希望能够像你说的。丫头，你既然答应愿意拜老身为师，为何迟迟不愿意离去？因为我想确定我家夫君这次生死之战能否得胜。诗儿，胜者生，败者亡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要跟我走，何必浪费时间？如果他胜了，我也能放心离去；如果败了，学成之后也能回来给他报仇雪恨。我跟您走，是为了今后不再拖他后腿，成为他的累赘。你这个丫头，老身算是服了，愿依你吧。这6代黑市战场与6代黑市不同，战场里充斥着烈焰，如同火一般的世界。长欢，就你这点水平也想击败我，真是白日做梦，贻笑大方。还没有交手，你就确定必胜无疑？太自信可不是好事。虚空洪流，非常不错，的确跟普通学员相比大不一样。不过你以为这种雕虫小技你算得了什么？那这样又如何？怎么，仅仅凭借这一刀就想解决我不成？那也未免太天真了。赤红斩，雷火塔总榜17，你以为我是凭什么？第89名的学弟，我这雷火可不比雷火塔那么容易对付。那样最好，不然也太没有意思，让人失望。去！力道好强，方圆不愧是灵婴境强者，果然非同凡响。果然天赋异禀，名不虚传呢。学院当中传言说这个长欢乃惊世之才，看来并非虚言。这样一来，就必须将其抹杀，要不然对今后的计划绝对有极大的阻碍。去死吧！我与方圆的修为境界差距，硬碰硬是没有半分便宜可占，只能利用魔道刀法以巧取胜。雾里看花！风影斩！奇怪，这灵气凝聚雾气怎么挥散不去？雷火护体！竟然藏在雾气中偷袭！不闪不避，直接提升浑身防御强度，以不变应万变，高明。灵结境一重天，战力直逼灵婴境，此人绝对不能留。难怪这么有自信。可我方圆也不是什么寻常灵婴境。不好，还有后手！这个家伙还真是有意思，想要跟我耗灵气，那就再试下这个。该死！去！哼，终于沉不住气了。这个家伙想要做什么？绝唱一刀！这样一刀，不仅仅局限于灵结境威力，
甚至达到灵阴境强者才能发挥出的威力。灵阴境7重天就这个水平？你不是什么雷火塔高手，肉身强横吗？怎么不用肉身硬扛啊？看你这个样子，似乎很得意。拿出你的真本事吧！我可不相信灵元组织老大就这点水平。这个可不用你提醒，从头到尾，我只发挥了灵阴境1重天的实力。灵阴境和灵界境之间差距天壤之别，今日就让你明白到底是为什么。雷火炮，赤白雷霆，赤白烈焰，怎么，感觉很意外不成？后面还有的是惊喜呢。洪荒护身，什么？厉害，竟然能扛得住雷火炮！看来要对你另眼相待了。你不是很自信吗？少爷如此看重于你，精心设计要置你于死地，没想到你就这点本事。等你死了，你的女人还能让我的手下爽一爽。长欢，受死吧！找死！狂暴丹，不对，普通的狂暴丹是赤红，而长欢这枚丹药却是血红。不错，不过我这个狂暴丹提升5成战力，且没有副作用。什么？如果真如长欢所说，岂不是逆天了？能逼我进入杀神模式，不错。接下来你可要小心了，灵阴境的学姐，去！怎么会？长欢力量怎么会这么强？这攻击威力已经相当于灵阴境4重天的全力一击。学姐，别走神啊！比起上一道，长欢这次的攻势赫然大幅度增强，足足有灵阴境6重天。什么？这散发出来的威力竟是灵阴境9重天？竟然还有这样逆天存在，能够在灵劫境1重天发挥出这么恐怖夸张的战力！雷火战将，给我上！长欢，不得不承认你的确很强，然而今天你必须给我去死，把它给我化为脓水！看来是被化成脓水了。哼。如果你不使出真正实力，那么现在你只能被我压着打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还没使出全力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凝聚这2尊巨人，根本不是为了对付我，而是为了掩饰。同样，也想将我注意力转移，这样我就发现不了6代黑石环境已正在发生变化。方圆，你体内魔道气息，从见你第一面起，我就清楚地感受到了。准确来说，是你体内那邪魔道的气息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不过灵劫境，怎么会看破封印？就算是不灭灵身存在，都不能看破封魔印。我就是看破了，又如何？邪魔道的杂碎！
常欢，没想到你早就知道，那我也不用再掩饰了。没错，我是邪魔道，解开封印后，我的战力会增强3倍。去死吧！怎么办？这个方圆竟然真是邪魔道，儿子会不会出事啊？放心吧，一旦有什么变故，我会立即出手。不过你们这儿子，竟然能够看破此人乃邪魔道，这方圆如果不是自身暴露，我们恐怕还看不出。的确，这小子脸上竟没有丝毫慌乱，有意思。你笑什么？不知道跟我纯正魔道相比，到底孰强孰弱？你不可能！这纯真的魔道气息，你怎么会有魔道真传？6代黑市完全封闭，所以我也不用隐藏了。仙魔、佛妖4种灵气全部爆发出来，老子自己都害怕。邪魔道增强3倍战力，也值得你骄傲。什么？儿子到底遭遇了什么？这根本……花儿他……仙魔、佛妖4大道灵气集结一身，你们2个生的儿子是怎样一个怪物？我想这世间已经没有比你们儿子更变态的。我们永武学院能有此子，真是……纯真魔道本就会压制邪魔道，更别提佛道，简直是邪魔道克星。这个方圆碰到你们这个变态儿子，算他倒霉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邪魔道很拽吗？不好，护盾破开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也不知道轮回刀到底什么来头，魔道和佛道灵气运转阵法有什么不同？刚好6代黑市没有外人打扰和窥探，你正好是个不错的陪练。常欢，这是你逼我的。逼你又怎么样？像你这种邪魔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况且明明是你们找上我，还怪我欺负你？纵然我修为跌落，今日必定让你死，绝不能让你成长起来，阻碍计划。这方圆口中计划，难道是当初大哥曾说的永武学院变故这件事情？若是从他口中撬出隐秘，说不定能避免未来大劫。我反倒好奇，你口中计划到底是什么？那要看你有没有本事。血祭魔山。这个方圆，燃烧灵婴，这是要拼命。但是就算方圆得胜，他的灵婴也会彻底消失，跌落到灵结境。今后想要再度突破，难度是寻常10倍。受死吧，常欢！玄化凤环。这回不死也要你半条命。什么？这个常欢难道是怪物吗？我可是解开封魔焰，爆发了邪魔道力量，甚至使用了血祭魔身，燃烧灵婴啊！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必须做最后一搏。就这点能耐吗？常欢，是你逼我的。不好，方圆竟然爆破了自己的灵婴。惊艳一刀。常欢，拼上这，会让我完全止步灵婴境，并且承受100年的一招。不信你还不死！
血鬼灭！花儿，敢欺负我儿子，我这就去杀了这个方圆。等等，你们小两口切莫着急，看你们儿子。百战先前辈曾言，灵气精妙绝伦，掌控其中奥妙，能够将灵气层层包裹。以柔克刚，此言不假，但是刚猛之极，威力无穷，他人被刚猛之意所摄，只能硬扛，却又扛不住，岂不妙哉？他人说魔道诡计多端，其实是变化无穷，一刀过去，蕴含万般变化，别人如何破你所出之刀？要的便是气势如虹，一刀斩出，心中无悔，无惧天地，无畏敌我。那你的刀没有什么斩不断。哼，你们二位前辈各有千秋，如果融会贯通，那才叫妙不可言。哈哈哈哈哈！长欢，我承认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，不过这次我赢了。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？这一刀叫什么？刚领悟，还没起名。竟然在和我的对战中领悟了新招式，名字有了，杀神一刀斩。说吧，你们到底在谋划什么？怎么，你觉得我会说吗？哼，总要试一试。那你可要失望了。因为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。不好，他这是要自爆。倒也有些骨气。这次比赛虽然赢了，但是，储物戒指，倒也算有战利品。以方圆修为身份，应该能有不小收获。你这个臭小子，竟然成功了！袁长老，看您的神情，似乎感到很意外。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以灵劫境1重天，能够将灵婴境7重天击杀，岂能不意外？那是因为刚好我的灵气能够克制他的邪魔道。小子，话可不要乱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灵气特殊，对于邪魔道有克制作用，这也是为何我敢答应死斗。依你所言，这个方圆竟是一名邪魔道武者。没想到，这方圆竟然也是邪魔道。也是。难道你们还知道学院内有其他的邪魔道？算了，此事牵扯巨大，不能跟你多说。提升你们自身实力才是正事。走吧，咱们出去吧。我们通过顺门从这里离开，直接回学院。是，有劳袁长老。大家快看，出来的人是长欢。哈哈，长哥赢了，是长哥赢了。我这个表弟还真是屡创奇迹，令人惊叹。奇怪，钱小贵人呢？这个家伙当然是替我们去讨修炼点了。这个绝世的财神呐！长欢，为何你会没死？
长哥，怎么了？有杀意。的确，有人对我露出杀机。可能是陵园组织之人，或者是有人因你说了太多修炼点，故而心生怨恨，也说不定。这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。那道目光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暗中捣鬼，想要置我于死地之人。长欢潜力巨大，是天大罪，绝不能留。西花，我赢了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长欢，看到你没事，我就可以放心离开了。长欢再如何逆天，也是九死一生。那么，你决心跟我走了？只有这样，将来我才不会成为他的累赘，能够助他一臂之力。你这个女娃娃是着了魔道，不过老身可以确保，当你再度回到他身边时，定然会让他震惊。好了，徒儿，我们走吧。我回来了！来来来，发修炼点了，每人600万。来，白大哥，这是你的。钱太多，这家伙真是厉害。大家先等等，我回住处看看。长哥，等会儿要庆祝，你这时候回去干嘛？肯定要把你嫂子接过来一起庆祝嘛。西花，哎，人怎么不在？长欢，当你看到此信息时，我已经和一名幻道境强者离开了永武学院。他说我天生适合幻道，收我为徒，好将他一生所学传授给我。而我为了不成为你的累赘，跟他离去修行。勿念，慕容西花。累赘？你怎么会是我的累赘啊？这个傻姑娘。不知道西花今后回来会变得有多强，我也得努力修炼。如果被自家女人超过，那可丢脸了。院长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长欢，恭喜你死斗胜出，再次创造出了属于你的奇迹。多谢院长。且随我来，有些事情我想要跟你聊聊。你们先去雷火塔吧，等会儿我再来和你们会合。听长姐说，与你死斗的方圆乃是邪魔道武者。的确，此人曾说我是他们计划中的一大阻碍，要将我除之而后快。我想他们的计划定然是针对学院，此事你不用多想，学院早有准备。今后你要多加小心，有时他们针对你，学院也不方便出手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有计划，我们自然也有对策。如果贸然出手，定然打草惊蛇。不过我们相信，他们针对于你的刁难，你能解决，这同样也是磨练，不是吗？他们想要找死，我也不介意。如此甚好，死斗你能胜出，着实让我意外。我眼光的确不如长姐呀。我想院长找我，不仅仅只是说这些吧。那是自然。在这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不知道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当然是先听好消息，先让心情好了，才有办法应付坏消息带来的麻烦。你小子倒是有趣。好消息便是回到古汉皇朝的红颜，病症已经痊愈。什么？红颜的病治好了？这个当真是天大的好消息。院长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猜这个坏消息估计也和红颜有关吧。的确，你小子倒是聪明，这坏消息正是关于那红颜。其实红颜的真实身份是古汉皇朝的公主，她的生父乃古汉皇朝当今人皇，其母更是皇后。记得那时我从南天口中得知，红颜真正身份很有可能是古汉皇朝皇的贵族，
身份不俗，但我怎么也想不到，红颜竟然是古汉皇朝的公主。而这坏消息就是，古汉皇朝的人皇要面向整个皇朝给红颜招亲。然而这位公主声称心系于你，现在整个古汉皇朝的年轻才俊都把你列为死敌。红颜的竟然……院长，如果我要去古汉皇朝，能够通过顺门前往吗？学院内的顺门没有能够前往古汉皇朝的，不过怎么去你倒是不用担心，自然会有人带你前去。有人带我去？是谁？收拾好后，前去学院大门，等待你的人就是了。会不会是元老？不过元老负责整个学院战场，估计不可能会跟我去。什么？前去古汉皇朝？是的，因为红颜她……你就放心去吧，这些日子绝世军团有我们在。就是，长庚放心去，我们也不是他人能够轻易对付的。古汉皇朝的公主回去了，人皇即将举行招亲，那长欢肯定不会坐视不理，一定会前往。少爷您那么肯定长欢会去？古汉皇朝公主这条线，我早就暗中留意。你不明白此女对长欢的重要性，她一定会去。长老出手，这长欢再逆天，也得死在路上。前辈，您是……怎么是个小丫头？这次去古汉皇朝，正是我带你前往，顺便看看老友。我叫李清空，或许你听过我的名字。啊，您就是七代院长，剑指青天荡长空，李清空。邪魔道一事我已经知晓，他们后面定然也会有所行动。这一路上估计会有人出手，自然是要护你周全。李院长，我不过是学院当中一届新学员，怎么能劳烦您亲自相送？我可不是院长，现在负责学院事宜的是我的2名弟子。不过你小子倒是妄自菲薄了。敢问李前辈，是不是有人所托？的确，他们现在不能如命，便只好让我代劳。而且你天资异于常人，可以说是个天才，我怎么能让你出事？他们是我的父母，如果不与我相认，必定有其原因吧。前辈，不知前往东域土需要多久？以我能耐，借助一些外力，能够在1日之内到达。1天？这么快？不过在招亲10日之内，我们还需要去做些事情。前辈，我们还要去什么地方？来，我们边走边说。好快，您等等我。小子，我且问你，我跟古汉皇朝太上皇乃是故交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啊，之前有所听闻。其实这10日时间是我和老友商议后的结果，专门为你而等的。他那宝贝孙女被袭杀，他当然想要救出幕后黑手，招亲不过是幌子。有人要暗杀红颜妹妹？更多跟你小子说了，估计你也不明白。现在你要做的是抓紧提升修为，不然招亲可赢不了。易前辈，你们既然以招亲为幌子，那我输赢并不重要了。所以说，你小子不懂，整个计划一环中，你必须足够强。只有你够强，才能够逼出一些人。不过招亲不像学院有年龄限制，当中的年长者修为起码也有灵婴境，你太吃亏了。就算是灵婴境，我也丝毫不惧。招亲之处可并非6代黑石，你那些底牌很多可动用不了。既然前辈已知晓，那我也不藏着了。在古汉皇朝，我估计只能使用仙道灵气，最多使用你那杀神模式，对付灵境3重天没问题，但更多就悬了。因此，
我先提升你的修为，起码要凝聚灵婴，让你高级肉身达到中等。前辈，区10天，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？我将你带去无尽海域，寻找一个老朋友，在他的帮助下，10日之内做到这个地步，并非难事。